小娘子，把腿长大一点，没人娶你当老婆，你就只能当军妓了。按我林家祖训，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需要选妻封地，为我林家开枝散叶。这些少女，全部都是罪人，或是罪人之后。他们之中有被俘的异族少女，有贪官污吏之女，有囚徒罪犯之后。娶到了谁，那么就必须替这些女人洗刷罪孽，还清债务。大伙儿快瞧，老陈为了西边那块地，居然挑了个80岁的老妇。林云，为何你还站着不动？我这是……穿越了。林云，你要选何处封地？牛背山。按照原主记忆，此山遍地红石，总有臭鸡蛋的气味弥漫，以至于寸草不生，一片荒芜。我要这处封地。你可确定？我确定。林云所选封地牛背山。什么？牛背山？那荒山？他疯了！寸草不生之地啊！牛背山破地方，一年税收不到200两，他怕是要还一辈子的债了。这样也好，至少牛背山这块烂地落不到咱们头上了。是啊。破地，烂地方。这个世界的人居然把一个遍地黄金的矿山称之为破地。那遍地红石其实是纯度极高的赤铁矿，而空气中臭牙子的味道是赤铁矿伴生的硫磺石。幸亏这个世界的冶铁技术并不发达，如今边境各族战乱不断，铁器弥极珍贵。高炉炼钢，在学习地质学时我就掌握了，现在得到了一块遍带铁矿的封地，这不是弯弯腰就能捡钱吗？如今不愁钱了，那么老婆的事……别碰我！这女的居然真的在今年的选妻队伍之中。听说她害死了一家30多口人，真是晦气！白发鬼，求求你选我为妻吧！我会做家务，我会刺绣，我不想死。我说了别碰我，滚开！谁会愿意娶一个白发鬼为妻？我嫌命长。谁不知道在大端朝白发鬼视为不祥，但凡与白发鬼成家者，不出3、5年大多家破人亡。剩下的选择只剩这3个了。一个白发少女，长相身材皆是极品，债务3000两；一个蛮族少女，身材高挑，充满着异域风情，整个人流露出野性的美感，但债务却高达3万两白银。我宁愿死，也绝不屈服。你敢选我，我一定会杀了你！大胆！这名少女看上去十分虚弱，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生人莫近的高冷。她的负债居然仅次于蛮族少女，白银2万两。我选她。什么？他说什么？他选了那个女人？这怎么可能？他疯了吗？先是选了块破地，现在居然选白发鬼为妻，他不怕死吗？你真的要选我吗？你姓甚名谁？我叫吴越，没有姓。那你可愿意冠我之姓，嫁我为妻？愿意，我愿意。谢谢你，以后我一定会做好一个妻子的本分，伺候你，报答你，我为你做牛做马。你是嫁与我为妻，不是给我做牛做马。
以后不要这样。不就是一个白化病吗？居然被世人当成了什么白发鬼，让一个花样年华的少女背负着克死全家的罪名，自卑到了这种程度。选妻环节已经结束。哎，那2个没人选，估计直接要带去处斩吧。还用想？那蛮族的留着也是个危险，早点杀了。挺可惜的，2个都长得这么漂亮。长得漂亮，你怎么不选？我可不想背负那么多债务，而且我又不是凌云那傻子，我怕死。他们2个会被处死？本就是处斩之罪，若是有幸嫁于王族子弟，自然能功过抵消。可他们俩没这个福分。等一下，他们2个我全都要。我是不是听错了？先祖在上，我凌云愿意娶这2人为侧妻。凌云，不得胡闹！这凌云怕是要破罐子破摔了。这算什么？他不会以为反正还不起，债多不愁，柿子多了就不痒了？我看啊，他是真的疯了。先祖，我没有胡闹，族规中从未说过选妻只能选一个，而我作为王族子弟，本身也能娶一个正妻，2个侧妻，4个小妾。我这么做符合族规，也符合王法。你可知道，你若选择这3人，你需要背负什么？他们身上的罪孽由我承担，他们的债务我来偿还。你还？你拿什么还？我凭什么相信？若是还不清，又当如何？3年为期，若还不清，我愿意归还封地，自贬为民。好，氏族大家，王族血脉，选妻封地，说的好听，其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打压旁系庶出吗？为了娶你们3个，我可是背负了53000两的债务，3年内还不清，封地都要被收回，贬为庶民。我一定会努力干活的，就算以后真的被贬为庶民，我也一定会好好伺候您的。我会刺绣，可以挣钱养活您。放心吧，大老婆，区5万两白银，用不着3年便能还清。大老婆，痴人说梦。怎么，二老婆你信不过你夫君？我不过阐述事实。你的领民不过500，土地贫瘠，既非交通要道，又无物资特产，3年赚5万，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哈哈，没想到二老婆，你身为国师院的叛党，不只精通琴棋书画，连这些经营商贾之道也有涉及吗？看来我这是捡到宝了啊！盘达天神的孩子绝不受辱！你若敢侮辱我，我拼尽全力也要杀了你！我刚欠了3万白银，把你给救下，怎么说我也算你的恩人吧。而且你就算杀了我，你也难逃一死。这种你死我活的结局，不是我想要的。不如我们来做一个交易，如何？公路的狗贼，你以为我会相信？别着急骂人，我知道你在战场上很强，而我刚好缺一个护卫，只需要1年时间。1年之后我一纸休书，你便恢复自由。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这1年时间只要你不愿意，我们就只有夫妻之名，绝无夫妻之实。如何？我叫乌娜，我以盘达天神的名义起誓，愿意接受你的交易，保护你的安全。
何人喧闹？不过是一群流寇，公子不必害怕。你虽是庶子，可我等也不会让你有危险。没想到牛背山治安这么差，这帮劫匪流寇，该不会要洗劫我得到的封地村庄吧？我要在半个时辰内到达峰顶。你们有何不满，就对他说。快逃！劫匪来了！谁再敢逃，老子就先杀谁！将军，您上周才刚来过，并且已经掠走我牛背村的所有钱财，还请将军各不慎。老头，我也是奉命行事。我知道牛背村日子不好，但也怪不得我，要怪就怪那位即将到任的新领主。新领主，每年我们都给凤阳会缴纳庇护，但是却从没享受到任何优待。有人说这个劫匪流寇欺辱，林家不曾管过我们死活。你若强抢，我们只能殊死一搏。好，是官府的人，是来救我们的吗？尔等何人？胆敢多管闲事，是活够了吗？原来是新任的领主大人。既然今日是领主大人上任的好日子，那小子不打扰了，不打了。列位将我凌云的封地当成什么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要干嘛？你莫要欺人太甚！老人家，我乃林家新任领主，你告诉我，这帮混蛋都对牛背村做了什么？多谢林公子的好意，您能帮我们将这些劫匪赶走，老朽深感谢意。哈哈，林公子，看来你的好意他们是不会领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杀了这些混蛋，将王五留下。长枪借我一用。不好！知道我为何不杀你们？公子饶我性命！公子饶命！小的有眼无珠。别害怕，我不杀你。回去告诉你背后的大王，下次再敢来牛背村搅扰。是，小的一定把话带到。多谢公子不杀之恩。你为什么要放他走？你这一辈子闯下大祸，他们肯定会回来报复了。什么牛英雄？滚出去！你们要就活不下的领主，这一闹连最后的活路都没了。我杀了你们！你们这群天杀的，你们不得好死！尔等刁民，胆敢辱骂藩王世家，罪该致死！算什么东西？在我封地，这些百姓便是我的子女，何时轮到你说三道四？给我滚回去复命吧！是。我知道大家对我林家积怨已深，林家之前也确实没有履行保护牛背村的义务，但是从今往后，牛背村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现在话说的漂亮，等你讨要完水银离开后，我们依旧要承受劫匪的骚扰。谁说我要走？没看到吗？我连3个老婆都带来了。从今天起，我与大家共进退。真的吗？看来这位新任领主真的和从前那些虚伪的林家人不同。林公子，您真的打算长居牛背村？当然，不然我何必大动干戈？可是牛背村这么穷，早就被林家放弃了。您这又是何苦？您老对这牛背山的各处地形可曾了解？自然，老朽从小在牛背山长大，对这儿的一草一木都非常了解。好，那明天还请您老能随我去一趟牛背山。牛背山那破地方有什么好去？牛背山除了石头就是臭鸡蛋味儿。林小友，你到底想干什么？没错，我就是要看石头。看石头？牛背山的石头有什么好看的？愣是搞不明白。这里虽然有些简陋，但咱们好歹也算有家了。我知道你们3个都背负着不同的命运，其实我也是如此。但既然同处一个屋檐下，我希望咱们能摒弃成见，共同努力，将日子过好。相公，你是我救命恩人，也是吴越的男人。吴越不像叶晚清和乌娜都有本事，但我一定竭尽所能，将咱们这个家经营好。能告诉我你选择牛背山这么一块荒地的原因吗？你说3南年能替我们还清所有外债，你凭什么？你不过是相公的侧妻，你这是什么态度？按照家规，吴越姐是正妻，而你我虽同为侧妻，但我的身份也在你之上，所以不管你是人族还是蛮族，都给我放尊重点，别不懂尊卑礼数。够了，都给我闭嘴！从今天起不准再吵架，
乌娜，你先回去休息。现在你该回答我了吧？我选择牛背山，自然有我的意图，而且你不需要问我，在你端视野，你就会明白。婉清，既然相公这么说，你到底能变出什么问了？这牛背山不但不是穷乡僻壤，反而遍地是宝。你说了半天，等于什么都没说。喂，你干嘛去？天黑了，当然是去睡觉。做了一天马，累死。婉清她其实是嘴硬心软。我知道，不过这个二老婆确实难搞。相公，牛背山真的遍地是宝吗？很快你就会知道了。相公，卧房已经准备好了，咱们也早点歇了吧。我是正妻，自然要和你睡在一起。你不用不好意思。那个，你先睡，我还有事找乌娜谈谈。你是不是也嫌弃我？我知道自己没本事，性格也不好，所以你也嫌弃我，对吗？我没有嫌弃你，真的，你是我凌云明媒正娶的正妻，我怎么会嫌弃你？但你为何不愿与我圆房？不是不愿意，是我还没准备好。而且我要是嫌弃，干嘛还要你做我的正妻？听话，等我待会儿和乌娜谈完正事，马上就回来陪你。我等你。三个老婆，三个性格。而叶婉清曾是博士院谋士，相当于大端神朝皇帝身边的幕僚，妥妥的女强人，身份显赫。若不是做了叛党，妄想推翻大端王朝，她也不会是这等下场。你要去哪儿？知道你定会来找我，所以在这里特意等你。相公白天是故意将那王五放走的吧？看来我小瞧你了。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了。你现在连夜进城去买一批捕兽夹回来。买捕兽夹干嘛？我当然要提前布置好陷阱，等那帮劫匪来弄死他们。原来如此，相公其实不用这么麻烦，这些劫匪不过是乌合之众，我们今晚就直接杀进那些劫匪的大门，将他们彻底清除。傻媳妇儿，媳妇儿，我知道你厉害，不过我还要借助这次机会，彻底扭转我们在村民心中的地位，直接将他们杀了，毫无意义。相公，你可真够坏的。小贼来了！快起来，那些混蛋来了！别慌，昨天不是已经在村子周围下好捕兽夹了吗？去把我床底下的瓦罐拿出来。相公，这是什么呀？是大宝贝，待会儿叫你看看。怎么了？没事，你继续睡，我和乌娜去就回。果然还是被我猜中了。林公子料事如神，老朽佩服。若不是昨晚提前布置好陷阱，今天可就危险了。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或多或少的怨恨我林家，但是今天我就将这黑风寨的劫匪一网打尽，还大家一个安宁。他们为何不跑？难道不怕死吗？大哥好像有些不对，咱还是先停下观察一番。怕个鸟！不过是林家派来的丧家之犬而已。兄弟们，拿出你们玩娘们的精神，给老子将这些刁民杀了！大哥，小心有诈！停下来！果然有诈！都给我站住！林家小贼真是可笑至极，以为靠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捕兽夹就能抵挡我黑风寨铁骑？如今的牛背村，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是爷们儿就都拿出胆魄和他们拼了！我就说捕兽夹没用。这些劫匪又不是瞎子，岂会轻易上当？慌什么？发现了才好。老村长，将火折子借我一用。林公子要火炉子干嘛？这时候点火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快将这大宝贝尽可能扔到这些劫匪身边去！明白。这是真的吗？我说过发现了才好。大哥，只剩20多人了！太好了，林公子实在太厉害了！这些劫匪损失惨重，我们再也不用害怕了。我说过他们会明白的。林公子，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快起来，大家都不必客气。我林某保证，以后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好孩子，林公子，你是牛背村的大恩人呐！老人家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相公，战斗还没结束呢，先别高兴太早。你说的对，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只有战斗，才让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
你们都愣着干嘛？还不给我冲将牛背村的人杀干净！不能再去了！你他娘的聋了！给老子上！大哥，你是不是投奔了那林家小子？大哥，我没有，我对天发誓，故意引老子中计。王五，你这次立下大功，本公子答应饶你一命，你速速退下，免得待会儿误伤了你。大哥，你别听他胡说，我没有背叛黑风寨，真的没有。那他为何单单点名饶你一命？大哥，他是故意挑拨离间，昨天他还想杀我。林公子，太厉害了！你们这群废物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准备受死吧！小妞，凭你的本领，留在这臭小子身边，完全是暴殄天物，何不归顺于我？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你小小一个土匪头子，简直不知死活！姑奶奶不屑与你一同同流合污。好，既然你找死，那本王就成全你。力气还可以，不过与我蛮族相比，还是差了一些。这次轮到我了。吴娜，这些混蛋死有余辜，难道你要妇人之仁吗？我是你相公，你还要杀我呀？你们要记住，是林领主饶了你们一命，谢林领主不杀之恩。起来吧，你们这些人都是青壮，正好可以加入我的领民，为我所用。乌娜，你回来了，那些劫匪都解决了。是啊，二夫人，有我和相公在，肯定不会让你吃苦。好了，回来就好。婉清别往心里去，我没事。林公子牛背山环境恶劣，土地贫瘠，根本无法泥要来这里任何作什。您老说的并不准确，牛背山的环境确实不好，但并不贫瘠。这老朽愚钝，还请林公子明示。其实您老口中的这些怪石，在我看来，这些石头都可以炼铁。林公子，你刚才说这些石头能变成铁，生铁不都是直接开采出来的吗？这个嘛，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日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果真是硫磺和赤铁砂。林公子，你在说什么？硫磺和赤铁砂是什么？好了，我们下山吧。你还没告诉我。不是我不愿意解释，对于古代人来说，想要说清楚硫磺和赤铁砂的原理太麻烦了。林公子回来了！林公子，多谢你为村子剿匪，这篮子里的鱼干干和几个鸡蛋，还请您笑纳。林公子，您真是我们的救星！大家不必这么客气，我知道你们的日子过得也都紧巴，这些食物还是自己留着吃吧。我要用最短的时间彻底改变牛背村的名声，并且不但要让大家吃饱穿暖，大家都有余粮。感觉相公越来越像神棍了，连我这个常年混迹博士院的都能轻易被情绪浸染，更何况是这些淳朴的村信呢？神棍俩字应该送给你才对，你所在的博士院都是一群整天吃饱了没事。好了，你们别吵了，相公好不容易赢得民心，整天明争暗斗的人根本就不体恤民情。你再说一遍，怎样？你还想动手吗？我非常乐意替相公好好教训一下你。好了，你俩别吵了，我们对相公的了解都太少，相公既然敢承诺，我们就应该相信他，起码不要说风凉话。既然大家都选择相信我，您老组织一下，从今天起派人全天候巡逻，守卫整个牛背山，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老朽明白。相公，你大清早就去爬山，不累吗？累，当然累，不过就算再累，也是值得的。你去帮我把乌娜叫过来，让她到柴房来找我。好，我这就去。当我来到柴房后，直接坐在一块木头上，并将那包蕴含硫磺的沙土打开，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扑面而来。然而我盯着这些硫磺沙，却眼露异彩，就像是看到没穿衣服的美女一样。原来这牛背山遍地是硫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将硫磺提炼成火药。这时柴房门被从外面推开，乌娜走了进来，她皱眉扇了扇令人作呕的空气，见我脚下发臭的黄沙，问道：这些臭沙子就是你刚在牛背山带回来的，是要做什么？我微微一笑，伸出2根手指吩咐道：你去帮我找些干燥的木柴，然后去其他村民家中收集一些鸡鸭的祥瑞，替我借来一口大黑锅，我有急用。制造火药的材料是硫磺、木炭和硝石，现在硫磺有了，木炭也很容易获得，就差硝石。所幸我还有前世的记忆，知道在鸡鸭的粪便中可以提取硝石。乌娜听我这么说，整个人都傻了，不可思议道：你到底要干嘛？找木柴我能理解，但你还要收集鸡鸭祥瑞，难道你饿了，是想要吃粑粑吗？我立即给其2个白眼，胡说什么？你才吃粑粑？我现在和你也解释不清楚，
快按我说的去办。我乌娜在蛮族军中，那也是名震一方的人物，岂会做这种低贱恶心的事？要爸爸你自己找去，或者你可以自己生产。听此，我尴尬的轻咳一声，确实是难为你了。你先去帮我将木柴和大黑锅的问题解决，粑粑就交给我。乌娜听此连忙点头，好似生怕我反悔，逃也似的离开柴房。而我也缓缓站起身，刚走出柴房，就迎面遇到叶晚清。相公，乌娜那娘们为何脸蛋涨红？难道刚才在柴房你对她做那种修饰了？叶晚清没好意思说得太直白，毕竟也是大家闺秀，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一向雷厉风行的乌娜会如此害羞。听到她的话，我尴尬的挠挠头，什么修饰？这里是柴房，我有那么猥琐吗？叶晚清撇撇嘴，仍一脸不相信。你一个女孩子别这么龌龊，这几天你好好休息，没准过几天我要带你出去办点事。话落，我转身离开，而叶晚清则好奇地走进柴房，迎面被一股臭鸡蛋味呛得退了出来，难以置信地望向我消失的方向。这边我离开府邸，来到老村长家中，看着一脸古怪盯着你的老头说明缘由后，我飞也似的逃回了家中。回到家中后，便见到乌娜已经将木柴和大黑锅准备好。这时候林无月立即上前问道：相公，我听乌娜说你要羁押的祥瑞到底做什么？你们就先别问了，到时候看成果吧。我已经不想再解释了，反正和这个世界的人也说不通。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我立即出去开门，然后就看到2名村民用一根木棍挑着一桶芬芳的祥瑞，一脸古怪地盯着自己。我接着笑道：二位辛苦了，帮我挑进柴房。跟着出来的3女都一脸嫌弃，躲得远远的。接着对2人吩咐道：劳烦将这桶祥瑞倒进锅里。2名村民都不说话，憋着一口气。其实我也想吐，但为了得到消食，我只能用这种土办法。接着就是不出片刻，村子上空都飘着祥瑞的味道，引得村民纷纷驻足围观，低声议论道：这什么味道？怎么这么芬芳？你们还不知道吧？刚刚老村长在李二麻子家要来一桶祥瑞，被送到林公子家了。天哪，林公子是疯了吗？平时吃饭口味那么重的吗？村民们终于受不了了，都被熏得四散而去。柴房里烧制大概3-4个小时后，这让人难忘的熬制才终于完成。接着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竹筒和竹皮，将锅底消食刮进竹筒后，这才算是大功告成。当我走出柴房，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时，这滑稽的一幕让在场众人都强忍着笑了。晚清连忙后退，嫌弃道：你离我远点。接着乌娜和林无月也都跟着后退。我翻个大白眼，没想到3女这次会这么的一致。老村长这时走上前问道：林公子，你费了半天的时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神秘一笑，好了，我知道大家好奇，也到了该揭晓的时刻。我弯腰捡起地上一块普通石头，将硫磺沙和木炭装进另一个空的竹筒内，并碾成粉末。在场几人都一眨不眨盯着看，尤其是叶晚清和乌娜，他俩都在各自的领域算是女强人，所以求知欲极强。做完一切，我呼出一口浊气。你们不是一直好奇我忙碌一下午的成果吗？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话落，众人都纷纷立即后退了几米。只见我轻轻一拉，火折子冒出火光，并靠近引线，刺了一阵火星喷射而出，我连忙将竹筒对准5米外的墙角扔过去，大喝道：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接着轰隆一声震天响，别说这宅邸，连整个牛背村都是一震，而我更是被震得手臂发麻，鲜血顺流而下。而2名村民竟是直接跪在地上，被吓破的老村长更是一双布满老茧的手都在颤抖。他活了60多年，何时见过这种场景？但最吃惊的要数这3个老婆。林无月就算再不懂，也明白刚刚的爆炸意味着什么。而叶晚清和乌娜更是双眼放光盯着我，就像是见到了什么美味。而性格豪爽的乌娜竟直接扑入我的怀中。她作为上过战场的将士，自然明白刚刚那一爆炸要是用作行军打仗，绝对威力无穷。相公，你真厉害，你发明的这个叫什么？疼，乌娜，快下来！我整条受伤的右臂在她蹦上来的瞬间就像断了一样，不禁呻吟出声。乌娜这才发现不对劲，连忙跳下。当看到我手腕还在滴血，震惊不已。这时林无月和叶晚清也都凑上前，一脸关心：相公，你怎么样了？接着林无月拿出手绢擦拭我手上的血，我则是一脸苦笑道：估计是骨头被震脱臼了，一点皮外伤，别担心。你们2个这回不嫌我臭了吗？2女俏脸微红，叶晚清温声问：相公，
刚刚能爆炸的东西真的是你发明的吗？我却没好气地说道：“怎么，你还见过别人使用？”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快告诉我，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何有这么大的威力？看着一脸焦急凝重的叶晚清，我不禁玩味回道：“这个是大宝贝，你喜欢不喜欢？”叶晚清念叨一句，继续道：“据我所知，你是凤阳王36个儿子中最不爱读书学习的一个。你是怎么知道这制造工艺的？”我不禁内心暗叹，这叶晚清不愧是博士院出来的，心思确实缜密。好了，不逗你了，这个叫黑火药，是我无意中得到的配方。还有，我能先回去包扎一下伤口，再给你解释吗？林无月这时立即上前郑重道：“晚清，你就别这么多问题了，没看相公受伤了吗？”就在我想要感叹还是无月最好时，眼睛余光却看到乌娜泪眼朦胧地站在原地，我当即明悟怎么回事，随即佯装痛苦：“乌娜，快过来扶着，为夫伤得太重了。”乌娜听到我的喊声后，当即忍不住竟哭出声来：“相公，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手已经受伤了。”看到这一幕，我不禁一愣，没想到乌娜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回过神后，我大步走到乌娜身前，伸手捏了捏她的脸蛋，安慰道：“没事的，只是脱臼了而已，不哭了，快扶着为夫去包扎一下伤口。”就这样，左边林无月，右边乌娜扶着我往房间走去，而身后的叶晚清则盯着我的背影，眼中第一次露出了一丝怀疑。他很清楚我的这个发明要是用于军事，绝对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方式。不过突然好像想明白什么的，叶晚清嘴角泛起一抹微笑，心中更加期待起来。这时我突然停下脚步，吩咐道：“老村长，劳烦您老再替我多准备些牛背山的沙土、木炭还有祥瑞，并按照我刚刚的方式加工好。”这件事就交给小老了，林公子这2天就好好休养身体吧。老村长虽不知那爆炸意味着什么，但也明白可以保护牛背村的安全。我强忍着右臂疼痛，勉强一笑：“我不会让大家白出力，替我给村民们带个话，但凡参与劳作者，每人每天可得100文钱。”这下别说老村长和2名村民吃惊，就连3女都感到不可思议。老村长惊喜道：“林公子，你此言当真吗？”我笑道：“自然当真，我何时骗过你？”好，好，好，有林公子这句话，那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随即我回到客厅内，被扶着坐在子上，而林无月正细心地包扎着伤口。相公今天实在太危险了，要是那爆炸威力再大一点，你这条胳膊可能都保不住。我苦笑道：“第一次试验，难免把握不好火候，等村民们准备好材料，我再改良一下。”这时乌娜问道：“相公，你真打算每天拿出10两银子给村民？林家之前就给你100两，已经剩下不多了。”叶晚清这时也走进来点头赞同道：“不错，你倒是豪气，一张嘴就每人每天100文钱，你可知村里有多少劳动力？”看着2女，我莞尔一笑：“不错，终于知道替为夫分忧了，我是不是要敲锣打鼓庆祝一下？”哼，亏你还笑得出来。叶晚清脸蛋护红，漂亮的凤眸不敢与你对视，而乌娜倒没那么礼貌：“我替你分的忧还少吗？相公说这话真是让我寒心。”我一脸无奈，连忙回复：“得嘞，我说错话行了吧？”这时叶晚清也恢复严肃，心里也期待起来：“相公，说正经的，你到底打算如何赚钱？”我思索片刻说道：“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想要来快钱，自然要打仗。”叶晚清眼睛一亮：“相公，该不会是打算将这黑火药献给林家吧？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或许凤阳王一高兴，就将咱们所有债务都给免了。”我嗤笑道：“想什么呢？我岂会干这种杀鸡取卵的蠢事？我要的是长久利益，而非眼前。”那相公说打仗来快钱是什么意思？这时乌娜抢先说道：“你可真够笨的！我告诉你们，行军打仗时，打到哪儿就会抢到哪儿，这来钱不就容易了吗？”叶晚清听到乌娜的讽刺，当即瞪眼想要发作。不过这时我点头道：“不错，但你只说对了一半，我缺钱是不假。可也有原则，普通百姓的钱我不要，坑蒙拐骗的事也不干。”乌娜皱眉：“那要如何来钱？”我不禁露出玩味的笑容：“这牛背山方圆500里地，肯定还有不少像黑风寨这样的劫匪窝。这帮混蛋，他们抢别人，那我们抢他们不就行了？”叶晚清听此眼睛一亮，赞许道：“相公果然思路清奇，黑吃黑确实是没本的买卖。但你想过以后吗？这些劫匪窝不可能一直供养我们呀，迟早有殆尽的时候。”这边我伤口已经包扎好了，随即起身活动了一下，沉声道：“等我们吃饱了，也就有了属于自己的势力。你觉得我将来会怎么样？”我这次算是有意暴露了自己的野心，而让叶晚清和乌娜却都内心一震，
不过两女都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叶晚清，她可是国师院叛党，早就有了谋反之心，不然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而乌娜本就是蛮族人，她对大端王朝更没什么感情。接着，只见叶晚清眼中带光，笑得妩媚动人。真没想到，我一个戴罪之人，居然能遇到相公这样的奇才。我当即顿感吃不消，也是没想到另一面的叶晚清竟然是这样，随即连忙说道：“饿了，吴越，我们晚上吃什么？”吃鱼啊，乡亲们送来好多呢。林吴越自始至终都没多说一句话，只是任劳任怨的干活。听着这三人对话，你面色一冷，接着挑眉道：“谁让你收村民的口粮呢？我们不收这些鱼吃什么？难道整天喝西北风吗？”林吴越一句话，瞬间就让我哑火。随即我站起身，揉了揉他的秀发，好似在为刚才的言语道歉。而这时的林吴越微微一笑，就像个贤惠的妻子，瞬间有种错觉，怎么感觉自己这大老婆好像也不简单。接着我用力摇了摇头，看向乌娜，轻声道：“乌娜，你现在进城买一些粮食回来。”知道了，我现在都成专门跑腿了。吐槽一句后，乌娜转身离去。另一边，整个牛背村忙得热火朝天，家家户户都充满了祥瑞味，因为一天赚100文钱，别说是熬煮鸡鸭的祥瑞，就是一天吃1桶祥瑞都没问题。而如今整个牛背村的村民都在议论之前那爆炸声，更在2名村民绘声绘色的形容下，我已经快成半仙了。一晃过去2天，看着已经制作出来的数十枚简易版大宝贝，我心中思索：晚清，明天跟我出去上土匪窝试试效果。叶晚清一脸微笑，跃跃欲试。你让我跟你去，不怕我拖你后腿啊？他十分想看看这10个自制大宝贝一起扔出去威力如何。放心，有这些家伙在，怕的应该是敌人，而不是我们。不久过后，天色已黑。回到房间内，我刚想伸个懒腰准备睡觉，忽然身后的房门被人关闭，转身一看，就见林吴越一脸娇羞地站在门口。我何时见过这种诱惑？下意识咽了下口水。你要干什么？相公，你说呢？那个，老婆，咱们有话好说。哼，咱们今晚有的是时间说话，不过现在你只属于我。此时领主府内，我还在熟睡，而林吴越扬起雪白的脖颈，认真地看着我，眼中充满了幸福。接着抬手用长发在我的脸上轻抚，林吴越痴痴一笑，我微微皱眉，猛然你的小手。相公昨晚睡得好吗？我无奈一笑，拥入怀中。吴越，你果然让我大开眼界。呸！林吴越清脆一声，你乱说什么呢？什么让你大开眼界啊？听后我一脸坏笑，你不记得了？那我帮你再回忆回忆。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快开门，快开门！这都几点，怎么还不起来？你们在里面做什么呢？自从叶晚清得知我今天要带她出去办事，这丫头昨晚一宿没睡好，此刻再见到我还不起床，顿时醋意大发。我当即一阵失望，径直打开房门，没好气地说道：“敲什么敲？你催魂呢？”叶晚清气恼地嘟着嘴，伸脖子看向屋内，却只看到被窗帘遮挡的床，赌气道：“对，我就是催魂。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起床？”我翻个白眼，昨晚熬到半夜，多睡一会儿怎么了？我看你是舍不得温柔乡吧？我却将脸凑近他，耳前戏谑道：“没错，我就是舍不得温柔乡，你羡慕啊？”叶晚清脸蛋瞬间涨红，心虚的连忙后退。你能不能有点正经？这时林吴越也走了出来，尴尬一笑：“我去准备早饭。”叶晚清立即将他拦住，阴阳怪气道：“姐姐果然是过来人，真是好手段，难怪相公起得这么晚。”林吴越内心一慌，红着脸离去。来到客厅后，吃着饭的乌娜一脸好奇地看着我，忽然问道：“相公，你待会儿要和叶晚清去哪儿呀？”“去黑吃黑，不过要先打听一下，这牛背山500里内还有多少劫匪？”“那相公能不能也带上我？”我瞥他一眼，摇头道：“你就留在家吧，牛背村不能没有防护，你留下我也放心。”牛背村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穷得叮当响，何况黑风寨都被灭了，肯定不会有人来捣乱。不管有没有你都要留下。对我来说，这些村民都是最宝贵的资源，还有我昨晚制成的黑火药也需要保护。这东西可是接下来计划的关键。那你要是在外面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有大宝贝防身，没人会是我对手。你就安心在家等着我的好消息吧。这时，叶晚清放下筷子，直接打断我们：“吃完了吧？吃完就忙正事吧，别整天情情爱爱的。”话落，他起身就走。乌娜当然能感觉到叶晚清其实是在和他生闷气，但乌娜还以为是针对他，气恼道：“喂，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和相公说话关你屁事！”我顿时头大如斗，放下筷子就追了出去。“你干嘛阴阳怪气？该不会是吃醋了吧？”我也不是木头人，自然能感受到这丫头的情绪。叶晚清猛然停下身，翻个白眼道：“谁阴阳怪气，谁吃醋？你以为你是谁？我只是想提醒你，
你要想风花雪月，那也要等将所有债务都还清。我戏谑一笑，走到他身前。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不过也对，你叶晚清曾是国务院的谋士，身份显赫，自然瞧不起我这被排挤出林家的庶子。你少妄自揣测我的心思。我问你，你刚才说要打听牛背山方圆500里的劫匪窝，你准备上哪儿打听？你忘了，我们之前俘虏20多个黑风寨劫匪，他们肯定了解牛背山方圆500里的情况。话落，我先行一步来到关押劫匪们的地窖处。这时，我走到囚笼前，一众俘虏立即凑上前，隔着囚笼纷纷下跪。林公子，我等真的诚心归附，还请您能给我们一次机会。没错，我等真心臣服。听着众人七嘴八舌的求饶，我满意点头，指向囚笼中一名长相还算斯文的青年问道：“你叫什么？”青年立即站起身，嗡声道：“小人郑有利，见过公子。”你对这牛背山方圆500里有多了解？还有哪些像黑风寨这样的势力？郑有利一愣，答复道：“我曾听熊爷提过一次，紧邻牛背村50里地就有个名叫黄金盟的势力。”接着我继续道：“郑有利，你去给我带一次路，安全回来后，你的这些同伴也都通通归你管理，记住，不要跟我耍花招。”郑有利听罢，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连忙说道：“我愿意为林公子带路。”之后，我带上叶晚清和郑有利策马离村，直奔黄金盟所在位置而去。牛背村村民得知我要去剿匪，都大吃一惊，不明白我为何要这么做。当然，村民们也都知道，我身上肯定带了不少之前那种能爆炸的大宝贝，有这东西保命倒也没问题。一路上，叶晚清十分安静，打量着四周的风景，显得轻松惬意。而郑有利却忧心忡忡，刚要询问，只见我一手持着马鞭，指向远处的山坳。这里就是你之前说的位置了。郑有利观察一番四周地形，点头道：“不错，黄金盟的老巢在金山坳中心的一线天，林公子好眼力。”行了，你少废话，速速带我去那一线天。郑有利明感觉到我变得严肃起来，也不敢多问，立即策马上前带路。我们现在是上山路，虽然这山体并不陡峭，但我身下的马匹却十分吃力。而叶晚清这时问道：“相公，你该不会是想要在这里引爆大宝贝？”我点头道：“不错，待会儿你留在这里等我的信号，听到第2声大宝贝响，便点燃引线。”好，相公，你确定这个计划能杀死所有劫匪？谁说我要杀光所有劫匪？说完，不等叶晚清继续询问，我翻身下马，将马背上的2个包裹取下。当来到一线天的位置，定睛一看，下方大概100米的位置，一群头戴黄金的壮汉正在大口喝酒吃肉，气氛十分火爆。所有劫匪根本就没发现头顶。我冷然一笑，直接将2个包裹放置在一线天两侧。我的目的当然不是杀光劫匪，而是劫掠他们的财富，再将其收编扩大自己的势力。做完这一切，我带着郑有利下山，叶晚清手里则拿着我留给他的火药，一脸苦笑。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参与剿匪。而就在我刚靠近一线天的入口处，一名手持长枪的黄金盟哨兵立即跳出来大喝道：“大胆！何人敢强闯我黄金盟？”我懒得和他废话，一招手郑有利便拔刀上前，3招2式就将其击杀。而我看都不看一眼，堂而皇之地走了进去，沿着山道向土匪窝深处走去。随着我往深处走，隐约能听到里面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还有女人哭泣声。其实我不讨厌劫匪，愿意落草为寇的，证明这个人有血性，也算个人物。但要是欺负女人，那就该死了。人可以坏，但不能没底线。终于走过这处狭窄山路，映入眼帘的就是数百名额头戴着黄金的壮汉，几名一看就是村妇的女人，衣衫不整，低声哭泣，彼此靠着对方，眼中尽是绝望。就在这时，我的脚不小心将空酒坛碰倒，一声不和谐的声音瞬间惊动所有人。他们可都是亡命徒，平日里过刀口舔血的人，就算喝得烂醉，基本的警觉性还是有的。这时，一名黄金大汉喝道：“你是谁？胆敢擅闯我黄金盟！”我冷笑道：“牛背村林宝宝。”果然，一众黄金盟劫匪在听说林宝宝这个名字后，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时，远处高位忽然传来一声大喝：“你就是之前灭掉黑风寨的林家新任领主！”我不由皱眉轻蔑道：“看来自己还挺出名，你就是黄金盟的首领六爷。”中年大汉点头道：“林公子，我黄金盟与牛背村并无仇怨，不知你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听此，我不由冷笑：“我若说是来打劫的，不知六爷信不信？”六爷顿时一愣，而四周黄金盟劫匪都仰头狂笑起来。六爷嗤笑道：“林公子怕是失心疯吧？我是打劫的，你小子想打劫的？”面对众人狂笑，我倒是无动于衷。但是郑有利被吓得不轻，色厉内荏道：“六爷，我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我家公子乃是凤阳王之子，你若敢乱来，
绝对让你黄金盟灭亡！藩王林家算个屁！老子山高皇帝远，莫说是林家一个小小领主，就是他凤阳王亲至，老子也不怕。接着，六爷扫向四周，大喝道：“哪位兄弟愿意出手，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林家小子杀了？”只见三人从人群中缓缓站起身。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愿意替众位兄弟拿下他。看着争吵不休的众人，郑有力黑着脸看向我，低声道：“林公子，咱们还是逃吧。”我冷笑道：“你先退下。”这时，人群中突然冲出一个手持板斧的莽汉，直奔我这边劈砍来。见此，我也不敢拖大，从怀里拿出事先早就准备好的竹筒，用火折子点燃，朝着人群扔了过去。接着，不等竹筒引燃，我大声吼道：“快跑！”几个呼吸后，只听见轰隆一声炸响，原本朝着我奔跑过来的莽汉瞬间飞了出去。四周黄金盟的劫匪却都被吓破了，连忙后退。再定睛一看，大汉浑身是血，胸口和脸已经被开了花，当场毙命。我接着转回身，再次走回刚才的位置，扫视一群劫匪，霸气道：“来呀，你们不是要杀我吗？谁敢冲上来我就杀谁。”但凡与我对视的劫匪都心虚的低头不语。这时，六爷阴着脸走上前质问道：“你刚才使用的那个竹筒是什么？”我勾了勾手指头：“你过来，我就告诉你。”你当我是傻子不成？随即又看向四周手下，大喝道：“弟兄们，谁能杀了他，老子就给谁10两银子！”众人顿时蠢蠢欲动。虽然六爷说的有道理，但是他们也都忌惮于我手中能爆炸的玩意儿。我后退一步，直接将火折子放在竹筒下面，对准众劫匪恼怒道：“信不信我这次开枪能将你们所有人全部杀死？你们敢赌，我就敢开枪。”众劫匪果然被吓住，大家面面相觑，愣是不敢上前。六爷咬着牙喝道：“林公子，我黄金盟真的无意与您作对，咱们有话可以好好说，或者你有什么条件大可提出来。”听此，我笑道：“好啊，其实我也不想与列位翻脸。第一，现在放这些无辜的妇人们离开。”说罢，我眼睛余光看向围成一团瑟瑟发抖女人们。随后，只见六爷一招手，几名妇人纷纷站起身，向着山外的方向跑去。第二，就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六爷拿出1000两白银，我现在就走。六爷听到你的话，眼角抖动的厉害，眼中充满杀机。1000两没有，若是100两，我倒是可以考虑。我嗤笑道：“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你以为我不知道？我将黑风寨消灭后，你就带人抄了熊爷的老巢。”六爷浑身一颤，没想到自己做的这么隐蔽，都能被发现。此时我见无辜的妇人们已经离开，便懒得和他继续废话，直接将竹筒靠近火线，威胁道：“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是交钱保命，还是一心求死？”六爷怒骂道：“欺人太甚！你真当老子是被吓大的？”我没等他话说完，就果断用火折子点燃手中竹筒，然后奋力跟进。随着一声巨响，一线天上的叶晚清也将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立即将火折子拉开，学着我之前的方式将引线点燃后，吓得他撒腿就跑，直奔山下而去。引线燃烧的声音不算大，但在这一线天下却十分刺耳。一群劫匪都不安地四处寻找声音来源。此时，我和郑有力已经跑到洞口的位置，并不会受到影响。这时，六爷问道：“你在搞什么鬼？”我不由幸灾乐祸道：“本来我不打算使用这一招，但既然你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林宝宝狠辣。”六爷惊恐至极，尤其是看到我这副表情，心里更加没底。众劫匪也彻底慌了，就像是没头苍蝇到处乱逃，但出口已经被我把守，他们就像瓮中捉鳖，只能等死。这次爆炸声更加恐怖，整个一线天都剧烈震荡，宛若山崩地裂，众人彻底被吓破了胆。天空不断坠下大块的岩石，不到200人的劫匪转眼间就被砸死了一大片，就连六爷都被石块砸中，双腿倒在血泊中不起，他眼中满是绝望，开始后悔刚刚没有乖乖交钱。这时叶晚清终于赶来，看着如此可怕的破坏力，惊喜道：“相公，这2个包裹爆炸居然这么厉害！”我转身轻轻弹了一下他的额头，宠溺道：“不错，跑得还挺快。”叶晚清顿时羞红脸，可爱的用双手捂住额头：“你少瞧不起人！”我没搭理他，径直来到六爷身边，看了眼压在他双腿上的巨石，讥笑道：“小娘子，腿长大一点，没人娶你当老婆，你就只能当军妓了。”按我林家祖训，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需要选妻封地，为我林家开枝散叶。如第一季所见，我不仅一下娶了3个老婆，背着数万两，还主动选了一个寸草不生的破地当做封地。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疯了，而我作为穿越者，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土著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用这竹筒刚刚好。吴越，你真是太聪明了。相公，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这边角料内部很窄，大概只能容纳1-2斤的黑色粉末，但只要能做到相对封闭，减少里面的空气，一旦引燃，便会爆发出不足的威力。就算不如炸药包的得量，也绝对能造成5米内的有效杀伤。相公，这个东西威力有多大啊？现在还不知道，不过一旦爆炸，至少3米内的人都会被炸成重伤，甚至死亡。今天怎么起来这么早？怎么，我起得早你不愿意？那我再回去睡个回笼觉。站住！既然醒来就快点收拾一下，今天不是要进城吗？我早就收拾完了，我们走吧。不吃早饭吗？我现在还饿肚子呢。别一天天就知道吃，等进城了想吃什么没有？看到这些商铺，我脑中冒出一堆商机。我可是穿越者，要是将前世那些用的做出来，肯定能帮帮他。喂，你想什么呢？看完了，那咱们先找地方吃饭吧。什么？看完了？我问你，这个香囊怎么样？卖多钱？5文钱。这里面不过是放了几种不同香味的花而已，5文钱买它，还不如去野外采一些野花。你懂什么？哪个女孩子不喜欢这些香喷喷的小东西？喂，你给我站住！咱们好不容易进一次城，你就不想送我一点什么吗？这个呆子，昨晚都和林无月睡在一起了，肯定关系更加一步。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这香囊有什么好？等我回去送你一种比这香囊还要香千百倍的东西。哼，你不想给我买就直说。一个香囊才5文钱，你真的太抠门了。我告诉你，你既然答应送我，就一定要做到，不然我跟你没完。大小姐，咱们今天是来办正事的，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别再胡思乱想了。哼，你昨天陪那狐狸精1天你都能陪，怎么到我这就这不行那不行？我也是你老婆，你不能厚此薄彼。好好好，这位公子里边请。给我找个安静一点的位置。没问题，请跟我来。这女人长得可真带劲儿啊，白瞎了这小子。看吧，就你这呆子，傻乎乎的，你还好意思说我？谁刚才说要来办正事的？你怎么还又吃又喝的？你搞错一件事儿，我这可不是随便吃喝，我是特意来考察的。虽说不擅长做菜，但要是准备齐全，也可以做出几道前世的菜。如果时机成熟，将来也可以开酒楼赚钱。毕竟无论是任何时期，衣食住行都是必备的。只要能做大擦枪，赚钱都在后面。而且我将来肯定会涉足军火生意。如果一切若能按照自己规划出的蓝思路进行，大端神朝必定会有我一席地。14弟，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上你。原来是八哥呀！此人正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林轩。这小子之前选的封地是桃源镇，距离我所在牛背村仅有600多里地。 14弟还真是性情中人，当初为了美人选了牛背山那么个破地，还真是让我等兄弟们佩服。是啊，若不是小弟最先选了牛背村，或许八哥也过不上现在这等悠闲日子。我知道14弟日子过得苦，八哥这10两银子送你，将这蛮族女人让给哥哥如何？区区一个女人，想必14弟也不会在乎吧？无能，不得对八哥无礼。果然是一匹小野马。 本公子就喜欢征服这样的女人。我杀了你！几位客官慢用。林轩，八哥，你该说的也说完了，没什么事儿可以走了，别影响我用餐。你。 好，既然14弟不愿意，那当哥哥的也不能强人所难，慢慢吃吧，反正也吃不上几顿了。别人都这样了啊，你居然还吃得下去？你之前剿匪时的胆魄呢？怎么一遇到林家人就怂了？你觉得这种人对咱们有多大的威胁？哼，就凭你腰上的火气，这林仙完全没威胁。看来盘达天神的孩子都是不懂得用脑的莽夫。你说谁是莽夫？冤枉你了。 你可知虞城有命令规定，不准任何人在城内动手，就算是林家子弟，敢动手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死。这我确实不知道。好了，我答应你，他林轩刚刚带给你的所有羞辱，我一定替你找回来，而且我还要让他明白，招惹我林云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相公，你该不会要打桃源镇的主意吧？你觉得呢？
那好吧，算我刚刚误会你了。主子，您怎么了？阿三，带几个好手在城外盯着，要是遇到一个男人和蛮族女人，就将那蛮族女人带回来。是。切记，蛮族女人非常厉害，一定先用10香软筋散对付她。14弟，尽情得意吧。既然你敬酒不支持罚酒，就别怪八哥心狠手辣了。老师傅，您可还记得我？原来是你这丫头，我当然记得。你上次可是在我这儿买了一大批捕兽夹，怎么样？这次又要买什么？我想要一批装备，银盔、银甲、长枪，还有佩刀。小姑娘，你疯了吗？私自锻造这些装备可是杀头的死罪。您老就说要多钱吧，要是合适我就在你这儿买。外面人多嘴杂，咱们进来谈吧。相公，快进来。这点小事还用我出面吗？废话，你不出面，难道还要我一介女便出面？看公子眼生得很，不知是哪家的公子？林家。林家？该不会是……没错，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价格了吧？哦，好。不知林公子需要多少套装备？最终价格要根据数量来决定。那请问，这制造装备用的铁现在多少钱一斤？这个市面上的生铁砂1吨是100两银子，这都是最基本的情况。公子难道不知道？这个世界的人并不认识铁矿，在铁石岭有个巨大的坑，里面可以直接得到细小的铁砂，经过高温煅烧便可得到铁水，之后再粗线加工后的生铁。铁砂可以直接煅烧后使用，制造各种铁制品工具。而自己牛背山可遍地是赤铁矿，虽然品质一定强于铁砂，但对冶炼工艺要求极高，这无形中就会增加前期的投入成本。在没有巨大的优势前提下，火把根本竞争不过普通的铁砂。看来我只能在锻造工艺上下功夫了。他必须精准定位才行，到底是靠卖铁赚钱，还是靠制造兵器军火赚钱？他整天和铁打交道，自然听出凌云所说的锻造工艺是什么意思。公子想什么呢？不好意思，刚刚走神了。很好，我现在要制造100份装备，你算下需要多少银子？这可是大买卖，要是能吃下，他可以大赚一笔。看在这位夫人是老主顾，公子又是林家人的份上，小老就按照市场价的8折计算吧。一套装备均价是1两半的银子，公子就给我150两银子好了。这样吧，我给你200两，剩下50两先预留在你这儿。我会带来一份图纸，请您老帮我打造一些零件。他刚刚灵机一动，不如趁机制造一支纯铁的手枪。竹筒枪虽然简单，寿命不长，而且还有危险，很容易炸膛伤到自己。凌云也想制造一支精良耐用的手枪防身。没想到这林家公子这般豪气，没问题。这银子放在小老手里，林公子大可放心。自己这相公肯定又有新的想法了。这次要是能获得这批装备，牛背村的实力绝对会更上一层楼。这100套装备要多久才能完成？如果加紧赶工，大概需要1周时间。1周也好，那我就下周来取。您老抓紧时间。相公，现在天色还早，要不咱们再逛逛，吃了晚饭再回去。你还真是个馋猫，吃了晚饭出城天都黑了，你就不怕遇到危险？哼，劫匪遇到咱们才算他们倒霉，你怕什么？大不了我保护你。今天就算了，等下周来取装备，一定让你玩个够。不行，今晚这顿饭我吃定了。大夫人的饭我都吃够了。相公，我求求你，你就满足人家一次吧。不行就是不行，你以为咱们现在很安全吗？你还吃得下去？发生什么事了？刚才在酒楼，我直接扫了八哥的面子。按照他睚眦必报的性格，肯定会在城外埋伏我。虽然我们不怕，但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天黑后更不容易防范。该死的混蛋，敢坏我好事，我一定饶不了他。相公，你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发明的黑火药吗？怎么发明？我当初在林家吃了不少苦。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遇到个老神仙，他教会我很多。这黑火药正是在梦中学会的。什么老神仙？你骗谁呢？不想说就别说。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吗？你都相信盘达天神在，我大端神朝怎么就不能有神仙庇佑？你要是不懂就别乱说。盘达天神是我们蛮族人放在心中的信仰。哦，这只是一种寄托。原来如此，那是我误会了。相公，有危险！不用乱看，既然他们埋伏好了，就等着出现吧。相公，对方可能派了不少人，你也做好准备。
林云，这里就是你葬身之地。在他们看来，只要解决了乌娜，就能轻松杀死林云。你们这些卑鄙无耻徒，居然用这下三滥的手段！先将他带回去，莫要让主子着急。是。慢着，林云，你一个小小的林家庶子，还想英雄救美吗？这就是你得罪我家主子的下场。八哥说没说如何处置我？相公，何必跟他们废话，直接杀了这些混蛋！本来我是懒得多说的，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告诉你好了。主子虽与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却并无兄弟之谊。这次派我等前来，就是要你命的。好，既然如此，那我也就没什么顾虑了。动手！八哥，你以为我凌云真是好惹的？咱们从小一起长大，谁不了解谁？你手里的是什么暗器？居然有如此大的杀伤力！暗器，也对，你可以这样理解。来啊，你们不是要杀我吗？现在可以动手了。你们一起上，不要给他机会。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一次性将所有人都杀了。这样吧，你们将乌娜交出来，我就饶你们不死。怎么样？趁我还没改变主意，一切还来得及。十四爷果然不简单，居然拥有这么厉害的暗器，小的们佩服，就先告辞了。相公，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们，让他们回去？一定会泄露你这火器的秘密。谁说我要放他们回去？我只是想到一个更好的主意。这是什么？看好了，你马上就知道了。石榴硫散。看来还需要改良才行。按理说，就算手榴弹威力不如手雷，可杀伤力依旧强悍。刚刚自己可是直接扔在这些黑衣人脚下，理应将他们全都炸死。这要是放在战场上，如果不能有效的在第一时间杀敌，那后果不堪设想。十四爷，我求求你，就饶了我吧，我真的不想死。我不杀你倒是容易，可付出的代价却让我受不了。现在我还不想泄露太多秘密，所以你必须死。我发誓，我一定保守秘密，绝对不会多说一个字。虽然不知道你的身份，但只有死人才会让我放心。我知道八爷的一个大秘密，只要十四爷不杀我，我就告诉你。你先说说看，要是真的有价值，我自会给你一次机会。不行，你刚刚还说放我等离开，却背后偷袭，我信不过十四爷。那好吧，既然不信，那就别说了，反正我也懒得听。八爷，他在桃源镇外的碾子山发现了一个铜矿，正在与府尹大人商议联手开采。在这个世界，铜矿虽然不如银矿和金库价值高，更不是硬铜矿，但好歹也是凿壁的重要材料，更是严格受大端神朝掌控的。要是自己能染指，哪怕只沾一点皮毛，那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而且如果未来想要崭露头角，就必须要与当地的官员勾结。十四爷，这个消息还满意吗？消息倒是可以，但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要是故意诓骗我，又当如何？小人可以亲自带十四爷去那铜矿，那现在都是小人的手下镇守。你该不会是想当做投名状吧？只是在十四爷这儿看到了未来，只要十四爷愿意留我一命，小人一定鞠躬尽瘁，小心有诈。恭喜你，捡回一条命。主子，他们似乎是被某种暗器杀死，此地还有一股浓烈的臭味，该不会是有人施展妖术吧？主子饶命！妖术？我看你是活腻了。这些黑衣人死得太过诡异，弟弟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手段，让他为之大喊14天。看来林家人全都小瞧你了。林兄，这件事透着蹊跷，你还是不要冲动行事。等回去让我爹派人去牛背村调查一下，便知结果。多谢邱公子的好意。我这14弟不过是个小人物，又岂敢让府尹大人操心？交给在下就好。
相公，多谢你这次救我。要是落入那林轩手中，我一定会生不如死。别说丧气话，你是我凌云的老婆，除了我，这个世界没人能欺负你。小丫头，想什么呢？奴家也想像吴月姐一样，做相公的女人。本来我是暂时不想惹麻烦的，但麻烦主动找上门了，还真是让人头疼啊。相公在担忧什么？这次然将这伙黑衣人解决，可以暴露了咱们的实力。八哥一定会派人来报复，甚至会派人来牛背村监视我们。那怎么办？要不等明天我直接杀进桃源镇？讲什么呢？你以为桃源镇和牛背村一样？小镇内可是有官府的人，而且八哥在那儿一定养了一批打手，你去我更不放心。那总不能坐以待毙吧？与其让麻烦上门，倒不如主动出击，最起码也能让对方明白，相公也不是好惹的。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十四爷，与其对桃源镇下手，还不如去结交府尹大人。凭十四爷手里的家伙，一定能说动府尹大人。只要十四爷肯送钱财，他是林家连第3代的子孙，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到时候只要十四爷展露一些手段，邱大人一定会心动的。真没看出来，你居然还有这种头脑，难怪八哥会重用你。十四爷谬赞了。你叫什么名字？无名无姓，十四爷叫我阿三就好。好，但看咱这次将你分伤的不轻，我就算你一份功劳。多谢十四爷。相公，你真打算府诗人对我接下来的计划助力不大，绝不错。总算是退烧了。十四爷，多谢了。你就不必谢我了，你变成这样也是我害的，但做错事总要付出代价。只要你以后好好为我做事，我是一定不会亏待你的。你现在感觉怎样？已经好多了，只是感觉浑身没劲儿。你的身体素质很好，所以恢复的也快。你仔细说说，那秋光日平时有什么爱好？林公子，草药已经配好了。您老辛苦了。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能为林公子效力，那也是小老的荣幸。您老确定这草药可以疗伤？错不了的，林公子尽管放心。村里人之前下湖捕鱼，也经常有人受伤，断手断脚是常有的事儿，都是用这草药治愈的。林公子，这位是？他曾是我八哥的旧部，不过现在已经归顺于我了。你们以后要将他当做自己人。林公子，我想起来了，邱大人每个月初1和15都会去虞城南郊狩猎，届时但凡是受虞城管事的镇县官员都会参与陪同狩猎。好，这个办法好。您老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14啊。这么说，明天于天府就会组织下属官员狩猎。林公子，就让卑职随同您一起去吧。好，你待会儿去地窖再领10几克弹药。下个月我可要考验他们，要是还和现在一样松散，别怪我惩罚你。卑职遵命。十四爷，您是不是组建私军了？正是。啊，十四爷是疯了吗？您是林家子嗣，不会不知道这私自组建私军是掉脑袋的大罪。我当然知道。怎么，你怕了？小人是有些怕，不管十四爷与八爷如何争斗，林家都不会插手。但要是组建私军，可就犯下大忌了。那又如何？而凌云，我也实话告诉你，我手里的家伙是专门打仗用的。你若害怕，我可以放你离开，绝不连累于你。小人已投靠十四爷，生是十四爷的人，死是十四爷的鬼。好，本公子就相信你。好好养伤吧，以后你的1日3餐都有人照看，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便是。公子，老朽怎么觉得这阿三有些不靠谱？放心，我会找个人盯住他，有任何情况就让他直接汇报给3夫人。我明白了。乌娜因为昨晚中了10箱软筋散，导致他现在还浑身酸软，根本使不上劲，想要恢复至少还要12个时辰。昨晚就看你俩局里只亲密，这大白天的就来找这母老虎，相公还是多干点正事儿吧，别将心思都用在女人身上。你胡说什么？胡说什么？乌娜昨晚中了毒，我自然要来关心一下。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你就不想趁着母老虎虚弱的时候做点坏事？要不我先对你做点坏事？我作为你们的男人，自然也要雨露均沾。你要干嘛？狐狸精，相公是来找我的，关你屁事！你这母老虎也有虚弱的时候，还别说，你现在这副样子倒是有些女人味儿了，难怪迷得相公神魂颠倒。
行了，婉清，你别说了。是啊，我这叫天生丽质，什么都不做都能吸引相公，不像你，一肚子坏心眼儿，相公娶了你才是倒霉。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胡闹！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还不给婉清道歉？奴家多谢相公挂念，你还是去陪着狐狸精吧。可恶的女人，我一定让你好看。相公，你带我来这地方干什么？你对于听府有多少了解？于听府，但因为大端神朝的藩王割据地方，导致这些本应朝廷的官员都成了藩王剥削老百姓的爪牙。这于庭符文也只是凤阳王手下的小喽啰，难登大雅之堂。那你可认识秋光日？他当初开朝会的时候，曾听凤阳王提过一次。这家伙就是个混蛋，贪财好色，又贪生怕死。他简直就是我们要争取的最佳人选。争取他？相公打算染指于城，这秋光日可是贪官，相公府上点银子不够他塞大牙缝的。我知道，所以我打算田嫂家大棒招呼着。至于最后谁给山送银子，还不一定。这确实是天赐良机，要是借助黑火药能拉拢到这老家伙，咱们的确有机会吞掉桃源镇。那里可比牛背山富庶多了。好，明天就是15，你随我去见那秋光日。要是他不听话，还请夫人能替我好好敲打他。相公放心，要是他秋光日敢玩弄权术，我一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先回去休息吧。你就不想单独和我待一会儿吗？干嘛要撵我走？那个，你愿意待就待吧，我还要看会儿书。这种书不看也罢。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我保证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还是免了吧，没听过一句话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听过，是什么意思啊？算了，你还是回去休息吧，让我清静一会儿。看来婉清的顾虑是正确的，藩王真的极大的削弱了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因为大端神朝36个藩王割据一方，将整个国家的力量也分割成36份，这极大的影响了朝廷整体实力。组织设立藩王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奖励封侯，让藩王世代守护在边疆要塞，以保护朝廷皇室的安全。但这一次已经完全变了味儿。这些藩王打着守护边疆的名义，不但向朝廷讨要大笔军饷，还压榨封地内的农民。三夫人怎么来了？我还想等会儿去找你呢。相公，我听说你明天要带那狐狸精去虞城，你为什么不带上我？傻丫头，你现在都虚弱成什么样子？我中了10香软金散，再过12个时辰就能彻底恢复。再过12个时辰，那就是明天的这个时候，肯定来不及啊！我们明天天一亮就出发。哼，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什么办法？你确定要这么做？奴家认定你了，还要给你生一堆孩子。你忘了当初咱们立下的约定，1年后还你自由。约定作废了，你若敢休了我，我就……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约定就作废吧。不过你明天不要参与了，我凌云可不做趁人之危的事。你怎么不躲啊？我为什么要躲？让自己女人发泄一下，怎么了？哼，这还差不多。行了，我带你回房休息。之前答应给吴娜制造一种比香囊还香的东西，其实就是制造香水。这个世界的人都还用香囊这种原始的方法做香薰，无论是驱虫还是遮盖气味，效果都并不明显。制造香水的工艺不算复杂，不像制造黑火药那么难和危险，但制造香水却需要足够的耐心，还有适合的提取物，比如花香或者果香。啊，真是心旷神怡，提神醒脑啊！相公，你怎么躲到这里了？
这是什么？没什么，只是一个小发明而已。小发明，给我瞧瞧。好香啊！这上面的油脂是什么做的？怎么这么香？我要做一种名叫香水的东西，效果要比香囊强100倍，也是我之前和乌娜去鱼城时获得的灵感。香水，光听名字就知道是好东西。你该不会是要送给我的吧？其实是我答应送给乌娜的，她家乡远在南蛮，送她一份小礼物，聊表心意。哼，那你为何不送我？我也是跟你大老远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难道就不辛苦吗？等下次再送给你，我这次也算是一次尝试，要是能成功，以后肯定会批量制造很多这样的香水。不行，他乌娜有的东西我也必须有。你作为我们的相公，不能厚此薄彼。行，我绝不厚此薄彼。这香水我做成3份，分给你们3人，这总行吧？哼，这还差不多。相公，需要我帮忙吗？你去帮我拿一壶酒来。干嘛？天没黑呢，你喝什么酒？况且喝酒对身体也不好。谁说我要喝酒？我需要用酒做香水的原料。快点去，别磨叽。那相公，你到底行不行啊？这么好的酒真是白瞎了。我行不行？你试试就知道了。呸！坏人，你脑子里怎么总想这些事儿？没错，我就是龌龊。野蛮。这个世界其他行业都不算发达，唯独酿造工艺强大。这酒确实是好酒。只需要沉淀1晚上，酒味就会彻底被花香所取代。你老怎么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林公子别着急，就是制造消尸粉的原料不够了，今天才完成了不到2斤的消尸粉。是便便不够了？唉，从没想过我牛背村会被便便难住。林公子，您聪明过人，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实在不行，老朽就派人去邻村收便便吧。目前我也没有好办法，不然也不会用这么恶心的办法获取消修粉。这样吧，就按照您老说的，明天开始派人去邻村收便便吧，可以多带点人，经费就向大夫人要。那行，就这么办，老朽就先告辞了。等一下啊，还有什么事啊？先跟我说说郑有离的情况。他挺正常的，最近一直带着那些俘虏做训练。那阿三呢？他情况如何？他的情况似乎不太好，听婢女说他一整天在房间念念叨叨，似乎是因为断腿的缘故，情绪不太对劲儿。我知道了，您老要不留下吃晚饭吧？算了，林公子还是陪3位夫人吧。看来老村长始终和我保持着距离啊。好香啊！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相公，等回房间的，别让婉清和乌娜看到。怕什么？你是大夫人，他俩也都要伺候着。已经看到了，吴月姐，你可别被相公的甜言蜜语骗了。他今天忙碌一天，制造一种比香囊还香的东西，叫什么来着？哦，对，枪水。他是专门给乌娜那母老虎准备的，看到了吧？相公他特别偏心。你胡说什么？我不是说到时候给你们3人每人1份吗？那还不是我训了你一顿，你才改邪归正的。相公，那母老虎就会勾人心，我劝你还是小心点好，免得哪天被挖了心肝都不知道。那个乌娜，你感觉怎么样？乌娜，我刚才是开玩笑的，你别当真啊。叶婉清，我警告你，韩达天神的子民虽能屈能伸，可也有仇必报。要是再让我听到你背后议论面子，就别怪我不给，真的只是开玩笑的。乌娜，我也送你一句话，天狂必有雨，先找我麻烦，处处我作对，我也不会和你一般见识。好，那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都说完了。对，你们都有脾气，而且一个比一个大，但都别忘了，你们现在都是戴罪之身。从住进这宅子的一天起，我就说过，团结一致才能彻底改变命运。而你俩呢，一个明争暗斗，一个勾心斗角，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大打出手了？相公，先吃饭吧。都坐下吃饭。我警告你俩，要是再明争暗斗，就都给我滚蛋！我凌云绝不甘心命运，但要是谁成为我的绊脚石，我也绝不姑息。相公，之前都是我不好，是我骄横跋扈惯了，我以后一定改。乌娜，对不起，之前是我一直对你抱有敌意，
以后我们好好相处，不要再让相公生气了。道歉的应该是我，最开始是我先惹事的。这就对了，咱们是一家人，都是相公的女人，理应团结一致。快吃饭吧，待会儿菜都凉了。既然都说开了，那就彻底翻过去。你们3个对我都非常重要。吴越作为大夫人，勤俭持家，忙前忙后很辛苦，而你们2个，我希望你们能我施我一臂之力，彻底改变咱们现在的局面。14爷，您来了，你就不必多礼了。感觉今天怎么样？还行，挺好的。就是什么？小人以后成了瘸子，怕是帮不上14爷什么忙了。断腿确实无法恢复了，但我不会让你成为废人。我接下来要对抗8个，还需要你的帮助。可是我现在这样子，我说过不会让你成为废人，更不会让你常年卧床。等你伤势再恢复一下，我就给你制造一个轮椅。那是什么？就是让你坐在上面就可以正常活动的工具。14爷，您说的都是真的？我骗你干嘛？放心，只要你忠心于我，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多谢14爷。这些正好交给老村长，让他吩咐下去，让村民完成。村民们虽然没读过书，但动手能力极强，而制造这些简单的零部件也不算复杂，只需要有够的耐心即可。香水终于完成了。相公，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送你的，这下总该满意了吧？好香啊！这就是香水吗？不错，我太喜欢了。怎么样？这香味是不是比香囊强100倍？你看什么？我脸上很脏吗？相公，这玩意要是能大量制作，那咱们可就发财了，绝对能风靡整个大段神朝。知我者，二夫人也。那我们干脆在余城开一个香水店吧，绝对能让余城内的女人们疯狂。我确实打算将这香水用来卖钱，但我只做有钱人的生意。换句话说，接下来的销售只做高端，不做平民。为什么？大端神朝确实有很多有钱的士绅名流，但要想赚大钱，还是要薄礼销啊。非也，赚钱固然重要，但对你夫君我而言，赚钱的机会我要将这香水当做敲到大段神大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你这么聪明，明白其中的道理吧？相公，你实在是太精明了。与你相比，我这点能耐真的不算什么。哟，没看出来啊，二夫人也开始学会谦虚了。本来就是用这香水作为攀附士绅名流的武器，一定能成功，绝那些千金大小姐还有贵夫人。行了，我们现在就出发。好。哎，这都卯13刻了，府尹大人怎么还没来？嘘，小点声，要是被大人听到，小心你的脑袋。列位同僚，稍安勿躁，大人日理万机，还要每月组织2次狩猎，也是为了让大家凑到一起培养感情，可别浪费了大人的良苦用心。你是谁啊？胆敢混到这里？我乃林家新派来的桃源镇领主，我叫林轩，还望诸位同僚多多指教。林家人，好大的官威呀！你不过是林家被抛弃的庶子而已，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参见府尹大人。林轩是吧？你现在在哪儿当值？下官受藩王之令，在桃源镇当值，还请大人指教。桃源镇确实有空缺，不过本官与你林家大长老相交多年，看在他的情面，你就在我府上兼职做个押师，你意如何？林轩，你还不快谢恩？多谢府尹大人提拔，小人一定尽心尽力。好，时辰差不多了，出发。相公，我们待会儿要如何靠近这府尹？你枪法最近练得如何？自从得了林公子的认可，卑职每天都练习射击，可以做到10米内有效杀伤。好，待会儿给我盯住了，府尹大人瞄着哪只猎物就打哪只。公子，这不妥吧？万一惹恼了府尹大人，咱们岂不是要吃官司啊？是啊，这邱光日就是个贪官，就会先行一动我们，咱们再根基未稳。你放心大胆的射击，我保证府尹大人不但不会怪责，反而会请我们做座上宾。刚才那爆炸是什么？谁将花豹杀了？啊，公子，这么大的一只花豹，要是带进城，一定能卖个好价钱。你小子的枪法果然进步很大，20米开外都能一枪毙命。嘿嘿，大胆！尔等狂徒，敢抢府尹大人的猎物，该当何罪？草民不知大人在此狩猎，惊扰了大人，还望恕罪。来人，给我将这3人拉下去砍了！混账东西，有本官在，
何时轮到你来胡乱指挥？是府尹大人教训的是。你们起来说话。你是何人？为何会来此地狩猎？草民乃是牛背村新任领主，之前听说此地有野兽出没，所以前来狩猎，并不知大人在此，还望恕罪。牛背村新任领主，你也是林家人？大人，这位是小人同父异母的弟弟，名叫林云。今天就先到此为止。林云是吧？你也随本官回府吧。大人，草民真的不是有意惊扰。你放心，本官并不是乱杀无辜的酷吏，那只是看在你是林家人的面上，想和你聊聊。草民遵命。好，走。是。这会是巧合吗？天下哪有这种巧合？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好你个林云！既来之则安之，你俩慌什么？公子，咱们这次是不是玩的有些大了？这可是预定符案啊！要是他真动了杀心，绝对逃不出去。怎么，我就这么让你俩不放心？好久没喝过茶了，这茶还真是不错啊。大人，不知您召见草民有何贵干？你都敢闯进本官的狩猎场，还不知本官为何召见你？草民真的不知道。好，林云，你果然有胆色。我刚刚派人查了一下你在牛背村的表现，居然将黑风寨和黄金盟都剿灭了，真是不简单。原来他早已调查过我。府尹大人果然神通广大，小人这点心思让大人见笑了。好了，现在你总该说说，那花豹是如何被你杀死的了吧？有令。你刚才用的就是这玩意儿，这明明就是一个破竹筒，烧得发黑，看不出任何的。没错，大人有所不知，这玩意儿只是一个发射装置，想要像轰杀花豹一样的威力，还需要一种我特制出的黑火药。大人可还满意？这小巧一枚弹药，这要是用于战场，岂不是杀伤力更大？不错，这威力确实不俗，但造价也十分不菲。若要用于打仗，就算是大端神朝也难以支撑。林云，你费尽心机的靠近本官，到底所为何事？我知道这点银子难入您的法眼，但俗话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所以大人若愿意交下我这个朋友，就还请您笑纳。你算什么东西，还想与我爹交朋友？现在够资格了吗？我可警告你，别乱来！看来林家人这次是看走眼了，居然将林公子这种人才抛弃了，还真是有眼无珠。我也这么觉得。那不知邱大人的意思是？哈哈哈，林公子有勇有谋，又胆识过人，手里还掌控这么厉害的暗器，本官除了佩服，也只有更佩服了。父亲，承蒙邱大人不弃，这支竹筒枪就当做是献给大人的见面礼了。明日会派人送来一些弹药，以表敬意。爹，这凌云太嚣张了，您怎么就放他走了？时儿，不放他走，你还想做什么？将他押入大牢，再派人歼灭牛背村，以绝后患。哼，你懂个屁！你以为这凌云好对付？要是他刚才直接用这玩意儿将咱们爷俩都杀了，你冤不冤？这小子不简单呐！那现在趁他们还没出城，直接抓了，岂不是一劳永逸？不行，这小子对我还有用，手里有这么厉害的家伙，正好为我所用，将困扰虞城附近的劫匪消灭。相公，你可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刚刚要是那秋光日恼了，咱们可就都交代了。这就叫兵不厌诈。对待秋光日这种贪官污吏，该服软的时候要服软，但该强硬也绝不能含糊，不然站在他的位置，会觉得咱们在巴结他，反倒会让我们陷入不利的境地。公子，你为何将竹筒枪送那老东西？咱们现在还不确定他能否说话算话。这做事和做人一样，总要先付出，再有回报。何况没有黑火药，竹筒枪也只是摆设，完全毫无意义。送出去，既能展现出我们的诚意，更能让他忌惮我们，何乐而不为呢？相公，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如何促进与府尹大人的关系？什么都不干，该吃吃，该喝喝，等着就行了。林兄，你还有心情喝花酒，就一点都不担心？有邱兄和邱大人撑着，难道还能让我露宿街头不成？都给我滚出去！邱公子别生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那好弟弟今天在府衙可是威风八面，先是拿枪指着我，又拿出5万两白银要我爹放我。这怎么可能？我这14弟居然能说出这些话？这就是你之前说的没有危险，
那竹筒枪真有那么厉害？你今天不是也见识了吗？一枪轰杀一只花豹，要是那一枪打在你的身上，你觉得是生还是死？邱公子就说怎么办吧。怎么办？还要我告诉你吗？不用。好，那我现在就去办。凌云，我倒要看看你能活多久。做得干净点，另外多带点人。这凌云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我明白。凌云，要是让你长命百岁，这余城还有我邱毅立足之地吗？把所有兄弟都召集起来。都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林轩自问对得起你们所有人，但今天本公子遭受了成为桃源镇领主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主人莫要多说，我等接受您恩惠多年，早就想报答主人，只需要您一声令下，就算是造反，我等也誓死追随，誓死追随，誓死追随。好，你们应该也知道，前不久阿三带了一些人外出执行任务，却劝公子通过邱毅已经调查清楚，正是我那14弟干的好事。他现在是牛背村的领主，你们今晚连夜出击，给我将牛背村杀绝。要是完不成任务，会是什么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给我走！郑先生，公子这么晚召集我们到地窖，所为何事？不知道，不过应该是和余城那边有关系。都来了。林公子，是有什么事要宣布吗？你知道我叫你们来干嘛吗？难道是要继续剿匪？该不会是和余城有关系吧？已经沾边了。好了，实话告诉你们吧，从今晚开始，夜间负责巡逻的将士正式配竹筒枪。这少说也有10几只。林公子，这是不是玩得太大了？这么多的火器，你要和余城翻脸吗？老朽可是亲眼见证过竹筒枪厉害的。这段时间整个牛背村都在加班加点制造黑火药，要是您真的要搞事儿，那恐怕真的能威胁到余城啊！你们把心放进肚子里，如果我真要对余城出手，一定会先通知大家。这夜间巡逻配枪，也是防小人不防君子。我作为牛背村的领导者，绝对不能让大家跟着我冒险，保障村子的安全也是最基本的。林公子，那要是将士巡逻时真的遇到敌人靠近呢？杀人还用我教你们吗？永远记住一点，不是拘留扣，但凡有利陌生人靠近，可以不必请示，直接击毙。是。有利，你训练的还不错，有点军人的作风了。都分发下去，然后每人配发10颗弹药。我不要求命挑命，但就算流血，也要让敌人失血过多而死。明白吗？林公子，这白天的时候，我已经安排村民去其他邻村收便便，确实收到不少，但也架不住村民们这么疯狂的生产。大家活干得熟练了，效率也高了。要是再继续下去，恐怕到时候邻村便便也不够用了。那就培养几个负责检验质量的村民，让他们监督检验，发现品质不合格的就挑出来。我要的不是速度，而是质。如果质量不过关，可以克扣他们工钱。林公子，这不妥吧？这样或许会打消大家积极性。无妨，让村民们每天至少保障100文钱的收入。如果还想多赚钱，那就要提升品质，就劳烦您老多费嘴皮子了。吴月姐，相公制作的这个香水真是太好了。是啊，相公还真是多才多艺。这香水是怎么做出来的？居然这么香！我知道，那天相公制作香水的时候我也在场，就是用汆那些曼陀罗花制成的，还有白酒。真没想到白酒居然还能制成香水。3位夫人聊什么呢？这么开心？相公，这香水还能制出别的味道吗？怎么不喜欢曼陀罗的味道？不是，我这可是替吴月姐问的。吴月姐喜欢茉莉花香。你嘴怎么这么快？那怎么了？相公最宠吴月姐了，只要你想要，相公一定会满足的。我和婉清姐也好沾光。什么味道的香水都可以制作，但前提是要有原材料。明明是你这丫头贪心，还赖在吴越身上，看我一副怎么教训你！什么情况？相公，村外好像有人入侵。该来的还是来了。林公子，发生什么事了？应该是有人入侵，大家都回家休息吧，不必担心。现在的牛背村早已今非昔比，有司军守卫，出不了什么问题。林公子，对方来人是一群黑衣人。哼，八哥还真不禁念叨。黑衣人是那天袭击我们的家伙。是那林轩派来的。哼，他们来得好，这次我一定要报仇。回来！这丫头真是胡闹。公子放心，卑职一定保护3夫人安全。林公子，不会出什么岔子吧？老朽怎么有种不祥之感？您老不必担忧，今晚对方来多少就要死多少，而且这些人也不是余营府派来的，只是一些小喽啰。
林公子，敌方共计23人，已经全部被剿灭，还有1人活口。为何非要留活口？这些混蛋就该全部被杀，再戳骨扬灰，放进我心头之恨。无娜，不得无礼。有令，派人将阿三接出来认。是。阿三，这些人你可都认识？认得，他是八爷的手下。很好，送他回去休息。十四爷，八爷这次派来死亲，可以肯定他是想和你拼命了，可一定要小心啊！放心，我不会给他机会的。这些死亲只是小喽啰，八爷手下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名叫苏瑞。十四爷切不可大意轻敌。江湖中人，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还是第一次听说江湖中人。你接触过江湖中人吗？当然接触过。混迹江湖者虽然都有本事，但这个群体的实力参差不齐，遇到真正的高手我也不是对手。但实力低的，也就是一帮乌合之众，甚至相公之前接触的劫匪，也都算是江湖中人。林公子，这儿还有一个活口呢。是八哥派你来的。李云，主人一定不会放过你。八哥果然厉害，培养出的死猪这么听话，让我都有些羡慕了。卑职一定效忠公子。好了，你不必表态，我相信你。最后一个问题，告诉我，就让你解脱，如何？八哥他身在何处？于城。相公，让我带着他们直接端了桃源镇如何？这次灭了林轩这么多爪牙，或许能一战成功。暂时先算了。相公，你难道动了恻隐之心？什么恻隐之心？你看我像是心慈手软的人？那你为何不答应？那是因为现在出手倒是可以灭了桃源镇，但也会遭到鱼边府官的忌惮，这并不符合长远利益。哼，相公，你哪儿都好，就是太畏首畏尾了，不爽啊！公子，三夫人说的有一定道理，况且我们也确实需要一场胜利，只要打出威名，咱们的私军肯定还能扩编。事情没有你们想的这么简单。这样吧，有利，你待会儿安排2个机灵的将士去监视桃源镇，尤其是林轩和他身边的人，一举一动不要放过。遵命。时间不早了，您老爷回去休息吧。好了，别生气了。情况怎么样？哼，八哥果然忍不住了，这次派来的20多个死肾已经全被剿灭了。那就好，这大半夜的来袭击，相公的这位八哥还真是阴毒啊！婉清姐，你评评理，对方要对我们下死手，这次得到优势，我想让相公直接出兵去桃源镇将那林轩和一众爪牙消灭，他却死活不同意，真是气死我了。婉清，你说句公道话，你觉得我该不该出兵？不该，相公才刚刚与邱大人交好，现在贸然出兵，只会暴露我们的实力，遭到他的忌惮。万一邱大人扛不住压力，直接将我们的情况上报给林家，那可就坏事了。还是二夫人深得我心，吴娜，你这回总该懂了吧？知道了，你们都有理，反正我也不懂。相公刚刚干嘛不直接说出原因，害得我出丑。当着那么多外人面，我怎么解释啊？以后记住了，郑有离和一众将士，他们都是兵，有些话是不能明说的。这并不是想唯一的隐瞒什么，就是忠诚。无论我做出任何判断，他们都要无条件服从，哪怕是让他们去死。所以你以后不要当众再反驳我，懂吗？傻丫头。相公，就算我们暂时隐忍，接下来该如何与林轩相处？他这次吃了这么大的苦，再低调，消息也多少都会传到秋光日的耳朵里。没关系，只要没有亲眼被他们看到思君的战斗力，就不用担心。另外，我也给你们3个安排一个任务，从明天开始，你们帮我收集牛背村，只要是有香气的东西，花草树木都可以，有多少就要多少。你是要给我们制造其他味道的香水吗？制造香水没错，但这些香水不是给你们的。哼，不给我们，你要送给谁？说，你在外面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胡说什么？胡说什么？我制造香水，自然是要贿赂余城达官显贵们的家事了。贿赂他们？相公，你是不是有些太着急了？我懂你的意思。明天整个余城乃至下辖的乡镇都会知道这件事。等找个合适的机会，我正好将香水送出去。不错，相公这计划还真是一环扣一环，我都有些期待了。等送香水那天，你和我去余城。那我和吴月梅呢？之前我就有言在先，你们3个分工明确，都各司其职就好，而我也不会故意去冷落你们。相公多虑了，不管任何情况。谁？大公子，属下有要事汇报。进来吧。昨晚林轩那边的行动如何？牛背村被灭了，还请大公子别生气。20多个死士全都被杀了，他林轩培养出来的都是饭桶吗？大公子，不管林轩安排村的实力是不是都太强了点，区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村子，居然能灭了精心培养的死士，这本来就让人难以置信。没错，大公子还是小心为妙。这个林云怕是个硬骨头，咱们还是先不要跟他撕破脸的好。何况这次还是咱们擅自行动，
要是闹得太大，无法收场，老爷那边也不……我们两个可以退下了，回去看我爹是什么反应。大公子，您还是回去吧，老爷已经得知了此事，正在府上大发雷霆。混账东西！让你调查牛背村遇袭一事，居然没有任何收获，本官要你何用？大人饶命，并不是下官无能，而是那牛背村战场已经被打扫干净了。派出的赤臣询问过牛背村的村民，他们昨晚早早休息了，并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人，恕下官直言，昨晚若不是附近有邻村的村民听到大量密集的响雷声，这件事恐怕都不会被外人知道。那凌云确实厉害。好了，一起来吧。本官一向爱民如子，这次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要是有可疑人，立即抓起来。是，邱大人。大公子回来了。我知道了，传令下去，给牛背村奖励200两银子，再奖励10担大米。哼，你小子昨晚又去哪儿鬼混了？爹，孩儿昨晚一直在城防司和叶统领，刚才听说您要见我，孩儿这才赶回来。昨晚牛背村发生的事，你可知道？听说了。你有什么看法？爹，那凌云仅靠牛背村就能独自应付一群训练有素的杀手，真的很厉害。不过这种人就在咱们眼皮底下，是不是太危险了？要不咱们向林家汇报一下情况？放屁！爹，孩儿也是为您着想。这凌云上次就不曾将咱们父放在眼里，将来要是胆子大了，岂不是要无法无天？你真是这样想的？是。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觉得这凌云上次威胁你，所以你才想报复他，对吧？爹，你冤枉孩儿了。冤枉你，小子！我现在玩到你与那林轩见不得光的手姐，这些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警告你，这个凌云，你最好不要去招惹。我才是您的儿子，您为何要对凌云这么好？你是我儿子不假，但千万别做不该做的事。至于这凌云的表现，我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现在对我还有大用，你若坏我好事，就算你是我儿子，我也要严惩你。是。老爷，查清楚了。是这臭小子派的人。没错，是昨晚大公子吩咐林轩去做的。这林轩还真够毒的，连自己亲弟弟都能下黑手。老爷，要不要派人去敲打一下林轩？不必了，我倒要看看这林云接下来如何报复。谁啊？林公子，是我，郑有利。干嘛一副苦瓜脸？还请公子责罚。出什么事了？就是卑职昨晚派去桃源镇侦查的2名将士死了，尸体已经抬回来了。你给他们配枪了？当然没有，他们只负责侦查，又不是去打仗，这一点卑职还是能认清的。那还好，是我八哥下的手。不错，公子，看来这桃源镇真的有点实力。是啊，我这位八哥在林家的时候就一直卧薪尝胆，一直培养可用之人，就为了现在使用。那还要不要派人去侦查？不必了，这件事暂时也不会有结果。我们杀了对方20几人，对方杀了我2人，咱们还是赚了。那对方会不会继续报复咱们？所以从今天起，你要提高警惕。我只给你一个底线，就是绝不能让敌人攻入牛背村，不然后果自负。卑职遵命。卑职刚看到3位夫人在村外游玩，要不要卑职派几个将士去保护？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其他事不用你操心。是。林公子，快来人了！谁来了？您老别这么激动。是官府派人来了，说是给林公子的奖励。奖励？肯定是于金府那边得到消息后，邱光日才特意搞出这么一出。走，去看看。公子可是凌云？正是，不知官爷如何称呼？本官乃于田府事务总管马季。府尹大人得知林公子昨夜剿匪有功，保护了牛背村百姓安全，特奖励白银200两和10担大米。多谢府尹大人，马总管快有请。从余城赶到我牛背村也有500多里路，快进屋歇歇脚。不必了，林公子日理万机，肯定还要忙正事，下官就不打扰了。不过有一句话，府尹大人让我转告给林公子，还请马总管明示。所以明日想请爱民公子到府上一叙，大人会为公子摆下庆功宴。草民乃牛背村领主，保护村民安全是最基本的，实属不敢让大人为我庆功。林公子就别谦虚了，莫要让下官为难，不然也无法回去交差。那好吧，既然府尹大人盛情难却，那草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相公果然料事如神啊！那邱光日还真派人来了。是啊，不过这老东西着实抠门，用咱们的银子做奖励，10担大米还不够牛背村分的呢。别不知足，
你们何时见过这于整府官给人送礼？村长，这10担大米就劳烦您老分配给村民们。别呀，林公子为我牛背村做了这么多，这10担大米您就自己留着吃吧。大家现在家里都有余粮，也不差这一点了。既然如此，将这10担大米存入地窖，当做储备粮。好，去把轿子上的大米扛到地窖。郑有利，你现在立即去追那内务总管马季，无论如何也要将这200两银子送给他。记住，不要被任何人看到，要单独给他，就说是我的一片心意。卑职明白。相公，你送于天府也就算了，干嘛还要巴结一个内务总管？于天府的内务总管最高也不过是从5品官职，这种角色不说一抓一大把也没什么了。请你给他解释。三妹，你没听说过句叫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哼，没听过。我们蛮族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心眼，你们东路人实在太狡猾。相公，你这么优秀的人，林家你将你下放出来，真是瞎了眼啊！你这么说，我可要骄傲了。嘿，说你胖你还喘上了。让你们3个去采花，采得怎么样了？相公，牛背村附近的花都已经被我们透光了，这地方还是太过于贫瘠。相公，你看，走，回家。就等着今天去虞城参加庆功宴时送出。这些零件看似毫不相关，但要是拼凑到一起，就能组装成一支手枪。虽然这个世界的铁匠在工艺上达不到制造精巧零部件的程度，但哪怕是做出大致轮廓，也能通过后期加工打磨将手枪彻底完成。只要能得到铜，我就能制成真正意义上的子弹。相公，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吴越、吴娜，你俩起来这么早干嘛？你放心，哼，我不会跟着去捣乱。我和吴月姐商量好了，今天还要出去采花，我一定要找到一种我最喜欢的花香。你不是喜欢舞枪弄棒吗？怎么突然对这些女孩子的东西这么着迷啊？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本来就是女人。再说，谁规定的喜欢舞枪弄棒就不能喜欢香水了？我要找一种独一无二的花，制出独有的香水。到时候只要你闻到味儿，就知道我来了。你就继续做美梦吧。相公，今天这所谓的接风宴不会变成鸿门宴吧？我怎么有点不踏实？把心心放进肚子里。首先，秋光日不赶；其次，公子，你这也太狠了！和官府打交道，自然要做足了准备。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能将咱们的命运交到对方手里。尤其咱们对秋光夜还不够了解。他们上次见识到了竹筒枪的威力，咱们这次进官府，怕是要被搜身。你这几个手榴弹，怕是很难隐藏。知道里面是什么吗？该不会都是手榴弹吧？当然，不全是。这么多，相公，你该不会都要送给他们吧？真是可惜了。别这么短视，我现在送给他们的，将来都会10倍、100倍讨回来。何况做生意自然也要本钱啊。那倒也是。公子，您可真是诡计多端啊！你会不会说话？这叫诡计多端，这叫有备无患，好吗？嘿嘿，卑职才疏学浅，公子莫要见怪。哟，这不是八哥吗？好巧啊！是啊，还真是够巧。不过14弟这次可是出尽风头，能得到福尹大人的赏识，当真让八哥我羡慕啊。八哥说笑了，你现在好歹也是于天府的押师，也算是体制内的官吏了。小弟还在那逞车八哥相提并论。行了，14弟，既然咱们今天遇上了，我也懒得和你绕弯了。不过我是真的很好奇，你就凭之前打死花豹的火气，就能杀我20多名死徒？什么火气？怎么八哥说的话小弟听不懂呢？14弟，你还以为装傻能骗过我吗？实话告诉你，上次那件事不算完，等下次林家派长老前来收税，我一定将此事上报，你就等着吧。不过八哥最好睡觉都睁着眼睛，小心哪天再也醒不来。14弟，这可是你自找的。主人，这凌云已经放话了，要不咱们今天就别去赴宴了吧？万一有什么危险，你要是害怕就滚蛋，老子宁可被打死，也不会被吓死。这，相公，你打算和林轩摊开了？摊开算不上摊牌，我刚才只是恐吓他而已。所谓上兵伐谋，杀人诛心，我就是要先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等他自乱阵脚后，才是我要他命的时刻。相公，我们来这儿干嘛？你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就来。哎呦，这不林公子吗？您怎么亲自来了？怎么样，我订的那一批装备可曾造好？已经完成了。小老刚才还在想公子何时派人来取，没想到您就来了。不错，我待会儿还要去官府办点事，晚些时候就派人来取。您老先备好。好嘞，公子放心，没问题。不过公子，您上次赏了200两银子，这还剩下50两，您看是？我这次亲自到来，就是找你谈此事。
这也太小了。林公子，这些零件看起来都十分精密，小老怕是难以胜任啊。你研究一下，就按照这图纸上的大小制造。你要是能做出来并让我满意，之前那50两银子赏你了，我再赏你50两。只要能做出手枪，花再多钱都是值的，便于隐藏在身上，而且威力增大，可以用来防身，而不会被敌人发现。最关键的是，要是能成功锻造出来，我就能进行下一步的尝试。小娘子，把腿张大一点，没人娶你当老婆，你就只能当军妓了。按我林家祖训，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需要选妻封地，为我林家开枝散叶。看过1、2两季的义父们都知道，古代光棍为了满足自己，究竟会有多疯狂。我不仅一口气娶了3个罪女当老婆，甚至靠着现代人的智慧，将原本没人看好的破地提炼出了火药。不仅武装了牛背村的老少爷们，甚至带着全村走向了小康，也因此被原主远房表哥盯上，要抢我2老婆当妾不说，还要我给他擦皮鞋。两世为人的我，这次就要教会这些土著一个道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您不会是开玩笑吧？你觉得我大老远跑来是和你开玩笑的？你按照这图纸尽量做出来。要是你让我满意，钱不是问题，而且我可以聘请你到我府上做我的私人锻造师。好，小老明白林公子的意思了。以后必然要和铁打交道，这老铁匠用的纯手，而且还放心，必须收编过来。那你继续忙吧，我就先走一步，晚点时候我会再来找你。哎呦，林公子，您可算是来了！没想到自己现在这么有名，这2个侍卫自己从前可没见过，但他俩居然认识自己。邱大人何在？林公子莫要多问，随小的来就是了。请。林公子，请稍等，我们例行公事，要先进行搜身，还请配合。就知道邱光日会来这一套。上次我用竹筒枪顶在邱毅的脑门上，肯定也给了邱光日极大的刺激，也让他意识到了这竹筒枪的危险。林公子，这3个竹节是什么？哦，这个啊，我之前腰疼，这竹节是专门用来固定腰背的。这个总不违禁吧？这里面的东西是我这次献给府尹大人的礼物，并不是什么危险物品。草民凌云见过邱大人。林公子莫要多礼，咱们上次不是说好做朋友了吗？你怎么还这么客气？一码是一码，您是府尹大人，规矩还是要有的。列位臣工都看到了吧？林公子虽是林家外放庶子，却也是有识之士。从今日起，尔等不得对林公子无礼，知道吗？林公子，这位小姐上次就随你一道而来，本官还没来得及认识。这位是我2夫人叶婉清。叶婉清，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列位同僚认得小女也正常。我曾是国事院的谋士，因犯下叛乱之罪被林家抓捕。小女为求活命，就嫁给我家相公。原来如此，没想到2夫人居然有这么大的来头，就难怪林公子做事这般老练沉稳，原来是背后有高人指点啊！爹，您别站着了，快请林公子入席吧。对，林公子，快请坐。林公子，能否和本官说说你那天晚上是如何将那些杀手消灭的？也让大家都长长见识。邱大人还不知，咱夫人乃蓝片实力高强，就算不是我林家精锐，都曾折击在他手中。哦，本官怎么听说那天晚上牛背村一直有响雷声震荡？在下所言句句属实。邱大人若是不信，那在下也没办法。14弟，你太无礼了，岂敢对府尹大人这种态度？八哥管的也太宽了吧？还是在桃源镇过得太舒服了？之前听说过这牛背村的新任领主性情古怪，没想到脾气也这么大。而且我与邱大人谈话，何时轮到你一个小小的押司插嘴？凌云，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你亲哥，你如此不知礼数，让外人以为我林家培养出来的都是不懂尊卑的人。我这八哥在林家被惯得不像样子，还请邱大人莫要见怪。这林轩是真的不如凌云，林公子不必客气，来喝酒。邱大人，小人身体不适，就先告退了。叶儿，你先带他下去休息。是，爹。相公，别忘了正事。林
林公子这是搞什么鬼？林公子这是何意？大人设下庆功宴，草民自然不能空手而来。大人，这里面装的是我制造的小玩意儿，名叫香水，是我用牛背村独有的曼陀罗花炼制出来的，味道要比香囊还要香100倍，常年使用可提神安眠，改善睡眠问题。林公子果然是天纵奇才，这么香的东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这制造香水的工艺乃是秘密，不可外传。不过草民带来的这一箱香水是送给大人和列位臣兄的，大家可以送给家里的女人。多谢林公子。没错，我家夫人前几天还嚷嚷着要去燕京府买香囊，林公子的香水实在是太及时了。凌云，你跟我来。凌云，你真是做了一笔好买卖，借助本官的人脉宣传你自己的名声。大人先别急着生气，我这次前来确实动了一点歪心眼，但既然敢当着大人的面，自然不会让大人吃亏。继续说。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凌云虽只是牛背村的小小领主，却也不甘心平庸，所以造出这香水，是想打开销路，在余城赚点小钱。若大人肯帮忙，必定会得到丰厚回报。原来如此，我就说你小子不简单，这兜兜转转，原来是为财而来。只要大人肯帮忙，赚钱是必然。到时候咱们4-6分，55分秋光日肯定不会答应，46分还有可能，但他心里的答案是37分。既然要本官帮忙，那就37分。凌云，虽然这香水是你发明，制造也需要你来完成，但如果没有本官点头，就算你白送出去，本官也保证没人敢要。所以你拿30%已经不大此话有理，倒是草民鼠目寸芳了。那就这样，我在余城给你一个门面，准备好后，明天就可以经营了。大人，您是不是误会了？误会什么了？你不是要在余城卖香水吗？我要卖香水是不假，但我这香水只卖士绅名流，可不对普通百姓出售。你确定只是单纯的卖香水？是啊，我这香水虽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发明，但也不是普通百姓能消费起，而且只有接触有钱人才能赚更多的钱。大人难道不愿意？好，那就一言为定。那就多谢大人成全了。时间不早了，在下就先告辞了。进来。爹，这么晚了，为何还不休息？爹，这凌云白天如此嚣张，您就一点都不生气？为何要生气？这凌云看似狂妄，实则很有分寸。爹，这是林轩送来的500两银子，他希望能拿走，以后不准再收他的银子。另外，之前他送的500两银子也退回去。那压榨的职务也不用他做了，他既然是桃源镇的领主，就安安心心做他的领主。爹，是那凌云和您说了什么吗？您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你爹，还是于政府尹？够了吗？事实证明，这林轩就是个废物。我于政府容不下这小子，以后也远离这种人，多和那凌云接触接触，这对你大有益处。是，孩儿明白了，这就告退。公子，大人他收了吗？我爹没收你的银子，反而将之前那500两也退给你。从今往后，不准你再进入余城，否则杀无赦。邱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为何突然这样？是那凌云说了我坏话？说没说坏话我也不知，我爹更没说。但说句实话，就冲你现在宴席上的表现，你和那凌云根本没有可比性。最后，看在你之前也为我办过事的着实的理，不然别怪我没提醒你。邱公子，我这段时间像狗一样供你驱使，你现在就想一脚将我踹开吗？是啊，你在我眼里就是一条狗，你给自己的定位还挺准的。给你半个时辰时间，立即离开余城。凌云，你给我等着，这件事不算完。相公，看你这一路都在偷笑，看来这次谈判很成功啊。还行吧，主要是咱们这次准备的充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当然是种地。没搞错吧？我们现在不应该先准备更多的香水吗？知道什么叫饥饿经销吗？咱们今天将那些香水都送给余城下辖的官员，他们都是一群大老爷们儿，肯定不会使用香水。回到各自府上，一定会送给喜爱的女人。等一段时间，让这些女人完全消化了解到这香水的好，她们自然会主动来求购。原来如此。到时候1传10，10传100，
根本不用咱们宣传，就能将香水的名称打出去。看来相公才是最精通商贾之道的天才。另外，你们上次已经将牛背村附近的曼陀罗花都采没了，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再长出花来。对啊，光想着赚钱了，却忽略了现在根本没有原料。郑有利，安排几将将士先将这些装备都存放入地窖。公子，不直接分发给将士们吗？先不必招摇，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会有官府派人前来，看到这些装备不好，你们平日里正常操练即可。是，公子。哎，公子，您可算回来了，我还以为您今晚要在虞城过夜呢。您老跟我来吧，我有任务要安排一下。林公子，是有什么变故了吗？是这样，咱们村现在每天能进行劳作的有多少人？大概230多人。是这样，眼下正是春夏时节，我想动员乡亲们种粮，这样等到冬季大选录时，咱们也有口粮食用。这牛背村的环境你也应该有所了解了，这四周的土地贫瘠，根本就种不出任何农作物。何况牛背村常年干旱，一年到头降雨次数也屈指可数，所以您就别费心了。您老不必担心，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不代表我凌云也做不到。这件事儿您老就先筹备一下，待到明日我们亲自下地，一看便知。相公，你真打算种地啊？老村长说的没错，这牛背村的土地真的不行。那你说说，为什么不行？这还用说吗？首先，牛背村的土地干燥，就像是结块的沙子一样，还有一股怪味，就连野草都不长，又如何种庄稼？那些曼陀罗花还是因为本身耐旱才得以生长。土地干燥，证明这一方面土地无法锁住水分，再加上降雨次数太少。而你说的怪味，是因为牛背村本来就是盐碱地。不过这些困难并不是无法解决。相公，听你这么说，好像你已经有了解决之策。当然，要是解决不了，我干嘛要提种庄稼呢？相公真是厉害，好像到你这儿，不管什么困难你都能解决。没听过一句话吗？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吴月姐，那个今晚能不能将相公让给我？婉清，你该不会是……我如今也是相公的夫人，却始终有名无实，所以……好了啦，我明白。不过你要先和相公打招呼。喂喂，二位姐姐怎么不问一下我的意见？你是三妹，自然要排在最后。要不今晚就先三妹？婉清姐误会了，小妹并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咱们这么商量，要是相公知道了，恐怕会不高兴。傻丫头，你还不快去外面等着？要是相公回来了，看你还敢不敢说出口。哦。你这丫头搞什么？不知人吓人吓死人吗？那个相公，你能不能到我房间一趟？我有事找你。怎么，你有事可以直接说啊，这里又没人。哎呀，这里没法说，你就跟我来吧。婉清，你要干嘛？婉清，你别为难自己，我真的不会逼着你做违心的事。是不是吴越刚才和你说什么？我这就找他去。别走，不是吴月姐，是我自愿的。相公，就让我做你的女人，收了我吧。干嘛这么着急起床？你就不想多陪我一会儿吗？你就这么怕我吗？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你这丫头故意让我出糗是吧？是啊，谁让你不告而别？人家昨夜才失身于你，你却一点表示都没有。知道相公忙，但再忙，你今天也要给我一个安心。好，都听你的。相公，我好看吗？你最好看了。哼，骗人！你肯定认为吴月姐最美，不然为何总要我先开口？你不知道女儿家心思细腻吗？之前咱们不是有契约为证，没有二夫人应允，就算借我100个胆子，也不敢随意对你表露心意。人家都是你的人了，你还说这样的话吗？你个负心人大坏蛋！婉清，你别哭啊！我怎么就成负心人了？那你说你以后怎么对我？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疼你爱你，绝不辜负你。你和吴越还有吴娜都一样，你们都是我的夫人，将来是要为我凌云孕育生命的亲人，将心比心，为夫也要对你们好，不然枉为人子。这还差不多。小馋猫，为夫早和老村长约好商议种庄稼的事，等下次一定好好收拾。相公还真是享尽其人之福啊，婉清姐的滋味不错吧？说什么呢？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说得出口？喂，你站住！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知我者大夫人，知道为夫饿了，居然这么早就准备好早餐了。啊，相公，昨晚过得不错吧？
吴越，你怎么也问这种无聊的问题？也问？是婉清问你的？那个，我先出去了。这么大的一片土地，真是白瞎了。要是林公子真有办法，那可是功德无量的好事儿啊！您老不必担心，我主动提起这件事，就一定有办法解决。林公子，您该不会是想用引来湖水浇灌吧？这个方法我们曾经也尝试过，根本不灵。当然不能直接浇灌，这片土地已经失去了活力，就算浇灌再多的水，也无济于事，都会沉入地下。那怎么办？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谁说是唯一的办法？您老去召集10名村民，顺便带上犁地的工具。好。林公子，人都到齐了。众位乡亲们，牛背村一直无法脱贫，更吃不上自家种的粮食，是因为土地贫瘠。但既然凌云来了，就绝不会置之不理。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质疑，所以我也不想多做解释。只要大家还愿意相信我，那就听我的命令。现在将这片地上的土铲走，深度大概是1尺。林公子不用解释，我们愿意相信你。没错，你为我们牛背村做了这么多事，都是为大家好。好，那现在就开始吧。凌云在此谢过大家了。林公子，这犁地的方法曾经也尝试过。哎，您老先别质疑，你们当初只是单纯的犁地，我这次是要将这些土都不要了。不要了？不错，这些土地留着毫无意义，已经彻底失去价值，所以我打算将这片荒地重新翻一遍。林公子果然聪明，我们怎么没想到这种方法？土地潮湿，就证明可以用来种植粮食。太好了，有了土地，咱们终于可以种粮了。大家高兴得太早了，能挖到这样湿润的土，只能证明这片土地还有救。但想要用来种粮，却还是不太可能。明白了吧？大家现在也不算是外人，应该知道果造黑缓药，其中需要的一种原料就是牛背山上的沙土。这种土还有一个专用名词，叫硫磺土。这种土碱性很大，不管种任何作物都不可能生长。林公子，之前您不是说有办法吗？是啊，我只是说现在不能种，又没说以后也不行。挖出这块地，就是为了做实验，我要彻底改良这片土地，让牛背村的土地重新变得肥沃。老村长，还要请你帮个忙。林公子客气了，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便是。帮我找来腐烂的果子或者粮食和其他植物，有多少要多少，就算去邻村去收也可以，要大量的，需要多少银子，你直接去找大夫人报就行。夫人报没问题，林公子就瞧好吧。大夫人，你说他要那些东西做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不过他既然要，就肯定有他的用处。嘿，嘿，哎呀，疼死我了！相公，你没事吧？我只是想开个玩笑，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相公，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你是要谋杀亲夫吗？我又不是故意的。乌娜，别哭啊，以后注意点就是了。刚刚多危险，要是相公有个好歹，你后悔都来不及。行了，反正我也没事儿，这次就算了。过来给我揉揉，疼死我了。哎呦，疼，别揉了，就这样吧。相公，我真的知错了。知错了，过来给我捶腿，换一遍。哎呦，不捶了。怎么，我还没生气，你就先受不了了？没错，我受不了。你有什么委屈的，说出来听听。要是我做错了，那我就改。哼，那还用说吗？你就是故意欺负人。你以为我不知道？之前你带婉清姐去虞城，你都不带我。当然，我不生吴月姐和婉清姐的气。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你有什么生气的？我问你，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去攻打桃源镇？不错，这是早晚的事。那你为何不带上我？什么带上你？我只是准备要去，这不还没去吗？那我问你，你去的时候带我吗？去的时候再说，反正最近是不可能行动的。你什么你？你是不是忘了我上次是怎么给你们3个分工安排的？我看你精力太旺盛了，等我将土地改良好，你就去做园丁吧。以后制造香水用的花都交给你。凭什么？你欺负人吗？没错，我就是欺负你，谁让你这么不懂事？相公，你刚才说改良土地是怎么回事？你不是去看土地了吗？到底是什么情况？牛背村的土地并没有想象中的糟糕，我已经安排下去了。老村长会去准备我需要的东西，你们就等着瞧好吧。
都动作麻利点儿，把东西都给我搬到院子里去。林公子，东西都备齐了。相公，你的计划怎么都是些臭烘烘的，就没有正常的吗？臭？你们是不知道，这些发臭腐烂的东西可都是宝贝。这些玩意儿可以让土地恢复肥沃。林公子，这些粗活交给村民们干就行。你是咱们村子的领袖，可别累坏了。我也想交给你们来做，但现在还不行。我制造的，我这个叫有机化肥，这样存放几天，腐烂的味道也能盖住硫磺味。都看好了，以后改良土地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好，老村长，去找一些废旧不要的棉被，将这有机肥盖住好。林公子，为何要盖住这些泥土？有机肥生成需要特定的环境，另外温度也不能太低，而且不盖住，泥土会被吹干。真是头一次听说还可以这样改良土地。相公，你制作这个什么有机肥就不能换个地方？这么大的味道就放在院子里，我们还怎么休息？就是相公，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这些都是纯天然的肥料，闻多了对身体也没有坏处。你们两个丫头就忍忍吧。另外，不是我说你俩，以后多学学大夫人。你俩什么时候见大夫人抱怨过？谁说我不嫌弃？这平时生活的地方被你搞得臭气熏天，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吴越，你可别被太太带坏了。走，不和他们玩了，我们回房。我有一件事要问你，你老实回答我。问什么？还要回到房间？天还没黑，要是被那个丫头笑话，我可和你没完。别转移话题，我问你，昨晚晴突然找我，都是你特意安排的吧？我吃饱撑了才管便宜还卖事儿。相公，人家婉清可是大家闺秀，人也长得漂亮，被相公得到了，以后可要好好对人家。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可是我的大夫人，就一点都不吃醋。吃醋又有什么用？相公当初一口气要了我们3个，也不曾问过妾身的感受，怎么今天突然这么问？没有，你别多想，我只是感觉婉清的变化有些太大了，心里还有些不踏实。有什么不踏实？昨晚是她主动提出要施身给相公的，妾身作为大夫人，这种事自然不能否决。而且相公能让性情高傲的婉清心甘情愿，也算是天大的本事。林公子，二位夫人，林公子呢？相公在屋里和大夫人谈事。有什么事？公子，外面来人了，是府尹大人的儿子邱毅。走，出去见见。相公，这邱毅突然造访，该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三夫人尽管放心，公子之前在余焦府大展神威，已经威慑住了那些狗官，就连府尹大人都将公子奉为座上宾。这小小的邱毅根本不敢造次。哈哈，邱公子远道而来，林某未曾远迎，还望恕罪啊。林公子太客气了，您是家父的座上宾，论辈分还要高出我一头，可千万别这么说，不然要是让我爹知道，肯定不饶我。邱公子为何突然造访？该不会是有什么吩咐吧？林公子可千万别误会，我知道咱们之前因为林轩闹出一些不愉快，但这次我可是奉我爹的命令，特意前来向林公子赔不是，还希望林公子大人有大量，莫要与我一般见识。哎，邱公子这话说的我就不愿听了，咱们之间何曾有过不愉快？瞧我这脑子，林公子说的对，是我上次记错了。邱公子快快有请，来看看这牛背村在我的领导下改变的怎样。林公子果然名不虚传，居然将牛背村改善的这么好，我就先替我爹感谢林公子了，让这些贫苦的百姓过上好日子。林公子，这里是500两银子，算是以我个人名义捐给牛背村。邱公子这是何意？你能来就是给我凌云最大的面子，再送银子可就折煞我了。林公子，这银子不是送给你的，我知道你也不缺这点钱。好，多谢。那我就替乡亲们谢谢邱公子了。好，请。邱公子请。林公子这是何意？没事儿，只是我之前研究的小玩意儿。这该不会就是制造黑火药的材料吧？不是，棉被里罩的只是普通的泥土。抱歉，让邱公子见笑了，贱内不知礼数。没关系，林夫人也是洒脱之人，只是林公子为何将这么臭的泥土放在院内？邱公子应该知道，牛背村之所以穷，是因为这方土地贫瘠，无法种庄稼，所以我搞这发臭的泥土，是在培育一种肥料，用于改良土地。林公子果然是干大事的人，居然拥有这么大的决心。怎么，邱公子不信？也不是不信，
只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罢了。这样吧，邱公子与我打个赌如何？打赌？赌什么？就赌我能不能在牛背村的土地种庄稼。好啊，既然林公子有兴趣，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那一言为定。要是我让牛背村种出庄稼，我也不要邱公子的银子，只要答应帮我做一件事即可。做什么事？哎，邱公子不必多问，在下不会让你做有违道义的事，而且这可是天大的好事，邱公子就等着好了。林公子好福气啊，居然有3位这般貌美的夫人。你们都先出去，我要和邱公子单独聊聊。邱公子此次前来，可是有什么要事？不妨直说。林公子果然聪明机智，不错。本公子此次前来只为2件事，其一是奉我爹的命令前来与林公子交好，其次便是想要一些黑火药。林公子不会吝啬不给吧？邱公子，你是聪明人，应该知道这黑火药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又岂能轻易送人？那林公子的意思是不行？也不是不行，只是服役大人想要黑火药，总不能白拿吧？当然不能，我知道这黑火药的价值肯定极大。林公子出价吧，100枚弹药，100两银子。这也太贵了。林公子，我这次可是带着诚意前来，你若漫天要价，我回去也不好交代，而且对林公子你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邱公子何出此言？1两银子，还是看在我和府尹大人是朋友的价格。要是换做外人，有钱恐怕也买不到。而且，既然邱公子想要这弹药，就应该知道这玩意儿是可以改变游戏规则，有些事可是不管花多钱都办不到的。我希望邱公子能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林公子说的有道理，但这价格还是高了，不如在这基础上再便宜2成如何？邱公子，你要明白一点，并不是我求着你卖黑火药，而是你主动来买，达不到我的要求，我是坚决不会卖的。何况我也压根没打算卖。好了，这件事就先到此为止。邱公子拿不定主意，就回去向府尹大人汇报即可。好，100两就100两，我现在就要1000枚弹药。不好意思，这弹药不是凡物，不可能卖这么多。邱公子也别这么大的胃口，还是先买100枚吧。这黑火药只能用来防身，却无法大规模使用。何况真要我给支军队的话，不是我瞧不起府尹大人，他根本养不起，而我也没有这么多的原材料。好，100枚就100枚。这林云各个方面表现的都堪称完美，怎么一见到银票就像个乡巴佬？林公子，你在看什么？没，我只是随便看看。本来我爹派我来买黑火药是为了接下来剿匪，但既然林公子卖不了这么多，那我也不为难你。但这剿匪，林公子接下来必须要出力才。这件事我爹有言在先，林公子必须答应。剿匪主要还是于政府来做，但我可以安排手下帮忙。不知邱公子意下如何？林公子，你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在牛背村培养了一批手下？官府每次剿匪，我只派4人，这太少了。林公子，你可莫要恃我爹皆很看重你，但剿匪可是原则问题，你最好莫要误判形势。放心，我这4人绝对顶得上你官府10人。好吧，那就这样，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告辞了。郑有利，公子，去给邱公子取100枚弹药。是。主人，这凌云可真是狂的没边啊！大人为何这般纵容他？这个世上有本事的人才配狂妄，这凌云就是这种人。好了，此事休要再提。记住，今天发生的所有事不准对任何人提，不然……对了，刚刚我和凌云谈话的时候，你们可曾观察牛背村的情况？主人，牛背村的村民似乎都十分忙碌，属下偷偷观察，发现他们家家户户都在熬煮着什么，虽然没看见具体，却闻到一股恶臭，就像是粪便。莫要再说了，我们快点走，尽量在天黑前赶回虞城。相公，你在那儿傻笑什么？刚刚我狠狠宰了那邱毅一刀，100枚弹药卖了100两银子。这些弹药居然这么值钱，那我们岂不是发财了？这哪还是黑不溜秋的弹药，简直就是银子啊！相公，你让村民们每日制造的都是银子啊！当然，你们的相公蛇是做过亏本的买卖。那相公刚刚卖给秋意多少枚弹药？不是说了吗？100枚。什么？怎么这么少？咱们在地窖不是还有很多吗？你懂什么？这弹药现在不能大量流通，如今我们实力还传弱，要是被林家人盯上，可就全完了。另外，我卖的越少，未来价格就越高。看着吧，
咱们赚大钱的机会还在后面。等了这么多天，终于是成了。现在就可以种粮了吗？成熟了，去将真有烈喊来，让他再带几名将士。十四爷，您这是在做什么？不用问，你马上就知道了。林公子为何要对着发臭的泥土这么上心？林公子，您找我，安排下去，将这些肥料运到村外那坑里。快，都搬起来，运到村外。林公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居然连种地都这么擅长。林公子实在是太厉害了，可不是吗？林公子能来牛背村，真是咱们祖上积德了。各位村民，我这次只是简单的试验，并没大规模种田，所以接下来的几天就有劳大家能帮忙浇水。林公子尽管放心，其他事儿我们做不好，但种地绝对没问题。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从今天往后，每日早中晚各浇一次水，要是长出幼苗，就立即通知我。相公，你确定能成功吗？不敢保证，但至少有70%把握吧。70%，那已经不小了。相公，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问吧，反正我也不会告诉你。不行，你必须要告诉我。你怎么什么都会？能制造黑火药这种逆天的东西已经够厉害，又能发明出香水，这次还会种田，而且看样子还非常专业。你确定之前在林家这么多年一直做纨绔子弟？我若说是无师自通的天才，二夫人肯定不愿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好，那我问你，等将来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你会怎么做？做人轻松自在一点不好吗？为何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你骗人！而且我也从没想过未准过未来怎么样，我只看眼前。相公，你就告诉我呗，我保证不对任何人说，我发誓。还记得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件事吗？哪件事？就是你如何被扣上谋反帽子的那件事。哦，你说这件事啊？怎么，相公是想替妾身平反吗？哼，你做梦，我才没这么无聊。哼，你之前还说要好好待我，现在得了人家的身子就这样说话，不负责任的家伙。给你平反，只会招来你曾经的那些政敌，我干嘛要做这种蠢事？啊，那相公的意思是另辟蹊径？算是吧。你上次说削藩的事，我仔细想了一下，说站在朝廷江山社稷的角度思考，确实非常有必要。所谓藩王，放在当初圣祖爷打天下的时候没问题，但现在是和平年代，这些藩王已经成为毒瘤，大端神朝威严。相公，没想到你我政见如此一致，我实在爱死你了。走，去你房里坐坐。别一天天就想着干坏事，你还没说完。另辟蹊径指的是什么？林家对我不义，待到我得势那天，自然要先对林家出手。太好了，相公，这次我举双手双脚支持你。你们俩真是越来越明目不胆了。我才是一家之主，什么叫越来越明目张胆了？相公，你甭和我厉害，现在大夫人不高兴了，你自己看着办。相公，你还是去哄吴月姐吧。真是女人心海底针，故人诚不欺我。相公在那儿嘀嘀咕咕些什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你怎么回来了？不是和婉晴在一起吗？戴夫人生气，为夫哪还有心情啊？哦，这么说是我坏了你的心情，对吗？说的都是什么话？吴越，你以后别这么敏感行吗？知道了，我也想大度，可刚刚看到你俩亲密无间，我还是有些受不了。不过以后我会慢慢接受的。喏，送给你，别生气了。古人云：“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都给我提起精神，别像是没吃饱饭一样。你们成为林公子司军也快1个月了，要是没有一点进步，我也没法向林公子交代。你平日就这么训练他们？回禀公子，现在是进行战术训练，也是锻炼他们的体魄。要是上了战场，没有好的身体素质，就算给他们再好的装备，也难以形成战斗力。话是如此，但也要讲究方法和实际情况。我要的是雷厉风行、能拿出手的铁骑军。体魄训练是一门很严谨且复杂多样的科目，比如提升耐力就需要长跑，锻炼臂力就要练习举重或投掷。有针对性的训练可以大大提升效率，而且还能让将士们心服口服。而粗暴训练的成果却是最低的。公子，你该不会连练兵也懂吧？我没带过兵，
但曾和林家的教头们聊过，也见识过他们带兵。那就按公子说的方式训练。都起来吧，给我绕着这牛背山顶跑步训练。来，都过来，跟着我的节奏跑，莫要这般凌乱。公子，您怎么今天这么早就起来，还来跑步？我现在宁愿和将士们在一起训练。林公子，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是那块试验田长出幼苗了。走，下去看看。公子，你可真是太厉害了，牛背村有救了。那里为何没有长出嫩苗？说啊，那天是谁播下的种？是我。你别紧张，说说具体情况。那里种的是什么？回禀公子，那里种的是您上次一起给我稻米啊。我犯傻了，种大米自然是要用稻田。看来想种大米，要等以后土地彻底改良后才行了。哈哈，没关系，能种小麦已经算是老天爷对牛背村的恩赐了。好，那从今天起，诸位就按照我那天的方式，先大批量培养有机肥料，改良土地，之后全面耕种。好，公子，您真的是我牛背村的福星啊！您来了，牛背村不但过上好日子了，如今更是可以种粮了。您可比朝廷派来的那些吃人饭不干人事的昏官强太多了。您老先别高兴得太早，如今也只是初步试验成功，这么小的一块田，用湖水还勉强够用。但要是彻底开荒种田，你可想过该何浇个灌庄稼？这我还真没想过。林公子之前不是提过此事吗？您应该已经有办法了吧？我也只是有一个概念，能不能成功就看天意吧。想要浇灌大片的庄稼，按牛背村这特殊干燥的地理位置，肯定是比登天还难。但我并不气馁，之前我提出要让牛背村种粮，就想过利用人工干预的方式降雨，也就是催雨弹。按我现在对黑火药的灵活运用程度，想让催雨弹上天并不难，只需要加大黑火药的浓度和当量。唯一的难度就是提取制造出催雨弹的主要成分，这才是让我没有把握的地方。相公，干嘛一大早就闷闷不乐？谁惹你生气了？种田惹我了。相公，种田怎么惹你了？难道那试验田失败了？失败就失败吧，这也怪不得你，是这牛背村的土地太差劲了。哼，你说什么呢？谁说试验田失败了？就在刚刚我去看，已经长出嫩芽了。啊，这不是好事吗？相公又何必苦恼呢？你俩不知道，这试验确实成功了。下一步就是大范围的开荒种田，就要涉及到灌溉吧。靠近牛背山的那个湖水是不行的，里面硫磺超标，根本无法种粮。就算种出来，正犯愁，该如雷会灌毒。相公之前不是已经想好对策了吗？对策我确实想好了，但能不能成功还是未知。相公，你要相信自己，正如我们都相信你一样。有什么需要让我效劳的吗？你又想让我干嘛？就直说好了。劳烦三夫人去一趟虞城，帮我采购一些海带，没问题吧？海带不就是海草吗？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哟，三夫人果然学识渊博，居然还知道海带就是海草。那是，你们少瞧不起人。我虽然从小生活在草原，但也有幸去过一次海边。听你说的不像是夸我。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好，就恳请三夫人能不计前嫌，替为夫去虞城买一些海稻回来。这还差不多。你还没说要买多少呢？具体多少我也不清楚。一句话，能买多少买多少，多多益善。相公，你这又抽哪门子风？在这点火，你是要将咱们的宅子烧了吗？我把你烧了。别说话，在一边看着就行。真是不可思议，原来盘锅炉还可以这么简单。这只是其中一个工具而已，不必太当真。制造降雨弹需要碘和银，碘可以从海稻中提取，银就更容易得到了。不过还需要一个熔炉煅烧，让银融化，再与碘融合到一起，形成电化银。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厨房找个瓷盆。下一步提取碘就需要用到支离水，在乌娜回来前，我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虽然庄稼还没种起来，但也要提前准备好，免得到时候出问题，那可就坏了。相公，你是要吓死妾身吗？大夫人真是辛苦了，为了这个家日夜操劳，为夫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白天操劳一些是妾身应分的，
天晚上妾身可不敢承认操劳。妾身最近几天不是一直独守空房吗？大夫人莫要多虑，为夫正巧这几天与二夫人有事要办，今晚一定陪大夫人。吴越，你帮我找一个铁锅，要带锅盖的，再找一个瓷盆，我有急用。好，你要这些干嘛？相公该不会是又要在家里熬煮粪便吧？要是这样，那我可不给。想什么呢？什么熬煮粪便？我是要煮海带，是人可以吃的。这还差不多。相公，这大黑锅你可千万别搞别的，这可是咱们平时炒菜用的。我知道，你相公我又不是傻子，自己家用的东西我还能弄坏弄脏啊？相公，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我要提取一种纯净水。哼，这锅里不都是水吗？相公还要提取什么水？难道水和水还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区别，而且区别大了。这生活用水都是在村口井里打上来的，我姑且认定这水是对人无害的，但其中蕴含了很多微量元素，甚至还有一些寄生虫和细菌，这些两样可都是对人体有害的。什么是细菌？牛背村的地下水，何况必然都硫磺超标。相公，你这些知识都是哪儿学来的？怎么和你解释呢？寄生虫和细菌也是世间万物中的一部分，就像是地上的蚂蚁、猪圈里的母猪一样，只不过它们太过微小，常人是不可能看到的。而且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你没见过，只能证明你孤陋寡闻，却并不代表不存在。哎，邱公子，您怎么来了？二夫人，邱公子是来找林公子的。二夫人，林公子在吗？在，他就在院子里忙活呢。忙活？他不明白，达到凌云这种程度，难道还要自己干活吗？忙活什么？邱公子还是亲自问我家相公吧。林公子，邱公子来了。哟，哪阵风又把邱公子吹来了？怎么？听林公子的意思，似乎很不欢迎我。哪里，邱公子能来，也让我牛背村蓬荜生辉。我凌云高兴还来不及，又岂会不欢迎？来，快里面请。婉清，快给邱公子搬一张椅子来。林公子这是在做什么？哦，邱公子可还记得上次咱们打赌的事儿？自然记得。我倒是也听林公子已经在牛背村培育出了麦苗，不过这也仅仅是第一步。想要大批量的种植粮食，可不种粮确实不容易。不过别人做不到的事儿，可不代表我凌云做不到。林公子还是说说，这种粮和你盘的这炉子有什么关系？这关系可大了。邱公子既然知道牛背村种粮有难度，肯定知道具体原因吧？当然，牛背村地脉荒凉，土地贫瘠，再加上常年都极罕见降雨，这种环境根本就不适合种粮。我也承认林公子是个能干事的人色，但人力毕竟有限，是绝对无法改变天意的。邱公子这次可说错了，我们林公子向来做事谋而后动，要么不做，要做就一定会做到最好。还是您老了解我。邱公子的这番话有一定道理，但恕我不能苟同。人的能力和学识有关，当一个人的学识达到碾压一切的程度，那么人力完全可以胜天，甚至改变规则。林公子，还是说说为何要搞这炉子吧。凭邱公子的学识，我恐怕很难能解释清楚。你，林公子这张嘴可真是厉害啊！要是你能加入国士院，怕是能独占群儒。看来自己是小瞧他了。如果邱心不懂的隐忍，这种人完全没什么危险。可刚刚我把话说的那么难听，邱心却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这可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邱公子，看看里面是什么？不就是一盆热水吗？没错，我要的就是这一盆热水。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的水。不是普通的水，那是什么？难道水里有毒？哪来的毒啊？这水接下来还有大用。对了，邱公子此次前来，不会是专门来与我叙旧的吧？当然不是。林公子，咱们上次不是已经谈妥，你答应派出4人协助剿匪吗？看我这脑子，最近几天太忙，这件事让我给忘了。劳烦您老去帮我叫郑有利来一趟。林公子，你确定只派4人？邱公子放心，4人足以对抗那些劫匪。我之前剿灭黑风寨和黄金盟也没用几个人。邱公子，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林公子但说无妨。是这样，此次于政府出面剿匪，既然我牛背村也出人出力了，那缴获的好处，林公子放心，我爹曾交代过，剿匪所得咱们3-7分，我于城府出人又出力，自然要拿大头。牛背村拿3成没问题吧？
可以。林公子，您找我？有利，你立即带3个你最信任的手下随同于知府剿匪。这期间要听从于知府的命令，不得违抗。要是让我得知你乱来，会是什么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公子尽管放心，卑职绝对不会丢牛背村的脸。很好，你下去挑人吧。林公子，你刚才让郑有利去挑人，怎么了？邱公子有异议？不是这个意思。林公子让他去挑人，难道牛背村建立了自己的私军？邱公子这话可是包藏祸心呢。哎，林公子可千万别误会，本公子也只是随口一问，有没有都不影响咱们双方的关系。事到如今，那我也就不隐瞒了。我确实养了一批手下，就像我八哥一样。不过距离私军可还差得远，邱公子可以不必介怀。林轩养的那些，岂能和林公子相提并论？要是林公子的手下个个都配着竹筒枪，那战斗力绝对能轻易碾压一般的郑贵军。恐怕邱公子尽管放心，从咱们上次互通有无开始就已经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到时候无论是府尹大人还是邱公子，咱们都可以成为最为信任的伙伴。好，有林公子这番话，那本公子就放心了。另外，林公子果然要比那林轩靠谱得多，倒是本公子之前眼拙了，还望林公子能不计前嫌。当然，咱们未来相处的日子还在后头，现在不管有什么合作，都只服务于建立信任。我说的对吗，邱大公子？邱公子，未来的日子还望您能多多指教。郑统领客气了，你是林公子的心腹，那咱们以后就是自己人。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符合规矩的，本公子一定满足你。多谢。来，多谢邱公子，卑职一定尽心竭力。郑有利，记住，你们4个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记着，你们是我牛背村的人，只能长脸不可丢人。倘若被我听说一些不好的消息，必然严惩不贷。公子放心，卑职几人都深得公子栽培，这次一定为我牛背村长脸。好了，林公子，既然这次任务已经达成，那本公子就不叨扰了。另外，期待林公子的好消息。若是真能让牛背村独立种粮，于城府一定会嘉奖林公子。那就借邱公子吉言了。我们真的搭上于真府这颗大船了。暂时是这样。刚才实在太危险了，要是相公赌错了，导致邱毅翻脸，那咱们可就危险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豪赌，只不过我早就开一只都想爬上他老子的头上，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这些年也都被邱光日压着，这次好不容易有了契机，他又岂会错过？相公果然还是技高一筹。不过你直接安排郑有利4人去于天府执行公务，万一邱暗中拉拢他们呢？你就不怕他们不回来了，还漏了咱们的底？你想盯着一个人，是永远都盯不住的。我给他绝对的信任和自由，但若他自己不争气，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来，多吃点。前方何人？还不让路！莫要多管，直接冲过去！邱公子，对面好像是我家公子的三夫人。是他？怎么会在这里？停下来！我当是谁？原来林公子的三夫人，真是失敬啊！邱公子怎么会在这里？本公子刚刚去牛背村见了林公子，不知三夫人去虞城有何贵干，可需要我的帮忙？不必，只是进城采购一些生活用品。郑统领这是要和邱公子去哪儿？小人这次是奉林公子之令，协助城主府剿匪，三夫人不必多虑。三夫人不要担心，本公子这次与林公子达成约定，剿匪对我们双方都有利，而郑统领只是本公子借调来帮忙的。郑统领，你作为相公器重的人，若敢损害牛背村的事，我绝对不会饶你。告辞了。这三夫人也太嚣张了。是啊，统领，这口气。郑统领不必介怀，这位林公子的三夫人乃是蛮族人，性格洒脱了些，却并无恶意，让邱公子见笑了。不过您说的对，三夫人确实性格洒脱。郑统领，你们4人这次带来多少的弹药？邱公子不必担心，别看我们只有4人，但也足够协助余生府剿匪。郑统领别误会，我只是好奇而已，能否说个具体的数？200人的劫匪团足够我们消灭3、4次是没问题的。郑统领，咱们能否进一步说话？好。郑统领能得到林公子的信任，派出来执行公务，那肯定就是他的心腹了。所以本公子就不绕弯子了。邱公子请讲。是这样，
上次我与林公子交易100两银子才买到100枚弹药，而正统领4人里至少也有近1000位枚弹药。这么多的弹药用来剿匪，实在是太可惜了。不是不绕弯子，可说来说去还是没有表露中心思想，绕着圈子。邱公子到底想说什么？很简单，只要正统领将你们4人手中的弹药卖给我，这次的剿匪行动你们就完全可以不用参与，而本公子会为你们4人安排一条龙的服务，保证让你们彻底爱上虞城，如何？邱公子，在下深得林公子的栽培与信任，对眼前的得到的一切都十分珍惜。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卖林公子的事，您还是别惦记。另外，今天你与小人说的这些话，小人也会彻底烂在肚里，绝不会避废3人提。没想到这曾经做劫匪的中心，没关系，既然正统领不愿意，那就算了。林轩，你好大的狗胆，居然敢无视本公子上次给你的警告！邱公子别误会，我只是率众去余镇采购一些生活物资，并无他意，没想到会遇到您。是吗？那还真是够巧合的。邱公子该不会是刚刚去了牛背村吧？是又如何？又与你何干？邱公子别生气，在下只是随口一问。邱公子，天色不早了，咱们还是尽快赶路吧。等天黑，这里可不安全。好了，林轩，你既然要进城办事，我也不阻你，但你也莫要再多说，咱们就此别过。主人。就这么放他们走吗？咱们可是在此等候了2个时辰。当然不能。走，我们也进城。三夫人辛苦了，快，饭菜都为你准备好了，请用膳吧。我不饿，待会儿吃。我问你，你将郑有利派去协助于邪妇剿匪了？不错。哼，相公，你就这么信任那郑有利？对，你之前说过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郑有利4人可都配着竹筒枪去剿匪，也必然携带了不少的弹药。万一他搞点猫腻，你都不知道。我之前在路上想了很久。小娘子，你长大一点，没人娶你当老婆，你就只能当军妓了。按我林家祖训，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需要选妻封地，为我林家开枝散叶。看过前3季的都知道。穿越选妻时，我一开口就是我刘季1万钱，不仅一口气娶了3个老婆，还主动选了块破地当封地。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可我却凭借现代人的眼光，开垦矿石，提炼火药，甚至和知县夸下海口，要让干旱多年寸草不生的牛背村焕然一新，来年丰收。从此下雨归我管，粮食靠我种。哟，三夫人这次进城后，怎么突然脑子开光变聪明了？是不是路上有什么奇遇？你别闹，人家说正经的。傻丫头，你就觉得你相公是傻子，故意让那秋意捡个大便宜？难道不是吗？就算郑有利不会背叛，可也禁不住城主府的威逼利诱啊！别忘了，他们可都是劫匪出身，都有前科。你怎么反应这么大？难道郑有利刚才顶撞你了？三妹，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管任何时候都不要公报私仇。相公信任郑有利，自然有他的理由。你能考虑到的问题，相公也早就提过了。哼，反正我看那郑有利有问题，他刚刚在路上还和秋意有说有笑，看到我就突然变了一副态度。好了，你也甭怀疑了，就让时间去证明一切吧。如果郑有利是个聪明人，就不会乱来，不然他想当着我面隐藏，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算了，反正你们怎么说都有理，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愿相信我的话。五月姐姐，我饿，人家要吃饭。真是饿死鬼脱生。来吧，都给你准备好了。相公，其实乌娜说的有一定道理。我知道，但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或许他现在正在心里犹豫。什么？相公说什么？没事。快，1个时辰内将这些海盗全部烧了。相公，你疯了！咱们现在确实赚到钱了，手里也有不少银子，可也不能败家呀，直接烧了。那你大老远让乌娜买回来干嘛？让你烧就烧，别那么多问题。我这么做自然有我道理。领主家着火了！咱这领主又在搞什么发明了？林公子，
您这是何意？这个季节也不像是添柴取暖，更不像是烧荒，而且这些干海带还是村民们刚刚搬进来的，怎么就直接给烧了？快，劳烦您老安排大家帮忙将这些干海带都投进火炉。快，大家帮忙把这些海带都投进火炉。我要的并不是海带，而是海带烧完后的灰。公子，这海带灰有什么用啊？放在平时那肯定没用，但这海带灰对接下来种庄稼可有大用，您老就甭问了。将海带灰倒进大黑锅，用蒸馏水熬煮。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提取点。终于提取完了，哈哈哈，真是不容易啊！啊！费了这么大的劲儿，就为这些粉末，相公，你到底要搞什么？这些粉末是不是也是肥料，可以让庄稼长得更快？当然不是，这粉末学名叫碘，是一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不过除此之外，还可以用作工业。算了，爱咋咋地，我忍不住了，回去睡觉了。吴月姐，相公，我也困了，就先回去休息了。相公，时间不早了，咱们也回去休息吧。有什么事等明天再说吧。好，我先去工作间将这些盐保存起来。制造翠玉丹已经完成了一半，明天就只剩下熔炼银子了。但难点就是炉内的温度，必须要达到银子的熔点。不过银子的熔点是961摄度，今天造出来的炉子虽然简陋，可在完全全熔的情况下，也至少能达到700至850摄度。好在我手里还存有大量黑火药，这些东西在完全密封的火炉内燃烧，会在短时间内急速升温。别说达到961度，就是达到1000度之上也不是可能。如果实在不行，还有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制造高炉。接下来炼铁需先调试高炉形制，我正好提前推演一番。吴越，你这新制的衣裳哪来的？喜欢吗？相公，想我吗？想啊。那你告诉我，是婉清好，还是我好？你好，当然是你好。这还差不多。还是得靠锅盖才能让火炉内温度上升，方便接下来的煅烧啊。十四爷，昨天就见你烧炉子，怎么今天还烧啊？当然，不但要烧，还要烧得更旺盛才好。你躲开一些，小心待会儿受伤。十四爷，您这也太败家了，干嘛要将银子丢进炉内啊？别这么惊讶成吗？要奋斗就得有牺牲。这10两银子烧得不远，接下来带给牛背村的好处可是这10两银子的1000万倍。如果一旦研制出了翠羽丹，帮助牛背村降雨，那将来种出的庄稼不但能解决牛背村500口人的口粮，还能用于售卖。毕竟在这封建落后的世界，粮食就是一切。只有自己掌控了粮食，将来才有和大端王朝上层阶级争霸的实力。公子，您说的都是真的吗？相公，刚才发生了什么？没事儿，我只是在炉内加了一些黑火药。什么？相公，你是疯了吗？要是发生爆炸，咱们这个家就没了。这不是没事吗？就甭担心了。看来温度还是不太够啊。相公，你该不会是想将银子融化吧？是啊，我要的就是液化的银水。与金、铜、铁相比，银的熔点最低，也是最容易融化的，但仍旧无法成功。可见这炉子的功率还是太低。接下来还要熔铁和铜，怎么办呢？相公，你还记得余城那铁匠铺吗？他家的那种炉子连铁砂都能融化，
融化银子肯定也没问题。婉清，你果然聪明又伶俐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相公的动手能力是真的强，想要什么就可以立即制作出来，好似他的脑中早就已经有了制造图纸。太好了，终于成功了。那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就是点化银的粉末。相公，完事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这研究的是什么了吧？牛背村不是常年干旱不下雨吗？今天我就要让整个牛背山久旱逢甘露。十四爷，你的意思是能控制天气，让天下雨？不错，能不能成功我还不能确定，但就算是有1成的希望，我也要拿出10成的努力。这不就是竹筒吗？这玩意儿能让老天下雨？相公，就算开玩笑也要有个度吧？你这次肯定是吹牛皮。要是人能控制天气，强行让老天降雨，那足以青史留名了。现在多说无益，试试就知道了。简单的说，这催雨弹的制作工艺与制造弹药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普通的弹药只有黑火药1种成分，足够当量就能产生巨大威力。而催雨弹中不光有黑火药助力，其中还蕴含隐化银这种特殊的成分。在催雨弹成功上天爆炸后，隐化银受热后便可在空气中形成无数个隐化银粒子。在高空气压相对较低的情况下，这些碘化银粒子会在云层中产生数不尽的冰晶，从而改变气象环境，达到人工干预降雨的目的。只不过当初我只在书本上学习，这还是第一次尝试。你就别上来了，待会儿我点火的时候可能会有危险。相公，你可别吓我，要是危险太大，就还是先缓缓吧。反正庄稼还没有大面积种植，也不急于一时。不行，已经拖了好几天了，今天必须尝试，而且也未必能一次性成功。如果不能解决降雨的问题，那就算村民们将土地彻底改良，最后种出的麦苗也会陷入旱灾。成败在此一举，不成功便成仁。十四爷，看来林家这次是真的看走眼了。相公，这就完事了？当然没有，看着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能不能飞上天。飞上天？这玩意儿还能飞上天？那破竹筒居然真的能飞上天，而且还冲入了云层。现在催雨弹并没有进入云层，只是因为飞得太高，再加上光线的折射，肉眼根本难以看清。成功了，成功了！相公，你好厉害，居然能发射到天上！要是用这招对敌，一定会成巨大的杀伤。你想得美！要是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就好了。林公子，这就算完了吗？您不是说可以让老天降雨吗？为何还没有下雨？再等等看，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人工降雨只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知识，技术含量并不算高。可自己身处异世，在没有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想要成功也要碰运气，而且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让云层内产生物理变化，由大量冰晶改变空气温度和湿度，从而达到降雨的目的。大雷，就证明云层内已经开始产生物理变化，这正是要降雨的前兆。相公，成功了！这次真的成功了，下雨了！相公，你好厉害，居然真的能让老天下雨！你难道是天上派下来的活神仙吗？专门拯救我的？十四爷，你隐藏得太深了，在林家的时候，您为什么一直不表现呢？邱公子，您怎么了？你可还记得我之前与凌云的那个赌约？记得。林公子真是神机妙算，居然连下雨都能算出来。
郑统领，你也算是聪明人，真以为本公子是这么好骗的？邱公子误会了，小人只是我家公子手下的侍卫，又岂敢诓骗您？哼！昨天我去牛背村接你的时候，凌云正在院内捣鼓一些特殊的热水。要是邱公子想一探究竟，那咱们现在就立即去一趟牛背村，找我家公子一问便知。我不用去，你就老实告诉我，凌云之前搞的那些花招是不是专门用来降雨的？不错。哼，好一个凌云，真是不简单啊！能制造出射杀人的火器已经算是厉害，居然还能强行让老天下雨。他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牛背村真的开始种粮，短期来看对余庚府大有益处。纳粮多了，税银自然也多了，余庚府的财政也会更富裕，对我爹的仕途也会更好。但要是放长远来看，问题可就大了。有了强大的火器，又能独立种粮，那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就是傻子都能看明白。郑统领，咱们走吧。去哪儿啊？回府见我爹。爹，孩儿有事求见。进来。是。你干嘛去了？弄得一身狼狈，为何不换衣服？爹，孩儿有急事，来不及换衣服。您先听我说完。大人，卑职就先告退了。你先别走，我待会儿还有事要交代。是。你有什么话直说，马总管也不算是外人。爹，外面下雨了，您可知是怎么回事？下雨就下雨，你还要究其原因？怎么，喝花酒喝傻了？不是，爹，您先听我说完。孩儿前阵遵照您的指令，去牛背村见了那凌云，期间凌云曾与孩儿打赌，说是能让老天下雨，从而解决牛背山干旱无雨的环境。你是说，这外面下的雨是那凌云搞出来的？不错，昨日孩儿去牛背村接凌云派来的4名手下，曾亲眼目睹他在家中搞研究，说是要降雨，这才过去1天，就真的下雨了。所以这次降雨8成与他脱不开干系。公子，那位林公子，卑职也曾有过一面之缘。老实说，他确实是个人物。可要说他能让老天下雨，这不是胡扯吗？这怎么可能？你小子是疯了吗？那凌云厉害确实不假，但也不必将他妖魔化。他要是有本事让老天下雨，那岂不是下凡的活神仙？小子，你真当你爹头晕眼花不成？哎，爹，我知道这么说很难取信于你，要不这样，您亲自随我去一趟牛背村如何？咱们一见便知。不可能，我乃余生府府尹，岂会亲自去那牛背村？是不是那凌云给你出的馊主意？既然爹不愿相信，那孩儿就先告退了。不过还有一句话，希望爹你能听进去。你说，那凌云下一步是打算在牛背村大面积种粮，一旦成功了，爹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吧？大人，大公子虽平日里喜欢花天酒地，但从不会触犯原则问题。他既然开口了，想必不会无故放松。那凌云也确实有问题，咱们还是小心为妙。确实有些蹊跷。不过这凌云要是真的能让牛背村开荒种粮，一定能解决我余征府粮食短缺的问题。咱们以后也不必再花大钱去浩征府买粮了。大人，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大个公子的担心也不无由来呀。那凌云手里本来就有能要命的火器，要是粮食也能自给自足，他可就等同于有了谋反的本钱。这事儿，这种事根本不可能，真当本官是吃素的。也罢，既然马总管开口了，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探探凶实也好。不过咱们现在需要那凌云帮忙，可别得罪了他。若坏了本官的大事，小心你的脑袋。是，卑职明白。卑职办事，大人就把心放在肚里，绝对不会出问题。好，那你下去吧。是。大人，刚刚马总管说的有道理，那凌云明显是野心勃勃，就算大人要利用他，也最好能敲打一下才好，不然恐生事端。其实早在我第一次与那凌云面谈，就意识到了他的野心。不过我笃定这小子不是针对咱们的。我前几天托人秘密打听了凌云在林家的事儿，这小子可是被林家坑惨了。而且别看他娶了3个老婆，却要为3个老婆还债。林家完全是拿他们这些庶子当外人，等将他们的全部价值都榨干，就会被抛弃。
所以这小子得势后一定会针对林家报复。原来如此，要是这么说，这林云现在是在卧薪尝老啊。所以咱们只需要知道这小子行动就行，多了也不用过多参与。等他有一天去对付林家失败，必死无疑。正好可以趁着现在多多利用他，将咱们那些不方便出手的事儿都交给他去做，岂不美哉？大人高见。现在也算是确定了制造工艺，正好多准备一些翠玉丹，为接下来种田后的降雨做准备。公子，您找我有事，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没什么事儿，只是这段时间村民们一边忙着生产黑火药，还要去耕地，挺辛苦，所以这些银子就分给村民们，算是他们的工钱。林公子，您不是每天都付过工钱了吗？何况耕地也是为牛背村好，大家都是心甘情愿劳动的，这些钱我们不能要。拿着吧，这点银两分给村民们也不算多，算是我凌云聊表心意。这样，这笔钱就先交给小老，以后种田需要用钱的时候，就从这笔银两里出。好吧，您老真是深得我意啊。那一共有多少亩地？大概1000亩地。这些粮食牛背村根本吃不完，要是用来销售，那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林公子，您在想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事，你可以下去了。另外将这些种子也带回去。哦，好的。林公子，官府来人了！哟，这不是马总管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林公子，下官此次前来可是给你报喜的，是吗？那快有请。好，请。好茶，去准备500两银子。马总管不远百里而来，肯定是有事要宣布吧？要是好事儿，我还真想快些知道。哎，林公子莫要着急，我之前听大人家公子说，上周那场大雨是林公子安排的，可有此事？一场雨而已，马大官不必放在心上。那到底是不是林公子安排的这场雨？还真是，不过也只是在下瞎猫碰上死耗子。林公子人中龙凤，大人和公子都一直在夸张你，如今看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马总管，您这次大老远赶来，该不会只为打探这下雨的事吧？当然不是，本官这次来是给林公子送银子的。这是800两银票，按照林公子上次与邱公子约定的3-7分，还请笑纳。看来于公府最近剿匪很顺利啊。当然，但能这么顺利，还是因为林公子派去的4名将士厉害啊。这100两银子全当给马总管跑腿钱了。怎么，马总管嫌少？林公子，您本事通天，能交上府尹大人，下官也是佩服得紧。如果没有本官从中斡旋，林公子根本拿不到这800两银子。我说马总管，您是余强府内务总管，换句话说，就是专门为府尹大人管钱管各类物资的高官。按理说，光是大人跑来一趟，哪怕没有任何公务，在下都要好生招待才是。但既然马总管把话挑明了，那在下也就直说了。我凌云手里有点小钱是真的，但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马总管想要钱没问题，只要帮我办事，要多少就有多少。我凌云绝不会亏待盟友，可就怕马总管没这个能力，更没这个胆量。大胆，敢对马总管这般无礼，你活够了！凌云果然是块难啃的骨肉，混账东西！本官与林公子谈话，哪有你多嘴的份儿？何况林公子还是府尹大人的座上客，卑职有罪，滚出去！马总管，考虑的如何？林公子想要下官如何做点什么？第一，我上次去于全府赴宴，曾送出去一批香水，我算下时间也差不多了，还望马总管能帮忙打听一下此事，看看有没有想要订购的。林公子上次那一批香水果然是好东西，现在余城内那些贵妇名媛们都在打听这支香水，
但那些官员因为职务参差不齐，都不敢来搅扰林公子，所以才没传出消息。这件事儿包在下官身上，只要林公子这边有现货，我保证能卖出好价格。好，那此事就定了。不知林公子打算多少银子卖一瓶？一瓶就暂时定价20两银子吧。什么？20两？怎么，马总管觉得贵？何止是贵，那么一小瓶的东西卖20两银子，林公子真以为当官的都是冤大头？当然不是冤大头，但据我所知，这些官员可都富得流油，卖20两一点都不贵。下官倒是没问题，只要林公子确定价格，那下官就按照这个价去卖。倘若卖不出去，林公子可就别怪下官办事不力了。马总甲尽管放心，这销售也是要有技巧的，要是愣卖，自然很难打动人。只要马总管能动动脑子，再利用一下手里的资源，相信一定能打开销路。到时候我可以保证，马总管每月都能收到一笔不菲的报酬。林公子能细说一下吗？下官吃鱼，没听懂您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打响产品的知名度，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虞城最出名的人身上下手。最出名？那就是符印大人了。符印大人是大男人，又不用香水，找他有什么用？你要从符印大人身边的人下手。林公子指的该不会是符印大人的夫人吧？没错，就是大人的夫人。夫人上虞城上流社会，也算是名人吧？当然了，所以只要是女人都喜欢这香喷喷的香水，只要夫人喜欢愿意接受，马总管完全可以借用夫人的名人身份去宣传香水的妙用。那些官员的老婆本身就喜欢，再加上他们各家的男人都在符印大人手下当差，是巴不得能巴结上符印大人。你觉得这种收买人心的事是不是一条商机？林公子真乃圣人也，这计划实在太精妙了。接下来就不用我再教你了吧？不用了，下官已经全都明白了。第二件事，将来我还要做粮商，马总管有没有销路，能将粮食买到其他地域？林公子，这私自倒卖粮食可是杀头的死罪，您该不会是想给下官挖坑吧？当然不是，在下只为赚钱，可从不想害人性命。尤其是马总管这种人物，在下拉拢还来不及，又岂会陷害？那您说卖粮也没人敢收啊？我说过，你想要多钱，我都能给你，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和能力。如果是将粮食在凤阳郡流通，那必然走不通，就会被林家人发现。但要是流通到其他的郡呢？林公子是说，任何事都要先开源，马总管也不必太着急，这粮食还没种出来呢。这段时间你可以积极笼络一下人脉，要是能与其他郡的同僚搭上线，那赚钱的机会还在后面。下官明白，这些交鱼是给你的，不过我希望你能用这笔钱去运作一下香水的事儿，也当是我对你的考验。要是事成了，下一步我会再给你一个更大的买卖。林公子放心，下官一定尽心竭力。林公子，没有别的事，那下官就先告退了。马总管千万别太看重眼前这点蝇头小事，只要将我安排的事做好，赚大钱的机会还在后面。明白，林公子就看下官接下来的表现吧。相公，咱们赚点钱容易吗？这死胖子什么都没做，就两片嘴一说，你就送给他500两银子。三妹，你别胡说，咱们将来要赚大钱，现在自然要铺路。没有这马季的斡旋，咱们很难和那些达官显贵攀上关系。还是二夫人懂我的心。你上次不是与那秋光日还有秋意交好了吗？难道他们不能帮忙吗？何必低三下四的和这芝麻大的官儿费劲？你懂什么？这叫术业有专攻。他马季每天的工作就是与各类商贾和达官显贵打交道。秋光日就算能耐再大，在这件事上他也帮不上什么忙。可是相公，这马季万一两头通吃怎么办？真没看出来，大夫人还有这种眼光。吴月姐说的没错，相公，你可要把控好。这帮贪官为了钱，可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真的可以两头通吃，那我也算他有本事。
反正我给他报价香水20两银子一瓶，他要是能卖出100两一瓶，那就让他赚好了。不过说实话，相公，这香水卖一瓶20两银子，是不是太黑了？就是相公，你可真是黑心商人啊！制作香水的工艺也并不复杂，原材料就是一些普通的野花，就经过你那一套流程，就能卖出天价20两银子，在大端神朝顶得上普通平民至少2年的开销，甚至都能置办家业、娶妻生子都够了。哼，你们2个小丫头现在还背着巨债，却做起好人了。而且生意人本来就逐利，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什么。相公，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担心怕价格太高卖不出去而已。放心好了，我就是卖的价格再高也会有人买。何况你要搞明白这些达官显贵的心态，价格太低人家根本瞧不上，也配不上他们的身份。只要将香水定位成高端奢侈品，他们慢慢就会接受。转眼又过去1周时间，牛背山方圆几百里地焕然一新。邱公子，您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不妥？哈哈，郑统领何出此言呢？这笔赃银，本公子会亲自上缴到渝州府的库房。小人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您之前明明答应我家公子，剿匪所获的赃银要按照总数分给我家公子30%。之前不是已经给了你家公子800两银子了吗？难道还不够？当然不够。最近这1周的剿匪，累计收缴至少也有10万两白银。按照邱公子与我家公子的约定，我家公子至少也要拿3万两白银。郑有利，你说的都对，但本公子又后悔了。实在没想到这帮靠搜刮民脂民膏起家的劫匪会如此富有。这么大的一笔不义之财，我余城府不到，他凌云也不能要。那邱公子打算如何处置这笔钱？很简单，本公子体恤民情，打算将这些钱全部散给余城百姓。好吧，既然邱公子体恤百姓，那我回去也好交差，就先告辞了。凌云派来的这4人虽然个人实力一般，但配上竹筒枪，却如虎添翼，能以一敌百。而且这4人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也就是说，凌云必然私底下培养出了一批精通竹筒枪的将士啊！哎，郑统领，咱们就这样回去交差，林公子会不会惩罚我们吧？当然不会，林公子不是是非不分的主人，而且这次邱毅敢翻脸不认人，肯定另有隐情，咱们还是快点赶路。郑统领，这变化也太大了，牛背村不是无法种粮吗？林公子的本事岂是尔等能妄议的？看来咱们不在的这段日子，林公子又做了不少的大事。相公，快，郑有利回来了。这才半个月时间，看来他们这次剿匪挺顺利啊。卑职见过林公子，这次总算幸不辱命，完成了公子交代的任务。哈哈，郑统领这次经过战场的磨练，整个人看起来更像个将军了。是啊，郑统领经过锻炼，肯定能将牛背村的司军培养得更好。二夫人说笑了，只要是能为林公子分忧，让卑职做什么都行。好，来，快跟我说说最近这半个月的情况。林公子，这次跟随那邱毅剿匪倒是很顺利，但最后他邱毅却出尔反尔，强行扣押了本该是公子的30%银子。我就说你小子好像有心事，原来是这件事啊！林公子，那邱毅欺人太甚，如此不讲信义，咱们以后还是不要跟他来往了。其实我早就猜到了。相公，看来于金府已经开始防备我们了。放心，该是我们的，谁也别想拿走，就当先存在邱毅手里了。对方现在一定知道了竹筒枪的厉害和带来的实际好处，但想要长期威慑敌人，还需要大量的弹药。只要我们牢牢掐住弹药，就不担心余生府不妥协。这次剿匪一共收缴了多少银子？不算大笔物资，一共是10万两白银。相公，这件事绝不能这样算了。当然不能。可现在又有什么办法？直接和余政府翻脸？翻脸就翻脸。相公，你给我安排10名枪手，我一定能灭了那邱家父子。到时候有你做余征府尹，肯定得比他们强。你以为余征府的府尹是自封的吗？
没有朝廷的认可，就算咱们将于政府攻下来，也完全没用，反倒会被朝廷当作反贼。就你们东路人最麻烦，要是在我南蛮，绝对要立即报仇。行了，这件事不怪你，你也不必自责。吴越，去拿100两银子赏给郑统领。是，公子。公子，咱们现在也并不富裕，这银子就算了吧。何况杯神这次也没帮上什么忙。郑统领不必推辞。郑有利，这钱并不是因为你立功才赏你，而是因为你这次的表现。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明白。林公子这次果然是在考验我。公子放心，我郑有离向天发誓，今生今世绝不会做对不起您的事儿。行了，你不用发誓。如果你真别有二心，发誓也不顶用。我只希望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你下去吧。相公，上次马季送来的800两银子也被挥霍一空，再加上最近种田，又订购了一大批的种子，而且每天还要给生产黑火药的村民发工资，咱们手里的银子也不多了。唉，相公，不得不承认，你赚钱的本事确实厉害，但花钱的速度也是真快，而且你出手太豪气了。就是装呗，等彻底周转不开了，相公就算有再大的本事，也发挥不出来。3位夫人莫要担心，这钱是赚出来的，可不是省出来的。只要都用在刀刃上，就不算挥霍。我保证，花出去的钱会10倍100倍的回来。就再熬一段时间吧。那边情况如何？我费了老大劲儿，总算是与那马季见了一面。他让相公等着好消息就行。最近于镇府来了一位大人物，听说是朝廷派来的钦差，所以别说是马总管，整个于镇府都忙得不行。钦差来于城干嘛？我听马总管说，是来视察民情的，而且这次也只是顺路来于城。听说是浩城出现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浩城灾荒？这怎么可能？浩城可是凤阳郡远近闻名的产粮大户，要是浩城都能饿死人，那凤阳郡岂不是都要饿死？这我就不知道了，等那马季来了，你亲自问他好了。对了，相公，这个给你。这是什么？我在于城路过那铁匠铺，是那老铁匠给你的，说是之前相公订购的。里面到底是什么？你没打开看看？当然看了，不过都是一些细小的铁块，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啊？这可是好东西，以后你就知道了。不过，这些灵器造的实在太粗糙了，边角的位置还有多余的废铁，而且每个零件都不对称。还好我提前制造了一个简易版的打磨机。谁啊？公子，是马总管来了。哦，快有请。下官见过林公子。马总管，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将你盼来了。怎么样？这次可有什么好消息带来？当然，林公子上次的计划实在是高明啊！下官只是略施小计，就成功让府尹大人的夫人帮咱们狠狠宣传了一波。之后我闲暇之余就一家一家的去拜访，那些夫人名媛果然都舍得花钱。公子，这是2000两银子，请笑纳。卖了100瓶，倒还没有这么多，只是下官想要囤一些，到时候也方便售卖。原来马总管是这么想的，这是好事儿，证明马总管已经开始上道了。不过你想两头通吃，这就有些过分了吧？不，林公子误会了，下官已经想好了，您以后不用给下官好处费，只要能源源不断的给下官供应这些香水就行。好，马总管果然靠得住。既然谈到现在是双赢，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吧。哎呦，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马总管还没吃晚饭吧？今晚就留下，咱们好好喝几杯。林公子，下官今晚是偷着赶来的，要立即回去才行。要是让府尹大人知道，下官可就完蛋了。马总管不必担心，这个时间段就连你都能偷懒办私事，那府尹大人肯定也是如此。你就放心留下陪我喝几杯，保证耽误不了你的公务。既然林公子盛情难却，那下官就叨扰了。请。古月，快准备酒菜，我要和马总管喝几杯。饭菜马上就好了，马总管来的可真是时候。让大夫人费心了。马总管，我听乌娜说，朝廷派来的钦差是专门调查浩城灾民的事。别提了，浩城府尹这次怕是要到头了。到底怎么回事？浩城不是凤阳郡的产粮大户吗？怎么会饿死人？哼，浩城确实产粮不假，但昊天府尹为了中饱私囊，去年居然强行将百姓手里的粮全部低价收走，再倒卖到其他的郡府。他倒是赚个盆满钵满，但百姓可就苦了。尤其是今年旱灾严重，浩城今年的粮食别说是外卖，就是自己留吃都不一定够。不过林公子，您可真是神人啊！今年整个凤阳郡多处闹旱灾，庄稼都被活活晒干了。你这牛背村按理说更是最贫瘠的土地，怎么反倒长势这么好？听马总管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看来今年就算卖粮，也能赚一笔好钱了。是啊，现在粮食最值钱。林公子到时候要是真的开仓放粮，绝对能赚个盆满钵满。不过，按照余政府下方在各地的征粮条例，林公子要优先给余政府纳粮。需要纳多少粮？你可知道？纳粮比例是总产量的2成，这是强制执行。当然，这些粮食余前府也要上贡给林家，而林家要将各个地方的粮收集起来，再拿出一定的比例上贡给大端神朝。这么说，如果我牛背村今年总产量是1000万斤，就要先拿出200万斤的粮食上贡？不错，林公子，您可千万别舍不得，这纳粮可是好事儿。朝廷为了激励农民多纳粮，会奖励纳粮的村子。就好比牛背村，要是纳粮交满了，可以享受一些特殊优待。如果表现得特别优秀，甚至可以踏入仕途。当真？自然当真。不过要满足这个条件，至少也要按照最高额度纳粮超过5年以上。林公子，您能否告诉相官，牛背村这次收割庄稼都产多少粮？这很重要吗？林公子别误会，下官只是好奇而已。何况咱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啊！要是有什么好事儿，下官也好帮公子一把。在回答你这个问题前，你先告诉我，府尹大人对我牛背村现在是什么看法？是这样，因为那钦差来巡的缘故，府尹大人将牛背村当作示范村，并邀请钦差过段时间来这儿视察。哦，那你为何之前不说？林公子可千万别误会我，不是我不说，而是这件事现在还没正式下公文，没定下来的事，下官岂能乱说？不过，就算林公子不问，下官也一定会告诉你的。相公，钦差来巡视确实是好事，但就怕那秋光日没安好心。为何这么说？刚刚听马总管说，浩城现在正在闹饥荒，如果咱们牛背村今年迎来大丰收，秋光日为了自己的仕途，一定会做顺水人情，在钦差面前表现，将我牛背村的粮食救济给浩城。按照二夫人的思路推断，这确实很有可能。看来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林公子的意思是提前收割，隐瞒产量，可行。林公子，这办法倒是可行，但可是有风险的。一旦被府尹大人发现，或者被钦差发现，牛背村可就完蛋了。哼，不管怎么说，想让我凌云替别人做嫁衣，那是不可能的事，我也不会答应。林公子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我是不可能出卖你的。开饭了，马总管，请吧。马总管，有一件事，不知你是否知道内情？什么内情？就是前不久我派手下侍卫协助愚公府剿匪的事。差点就忘了，
林公子，下官知道那邱毅贪了与林公子商议好的赃银，为了这件事，府尹大人还与他发生过争吵。没想到府尹大人还会为我说话。府尹大人为官多年，老实说，他是一个极重视规矩的人。而且大人曾说过，想要利用林公子剿匪，甚至是升官发财，但却从没说过要对林公子不利。哦，那后来呢？府尹大人就没说继续履行契约？林公子放心，这件事不会这么算了的。就算府尹大人给忘了，下官也会提醒他。哎，马总管就不必参与了。要是让府尹大人察觉出咱们之间有染，那可就不妙了。没事，下官也算是府尹大人的心腹，别人说不了的话，下官还是有发言权的。我懂府尹大人的心思，他现在一心想往上爬，是离不开林公子这样的能人的。反倒是这邱毅一直在拖后腿。看来府尹大人父子关系是不太好啊。哎，岂止是不好，已经算是非常糟糕了。邱毅一直在暗中组建自己的势力，虽然不知要做什么，但肯定是要与府尹大人唱反调的。所以林公子千万别误会，那邱毅做出一些事并不是府尹大人的意思。相公，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什么怎么想的？就是这马季啊，你觉得他可信吗？这个世界除了亲人，原则上讲都不可信。我也不需要完全相信，只要维持住现在这种互惠互护的关系就好。你让那马季什么都没干，就一瓶香水净赚10两银子，比我们还要轻松。傻丫头，你不要只看眼前，他确实什么都没错，但没有他从中斡旋，咱们手里的香水根本就卖不出去。换句话说，他拿的这些利润都是用强大的人脉换来的。等着吧，我要让香水的味道传遍整个大端神朝。相公，都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我出去转转，你们不用担心。不来，就是为了得到这次收割的粮食。如果府尹大人有这个想法，那必然要讨好相公，所以那老东西会将银子送来，3万两银子，我都不敢想。要是真能要回来，咱们的那笔债可就有希望了。第一次来到牛背村，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地，遍地都是穷酸味。但这才过去不到半年时间，整个牛背村已经脱胎换骨，焕然一新。林公子，这么晚了，您怎么出来了？哦，没事，我就是出来随便看看。对了，马总管没事吧？他身上可是还带着100瓶的香水。林公子尽管放心，如今牛背村通往于征府的这条官路十分安全，早已没有劫匪了。好，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回去吧。是。另外，替我将老村长找来，我有些话要和他说。是。林公子，您找我？按照现在庄稼的长势，等收割的时候，大概能产多少小麦？最近几个月，村民们一边种地一边统计过，咱们这次种植面积是1100亩。看着庄稼的长势，1亩地最少也能收300斤的粮食。如果按照这样计算，那今年的收成的粮食就有30万斤。你确定亩产量能有300斤？放在大端神朝，亩产量能达到300斤可是天文数字，而且还是牛背村这在外界人眼中最为贫瘠的土地产生。小老也不敢保证，但大概应该在亩产300斤上下。好，看来咱们牛背村今年要过个肥年了。林公子，你是得到什么好消息了吗？不错，我刚得到消息，号城缺粮，还有钦差有可能来牛背村巡视。林公子，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要是有钦差来巡，那牛背村就算彻底要出头了。不能说是绝对好事，只能说喜忧参半吧。为何？今年整个凤阳郡多地旱灾，导致粮食供应不足。再按照府尹大人的一贯表现，他为连自己仕途，怕是要将我牛背村今年的粮食拿出来赈灾。所以，为了咱们牛背村长远利益着想，我打算提前收割。若是有30万斤的产粮，便按核定标准上报20万斤，余下的留作咱们村的应急储备。这样咱们手里有余粮，就算发生什么事也不慌。还是林公子深谋远虑，那就这么办。那些一心盘剥乡里的不良差，从来不为咱们百姓着想。另外，林公子尽管安排就好，小老一定组织村民，就算加班加点，也要提前收割粮食，绝不给他们算计咱们的机会。好，那就这样。您老预估一下收割麦田的日期，之后提前3天开始。切记，此事不可宣扬。明白。小老这就回去给他们开会。等一下。林公子还有什么吩咐？明天组织村民在村内再挖出一个更大的地窖，用来储存粮食。是，小老记下了。你俩可知道，
那林云是如何将香水卖给城内达官名流的？大人何必大动肝火？那林云不过是投机倒绑，赚了点快钱而已。也难登大雅之堂。而且我大端神朝中共分士农工商4个层次，这林云既然自降身份，甘愿做商户，那就随他去好了。要是他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本官就不担心了。我就怕他假借经商的名义，却暗中以香水为引，结党营私，那威胁可就大了。大人，这林云的野心早已暴露无遗。常言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只要一切都放在明面上，就证明林云并没有想隐瞒的意思。既然都被大人看在眼里，那又何来威胁呢？马总管言之有理，大人，这林云是个人才，咱们必须要拉拢。就算要打压，也绝对不是现在。别忘了，咱们已经与钦差大人商定，要去牛背村视察，更要让牛背村出粮来赈灾。这么大的事是需要一定交情的，大人切不可丢了西瓜捡芝麻。另外，大人也不必生气，林云突然绕过大人，将香水卖入余城，必然是在上次剿匪的气。大公子可真是不地道，当初他和那林云商议好会给的银两，却被尽数克扣，换作是谁心里都不会舒服。好，你二人言之有理，倒是本官太谨慎了。马总管，卑职在，去库房提3万两银子还给凌云。大人，3万两是不是太多了？依卑职看，给那凌云1万两都算多了。马总管果然是本官的好管家，不过这该花的银子绝对不能省。是，大人。正如常师爷所说，这凌云现在还不能得罪，何况这银子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大人，之前大公子将银子交给下官时，可是一再叮嘱，不允许下官还给凌云的。那逆子胆大包天，我自不会饶他。你就按我说的去执行，大公子那边不用你管。卑职领命。另外，这3万两银子也不是那么好拿的，你去替我转告凌云，想在余征赚钱是需要纳税的。之前他卖了100瓶香水的3000两银子，本官就不计较了。但若再胡作非为，就别怪本官不讲情面了。大人放心，这件事交给卑职就好。大人，咱们对着凌云最好还是恩威并施。为何？难道还要本官低三下四求他不成？大人还要求他办事，大人先别忙着生气。这凌云之前就掌握竹筒枪那种能改变游戏交泽的火器，就已经算是一方人物了。至少这种人咱们短期内不能惹，还对咱们有非常大的利用价值。但这次就不一样了，他居然能让牛背村那鸟不拉屎的荒地变成种粮大户，这可不是一般的本事。而且据我所知，今年整个凤阳郡都干旱少雨，所以导致产量低下，而牛背山今年却连着下了好几场的大雨。此消彼长下，牛背村也与其他的村镇拉开差距。在当今，谁手里有粮，谁就是大爷。是啊，谁曾想这小子本事这么大，居然能让牛背村风调雨润，真是邪了门。大人，卑职说的这些都还不是最主要的。您试想一下，这小子手里有打胜仗的火器，还能自产粮食，要说他没什么野心，恐怕都没人会相信。所以，卑职以为这凌云怕是早有图谋。哦，这小子该不会想要对本官下手吧？大人之前不是调查过这凌云在林家的事儿吗？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依我看，这小子8成是想要报复林家。什么？报复藩王？这怎么可能？这没什么不可能的。大人，别忘了，去年在朝廷，薛藩可一直都是热门话题，甚至因此死了好几名国事院重臣。虽然最后不了了之，但皇上肯定也意识到藩王对当今朝廷的危害。哼，常师爷到底想说什么？这东一头西一头都将本官搞晕了。卑职只想表达一个意思，那就是提前与凌云交好，哪怕什么都不做，也绝对不能得罪这凌云。到时候这凌云正有要起事那天，咱们便可借着这一封封做出最后选择，哪边有利咱们就选哪一边。好，常师爷果然是深谋远虑，已经想到了这一层。本官能有常师爷出谋划策，还真是鸿福成天呐。大人过誉了，不过这凌云真的是大人一生之中最大的一次机遇，抓住了便可扶摇直上9万里，将来或许也有机会位列朝堂。马季，你好大的胆子，敢无视本公子的命令！大公子这是哪里话？不知哪件事惹得大公子不快了？我知道，你是想提取那3万两银子送给凌云，你是将我的话当作耳旁风吗？哦，原来是这件事啊！大公子还真就错怪下官了。下官提取这3万两银子是奉府尹大人的命令，要是没有大人的命令，就是给下官100个胆子，
也不敢这么做啊。我上次已经和我爹说过此事，他怎么会答应？是千真万确，下官岂敢在这件事撒谎？大公子若不相信，可以亲自去问府尹大人。好，我现在就去见我爹。马总管就先稍等片刻，要是敢趁我不在将银子送给那凌云，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哼！爹，您真要将那3万两银子给凌云？怎么，你有意见？爹，此事不妥。那牛背村在凌云的领导下已经变得愈发强大，要是再给他这3万两银子，更是如虎添翼。您是想培养出一只能吃人的猛虎吗？爹，您这是什么意思？你小子该打，这一巴掌是为了将你打醒。大公子，眼下可是特殊时期，钦差大人还在我于公府做客，但一次性给那凌云3万两银子还是不妥。要是将他养肥了，我于政府可就要遭殃了。哦，没想到你小子居然比你爹我还要在乎于政府的利益，真没看出来，原来我还冤枉你了。好了，你也不用废话了，你现在就立即滚回家去，以后没有我的许可，不准迈入于政府那一步。爹，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就算不是您儿子，那也是于当府的兵马总管，同时也是从五品的朝廷命官，我有权利知道一切，并参与其中。大公子，谨言慎行，不可胡说。小子，你可知道这于政府谁说了算？你确实是朝廷命官，也是兵马总管，但又如何？还不是要你老子我给你受命？老子倒是没权利罢免你的官职，但有权利扣押你手里的军印。爹，你别逼我！还敢拔刀？怎么，你还想杀了本官？爹，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意见，同时也能认同我的职务，莫要以势压人。来人呐，给我将这臭小子的兵器和军印缴了，再将他押入大牢。啊！你这个老糊涂，你听信那凌云的谗言，一定会后悔莫及的。去通知马总管，一切照例进行，莫要耽误大事。是。郑统领怎么也在这儿？林公子，是这样，牛背村现在劳动力短缺，之前2县开工已经人力紧张了，如今又要开凿地窖，就更缺人。小老也是担心影响收成，所以特地请郑统领率众位将士前来帮忙。这件事确实是有些为难您老了，不过此事下不为例。我凌云培养私军是为了保护牛背村不受外敌侵犯，而不是干活的。要是万一现在有敌人闯进来，会造成多大的损失？相公，老村长也是好意，只是没考虑太多，你就别怪他了。大家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让牛背村变得更好。林公子说得对，二夫人不必为我求情，是小老考虑不周。老村长，您是牛背村资历最老的人，我凌云虽是领主，但也是打心眼里尊重您。我刚刚没有责怪你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只需要各司其职，各安其命就好。当今的牛背村即将成为重炮之地，一旦过段时间钦差到来，势必会被四周村落或者更远的一些城府知悉，到时候必定会有一些不长眼的前来侵犯，所以该有的警戒还是要有的，绝不能松懈。好，林公子，卑职已经安排了一小队的将士在外巡逻，要是有危险，就会鸣枪示警。郑统领，老村长只是村子里的老人，他不懂情有可原，但你可是我司军统领，你难道也不知道轻重缓急吗？只要是涉及到牛背村安全的事，都不是小事。我希望你能谨小慎微，不可再乱来。卑职明白了，罚你半年俸了，下去吧。林公子，您还是别罚郑统领了，要罚就罚小老吧。老村长不必介怀，这管理军事和对待村民是两码事。我作为牛背村的领主，必须要严格管控私军，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让牛背村村民都安居乐业。要是连最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村民们哪还有心思做事？这地窖修建的不错，您老最近这几个月就多多费心吧。哎，我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凌云不近人情，但我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做任何事都要将个人情感和公事区别开，要是公私不分，必会酿成大祸。当然，咱们还有时间，要是真的忙不过来，可以慢慢修建这地窖。林公子，您不用和我们解释，大家都十分认同您，而且也知道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牛背村更好。相公，你今天为何要这么严厉？就算你说的都对，
但也应该法外留情，这样才能拉拢人心。要是让大家都与你产生隔阂，对我们接下来的发展可是相当不利。我凌云一向奉行恩威并施，长皇分明。我上次可以奖励郑有利，那这次就可以惩罚他。我要让他明白，他就算手里控制着兵权，也有不可触犯的规矩，而这规矩就是我单独给他一人设立的。相公的思路果然异于常人。不过你说的对，他现在手握重兵，而且属下都配备竹筒枪，要是让他无法无天，再乱了纲常，那确实容易出现安全隐患。是啊，虽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也要让他明白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十四爷，您可算是回来了。出什么事了？十四爷，快进去吧。马总管他刚刚来了，现在正在厅堂，大夫人和三夫人正在陪同。快走。怎么马总管这次这么快又来了？难道是那100瓶香水卖没了？卖香水自然是好事，但依我看，马总管这次来带来的好消息可不止这些。林公子，你可算是回来了。下官之前还以为要等上一段时间吃午饭呢。嘿，马总管都来了，自然要安排好。吴越，快去备午饭。上次品尝大夫人的厨艺，让下官回去后甚是想念，所以此次前来蹭饭，还望大夫人勿怪。马总管喜欢的话，以后可以经常来蹭饭。不过你可要多卖一些香水才是。马总管此次前来，可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宣布？马总管这是何意？林公子，这是3万两，下官也是费了不少口舌，才让府尹大人答应交出这笔钱。马总管果然是办大事的人，如此我就先谢过了。哎，林公子千万别客气，这些也都是下官应该做的，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林公子。什么好消息？秋意如今已被他老子罢免官职，关起来了。马总管的这个人情，凌云记住了。咱们来日方长，只要我凌云前途光明，绝对不会让马总管寒心。那就多谢了，林公子。下官来前刚刚与府尹大人还有师爷常云面谈，看来那钦差大人来寻牛背村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所以，既然夫人大人给在下这个面子，那我必然不会让他为难。只要不触犯我牛背村的整体利益，我倒是愿意捐粮赈灾。好，有林公子这番话，下官回去也好交差了。马总管还有事儿？是这样，府尹大人已经知道咱们在虞城卖香水的事了，对此他是十分不悦。我猜到了，他还说什么了？大人还说，林公子要在虞城做买卖，该纳的税还是要交的。好，我知道了，那就按照虞知府规定的税收扣除就好。林公子，因为每次卖出的香水中也有我的那一笔银子，所以正常的税收就交给下官好了。哎，这不妥，马总管赚的也是辛苦钱，还为我凌云两头跑，岂能让你吃这个亏？没关系，税银只是小钱，下官完全可以承受。不过林公子，凭我对府尹大人的了解，您在他的地盘赚钱，这件事儿肯定绕不过去。所以你最好好事单独准备一份银子，定期送给府尹大人，这样一来，咱们赚钱也踏实。马总管提醒的对，这该花的银子还是要花的，就当花钱保平安了。林公子，老规矩，再进100瓶。马总管，看来这生意越来越好啊！你赚钱自然是好事，但你每次涨价都必须要先通知我，这是我新定的规矩，还请马总管能熟知。当然，下官又岂敢隐瞒报价？毕竟香水是林公子费力制造出来的。相公，马总管这次带来的消息可着实不少啊。是啊，真是没想到，秋光日为了讨好我，居然将自己儿子关入大牢了。看来这位府尹大人想求相公办的事不简单啊，相公还是提前做好准备的好。哼，没关系，他就是胃口再大，那也要先看看牙口如何。要是贪得无厌，小心崩碎了牙。相公，这些交子就是上次郑有离参与剿匪得来的。不错，相公，有了这笔银子，咱们终于可以过得宽裕了。这些银子不到迫不得已是不能动的，留作给你们3个赎身用。相公最好了。老村长，你可算是来了。
林公子，不知这次叫我来所为何事？地下粮仓修建好了吗？早就完事儿了，现在只剩收尾工作。自从上次听了林公子提的几点要求，小老这2个月一直严抓质量，并将隐秘性和通风干燥2项指标放在首位。您老辛苦了，不过现在吃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牛背村打造一个好的基础。林公子可千万别这样说，要说辛苦，那还得是你呀。而且功劳最大，能让贫穷的牛背村过上现在的好日子，村民们都十分感激。就是老村长说的对，在林公子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了，这都是林公子的功劳。我最近几天就一直在观察麦田，小麦已经成熟了，所以这次叫你们来是通知大家，从现在开始正式收割，发动全村力量，让大家都暂时先放下手里的活儿，尽快将粮食全部收割。这是不是太急了？再有不到1个时辰天就黑了，要不等到明天再收割？村长说的是啊，不行，我等的就是天黑。今晚发动全村，就算是老弱病残，也要出来收割，赶在天亮前将所有庄稼收割完毕。林公子，咱们今年可是种了整整1000多亩地，想要一夜收割完是绝对不可能的。老村长，我知道有困难，但就算困难再大，也必须完成。我实话告诉你，咱们牛背村的粮食已经被于政府盯上了。今晚收割完毕，等于城府派人来，他们也不知道咱们到底产了多少粮食。要是被他们得知了具体产量，将来牛背村就要年年被于城府剥削。所以您老看着办吧，成败在此一举。牛背村能不能闯出一条阳关道，就看今晚了。好，就是今晚活活累死，也一定要收割完，绝不给他们可乘之机。相公，你确定要这么做？那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列位，粮食对我们牛背村来说就是命根子，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染指的。将来就算要卖粮，那主动权也必须要掌控在我们手里。我知道大家这2个月都很辛苦，我凌云都看在眼里，也衷心的感谢大家能一直这么配合。所以今夜收粮，每人必须要收割至少2亩地，只要能达到要求，我凌云将以个人名义奖励每人1两银子。要是谁能收割2亩地以上，每多出1亩，便再多奖励1两银子，以此类推。林公子放心，对，就算林公子不奖励银子，我们也一定完成任务。是啊，我们视金钱如粪土。好，那现在就开始。哎，这才刚开始就花了这么多银子，相公，你都多余提银子，这么多钱干点什么不好？就是这钱花的也太不值了。你们懂什么？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点银子换来的是全村人的干劲和忠心，值了。花点钱不要紧，但这可是第一次丰收，必须要提振士气。大家赚不到钱，吃不上饭，以后谁还会费心费力的种田？二妹三妹，相公说的有道理，你们从来没种过田，根本体会不到种田的苦累。忙碌大半年，要是颗粒无收，农民又为何要出力不讨好？何况粮食在大端神朝就是命根子，是任何势力都不敢无视的物资。也对，咱们手里有余粮，将来主动权就在我们这边了。林公子，大家都累坏了，今天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停了？当然，未来2天大家都可以在家休息。另外，您老安排几人将收入粮仓的麦子都筛选好，统计一下斤数，做好收尾工作。相公，你们再等一会儿，我这就去做饭。别，大夫人昨夜辛苦，今天就让为夫做饭吧，正好也让你们3个尝尝我的手味。吴月姐，相公真好。三妹，你怎么了？脸这么红，不会是生病了吧？是吗？可能是干活累的，没想到收割庄稼这么辛苦。三妹，这是想要相公疼了？没有，吴月姐说什么呢？三妹，说真的，你也跟了相公大半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你该不会是……说什么呢？你们2个真是气死我了！算了，不理你们了。喂，你不吃饭啦？相公的手艺，下次可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上啦。
我不饿了，我困了，先回去睡觉了。吴月姐，你说乌娜想通了吗？别担心，看这丫头刚刚的表情，8成是有门。诶，乌娜呢？她说不饿，去睡觉了。这丫头真是不给面子，不吃拉倒，有本事以后都别吃饭。相公，这面都做好了，你干脆直接给她端过去，或许还有意外收获哦。小娘子，把腿长大一点儿，没人娶你当老婆，你就只能当军妓了。按我林家祖训，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需要选妻封地，为我林家开枝散叶。看过第4季的都知道，我只是随口说了句雨来，干旱多年的牛背村竟下起瓢泼大雨；又只是说了一句草长，原本寸草不生的荒地竟长出了1000亩良田。本以为靠着现代人的智慧改良土地，发明催雨弹后，我就能凭借手里2张王牌——火药、粮食，然后疯狂搞钱，替3个老婆还债赎身，父亲，复仇林家，称霸天下。可没想到粮食刚种出来就被钦差盯上，要让我全部上交填补朝廷的窟窿。面坨了就不好吃了，我还是给乌娜送过去吧。相公，你昨晚累了一夜，还是去休息吧。这面让妾身去送就好。大夫人还真是古道热心肠啊。既然二夫人开口了，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我刚刚做饭，发生什么了？还不是因为你，臭男人！都有病啊！乌娜，你可是堂堂蛮族将士，连千军万马都不怕，却被这事吓得不敢出来。喂，乌娜，你睡着了？说话呀！自己好不容易下厨一次，这丫头居然这么不给面子。十四爷，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都没发生，这碗面赏你吃吧。哦，那就多谢14爷了。正巧我还没吃早饭。刚才我去厨房做饭，你们3个说什么了？哎呀，你烦死了！乌娜，你要干嘛？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为什么总是欺负我？难道我比不上他们吗？乌娜，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对你们3个向来是一视同仁，可从来都没有偏心过谁。什么误会？你不是问吴月姐和婉清姐都说了什么吗？别墨迹，要来就来。但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敢做负心汉，我一定杀了你。不用这么狠吧？算了，真是惹不起你。你休息吧，我先撤了。你站住，不准走！我想走就走，你拦不住。哼，那就试试看。潘达天神的孩子都是勇敢无畏的勇士。相公，妾身好哄吧？以后可要对人家好一点哟。女人啊，真是善变。昨天还像头倔驴，今天就温顺的像只猫。吃你的剩面吧，以后和吴越晚清好好相处，少给为父找不痛快。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啊！自己有3位娇妻米妾，本应过上帝王般的生活，但现在来看，不行，这么下去不是个事。我得想个办法制造一些补药。现在可是亲身体会到什么叫腰膝心软力不从心，我可不想英年早逝。哟，相公舍得出来了，三妹果然了得，居然让相公这般狼狈。难怪你和吴越昨天那般阴阳怪气，原来是故意给为夫下套，真是最毒妇人心。呸！你才是毒妇，人家还不是为你好，居然这么冤枉我，真是没有良心。别碰我！我说过1个月不近女色，你离我远点儿。哟，怎么又回来了？原来相公舍不得妾身啊！哼，我刚想起来还有事要办，差点耽误了大事。谁啊？相公，快出来！老村长说林巡府来了很多人。该来的还是来了。林公子，您可算来了。
今日夫人大人和朝廷钦差崔大人特意来寻牛背村，快跟本官去迎接二位大人。怎么这么急？哎，林公子，你这速度也太快了，这才过了2天，你就将粮食都收割完了？当然。二位大人，林公子到了。草民凌云见过二位大人。凌云，本官听说你牛背村今年收成不错，为何一颗麦穗都没看到？可是故意戏耍本官？邱大人不知，就在前天，牛背村就开始收割粮食了。如今粮食早已入仓封存，所以您自然看不到麦穗。哼，本官曾有言在先，说过会派于政府官兵前来收粮，你敢违抗命令？大人实在是误会草民了。这种粮收割本就是我牛背村应当应付的差事，又岂敢劳烦于政府帮忙？草民本着赤诚之心，绝无欺瞒之意。哼，本官问你，牛背村今年一产出了多少粮食？老村长，告诉邱大人，咱们牛背村今年议定产出多少粮食？回禀府尹大人，牛背村今年共产出12万斤小麦。这林云是真的抠门啊！瞒报可是大罪，一旦被官府查出真相，恐怕整个牛背村都要掉脑袋。12万斤，怎么这么少？本官可是听说牛背村今年开荒了整整1000多亩地。林云，你可知对朝廷瞒报产量，乃是掉脑袋的大罪，是要株连9族的。就算大人们真要了草民的脑袋，草民也没有多余的粮食。崔大人，您看这事闹的，本以为牛背村今年的产量足以为号称赈灾。好了，此事不怪邱大人。你叫林云是吧？是的，钦差大人。本官叫崔明冲，乃是朝廷户部侍郎，此次奉皇令担任钦差一职，主要是为号称赈灾而来。草民已知晓崔大人此次来意，但牛背村本就土地贫瘠，草民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勉强让牛背村种上粮食。虽然有1000亩耕地，可产量却少得可怜，还望崔大人能理解。本官明白你的苦衷，你能带领牛背村脱贫致富，已立下大功。等本官回朝复命，一定会向圣上禀明一切。这崔明冲看似是褒奖自己，实则是威胁我。要是不肯老实交粮，就要上报给朝廷。多谢崔大人，草民所做一切，都只是想让牛背村百姓过上好日子，从没想过要回报。我都懂。好了，林公子能否带本官去参观一下粮仓？当然，快带路。不会出差错了吧？公子放心。二位大人请稍等，等我将粮仓打开，到时候大人们一看便知草民有没有说谎。林公子，这粮仓是新修建不久吧？这对方眼光毒辣。没错，草民为了囤粮，便动用村民们挖掘出这粮仓。林云就是个小狐狸，自己无论问他什么，肯定都会被搪塞过去。但这老村长一看就涉世不深，那就从这位老人家身上入手吧。您老就是牛背村的村长吧？是的。崔大人有什么问题问草民就好。老村长岁数大了，说话也不清楚。林公子放心，本官此次来寻粮赈灾是一方面，同时也是来体恤民情的，所以你不必担忧。不知崔大人想问什么，小老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牛背村一共建了几处这样的地窖？2处。另一处在哪儿？另一处就在村中心位置。这老村长还真是折磨人，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老村长犯糊涂将实话说了。村中心的那处地窖面积狭小，里面只是储存了一些咸鱼干而已。因为之前的牛背村经常受到劫匪的骚扰，为了保存充足的食物，所以才特意修建这村中心的地窖，以防万一。崔大人，您还进去参观吗？来都来了，自然要参观一下，看看林公子这大半年来都做出哪些功德。好，林公子，你可真是为我大端神朝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啊！崔大人谬赞了，草民也是尽人事听天命，能有如此收获，乃是我大端神朝的皇帝圣明。这林云果然是个人物，被钦差大人发现了第2处地窖，竟然还能泰然启之，临危不乱。好，
林公子能有这份报效朝廷的心意，本钦差一定会禀报圣上。那就再带本官去那村中心地窖参观一下吧。林公子没什么意见吧？当然，既然是崔大人的意思，就是给草民100个胆子，也绝对不敢推辞。请。奇怪，凌云现在应该心虚紧张才对，可却完全看不到半点不安。奇怪，难道我猜错了？将这地窖打开，让崔大人参观。这村中心的地窖已经大半年未曾开启，里面存放咸鱼干，肯定腥臭无蜜。还愣着干嘛？快点打开啊！不好意思，让2位大人见笑了。村长，这就是你说的第2个地窖。是啊，这地窖是我牛背村储藏咸鱼干的场所，平时不会打开，只有粮食短缺的时候用来应急。而且，崔大人是朝廷钦差，小老更不敢有所欺瞒，实在是抱歉。万万没想到啊，会偷鸡不成蚀把米。崔大人，这次您总该相信草民没有撒谎了吧？牛背村今年真的只产了12万斤粮食。草民对天发誓，真的只有这12万斤。您老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林云，上前听风。你虽是藩房林家庶子，按理说是不可受我大端神朝官吏，但你带领牛背村村民改变民生，又纳粮10万斤，为我大端神朝立下大功劳，所以本钦差与府尹大人商议，决定封你为余城内务府主事一职。这2位大人真是精打细算，12万斤粮食一下子提走了10万斤，末了只少了个主事的职务。多谢2位大人厚爱，草民定当鞠躬尽瘁，竭尽所能，绝不辜负2位大人的提拔之恩。林云，本官说过，只要你好好为朝廷效力，朝廷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邱大人说的在理，只是这主事一职是极品官。林公子，主事只是微末小吏，要是非要归类，应该就从9品的芝麻官。我去，这俩拿了我10万斤粮食，却只给个9品芝麻官，大发要饭的。你就别嫌弃官小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多少人想要进入仕途，却不得门径。你小子虽只得了个9品芝麻官，但好歹也算踏入仕途。只要你好好干，凭你小子的能力，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这不就是上级给下级画大饼的套路吗？你是在教我做事？我明白了，草民一定努力，不负大人的期望。您老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差点被你吓死。公子，我实在没想那么多，您提醒过我不让我道出实情，但我怕记错了，所以就一直将村中心的地窖也算上了。行了，反正这件事儿算是熬过去了，您老这次也算是立下大功。还是林公子厉害，居然能踏入仕途，将来一定能做大官。哎，快别跟我提仕途了，10万斤的粮食就换来这么一个微末小吏，要不是今天的钦差开口，我都不知道还有主事这么一个职务。林公子莫要嫌小。马总管就别取笑我了，这回我成了你的麾下，你可要多多照顾我才是。府尹大人说的有道理，这当今的世道，想要出人头地，唯有一途就是当官。当初那林轩同样花费了不少银两，才混了个押司的闲职，连从9品就算不上，他还不是一脸乐呵？那倒也是，不过我这主事平日都有哪些工作？咱们这只是余生内务府，有没有工作，全凭我一句话。林公子要是户部主事，那负责的工作可就多了。那好啊，凭我和马总管的关系，应该不会给我分配什么工作吧？当然，林公子只需每月去几次于天府点卯即可，每年还能得几10两的银子，何乐而不为呢？这还差不多。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赚钱，至于当不当官，都是次要的。林公子，现在没有外人，你老实告诉我，你这次克扣了多少粮食？你猜？你可别让我继续猜了，我今天都猜了1天。林公子可真是胆大包天啊！你欺瞒钦差，等同欺君，一旦被查出，是要祸及满门的。我知道，
但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我凌云费这么大劲才让牛背村出粮食，岂会全都交给朝廷？而且我要是这么做了，也对不起牛背村500多口人。到底是多少？您老告诉马总管是多少？今年耕地一共是1000多亩，共产出31万斤粮。林公子，你真是太疯狂了！你确定是31万斤，而不是21万斤？我要是骗马总管，又何必多说呢？这么说，林公子手里现在存粮还有19万斤？不对，二位大人只拿走10万斤，你还有21万斤。林公子，这么多的粮食，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冒着巨大风险囤粮，自然是要卖银子啊。怎么样，马总管有没有兴趣？还有我的份儿？当然，我凌云向来不抠门，有钱就一起赚。只要马总管能提供销路，还能帮忙运输，到时候拿了银子，我是绝对不会亏待你。好，林公子说的对，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为了咱们的未来，拼一次也是值得的。这实在太疯狂了！欺瞒钦差，囤粮21万斤，这种事要是传出去，绝对能震惊朝野。恐怕就算是户部尚书这种大权在握、掌管前辽土地税收的一品大员，都不敢如此疯狂。马总管不用太着急，咱们这次做的买卖可是掉脑袋的，必须从长计议。你先筛选好客户，没有安全问题后，先派人去商谈，谈妥后再议运输路线，等到最后才是出粮的关键。林公子，你的意思是说，咱们接下来做的是走私生意？不错，这不妥吧？走私需要一条安全的路线，但当今的于政府方圆千里都再无劫匪，变得极为安全。这种情况更不方便走私，很容易被于政府发现。没关系，需要什么咱们就创造什么，活人还能让尿憋死。而且你记住，咱们的客户必须是极度缺粮的地区，而且坚决不与官府打交道，哪怕对方给的价格再高，也不能卖。那林公子的意思，该不会是要培养一群劫匪吧？知我者马兄也。林公子说的倒是让下官心潮澎湃，但这具体实施下来，每一步都极为艰难。而且，林公子是不是把府尹大人看得太低了？牛背村的具体产量瞒得了一时，却瞒不了一世，早晚会被府尹大人知道。那马总管是什么意思？走私粮食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尤其是几10万斤的粮食，想要不被于光府察觉，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下官以为林公子可以单独找府尹大人谈判。据我所知，府尹大人唯利是图，只要有好处、足够安全，他绝对愿意参与。更何况咱们现在还只是面临于城府这一个困难，林公子莫要忘了，于城府也只是整个凤阳郡的一隅，最终想要走私到其他藩王的封地，必然会被林家人察觉。马总管言之有理，看来是我太乐观了。所以林公子想赚粮食的银子，是绝对不能绕开府尹大人的。下官愿意拿出自己那一份的5成送给府尹大人当好处，以促成此事。这样吧，此事先不急，再等等看吧。或许接下来还会有其他转机也说不定。是。林公子，今天就像是做梦一样，我牛背村居然囤了21万斤的粮食，这实在太难以置了。这还只是开始，您老要学会适应。好了，说正事，您老待会儿召集村民，将收割完的地再好好耕一遍。记住，用我之前教给村民制作化肥的方式，好好保养耕地。林公子，都收割完了，种粮也要等到来年开春以后了，又何必着急呢？谁说收割完就不种了？现在距离冬季还早得很，不要停歇，继续种。这怎么可能？等天寒地冻，庄稼就算长出来也无法生长，最后会被冻死的。您老就踏踏实实的按我说的去执行好了，本公子自有计较。好，那我这就去安排。对了，将小麦的种子提前准备好，送到我这儿。前世虽然我不是农民，对种植也不算特别了解，可好歹2世为人，想要1年种2茬粮食还是轻而易举的。要是真到了天寒地冻时节，完全可以扣大棚，只要有充足的日光和水源，大棚里的环境完全适宜种粮，哪怕生长周期慢一些，也是可以接受的。但现在唯一的难点就是要用什么来替代塑料布。地球上用于农业的大棚基地可都是用塑料制成，既能保证温度，又能保证湿度，而在这封建社会，塑料根本就无法制造。我去，你干嘛？相公，快去看看吧，吴月姐和婉清姐吵起来了。
你让我去看什么？你觉得他俩吵架我就能解决？那你也不能不管啊，万一打起来怎么办？打就打吧，只要不打我就行。哼，臭男人，2位姐姐为你吵架，你却不管不顾，果然得到了就不珍惜了。什么叫不懂珍惜？来，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去拉架帮谁？吴越和婉清都是我的夫人，我帮谁都会得罪另一方。而且解铃还需系铃人，给他俩一些空间，让他们自己解决消化吧。你干嘛？你少和我讲这些大道理。不管你在外面多成功，要是自家后院都起火了，你觉得还能长久吗？小丫头，你还教训起我了？你放心，我保证最多半个时辰，他俩肯定能和好如初。你确定？自然确定，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对了，你等一下。怎么？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帮你去救场吧？想什么呢？我明天要进城，跟我走一趟。进城？太好了，我早就呆得慌了。1、2、1。林公子，您什么时候来的？已经来了一会儿了。行啊，没看出来，你小子现在训练也挺有一套的。林公子这么晚来到我这儿，难道是有什么事儿？想不想知道我刚刚和马总管都聊了什么？林公子要是愿意说，那卑职就愿意倾听。不过卑职猜测，80%是和粮食有关，对吧？不错，我就实话告诉你好了，我打算将这20万斤的粮食卖掉。林公子，卑职没听错吧？这么多的粮食，您要如何卖？要是被府尹那边知道，可就全完了。是啊，被他们知道肯定要完蛋。可要是不被他们知道呢？不被知道，卑职先不管如何卖粮的问题，就问一点，要如何运输呢？20万斤可不是小数目，要是用马车运输，绝对会引人耳目。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公子请吩咐。你上次随同秋意去剿匪，对于征府方圆千里应该比较熟悉了吧？不错。好，那我问你，这方圆千里内可还有劫匪？说实话。有，只是这些能幸存的劫匪都十分狡猾，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找到他们踪迹的。公子该不会是想利用这些劫匪运粮吧？郑统领真是越来越聪明了，一点就透。公子谬赞了，卑职吃鱼的很，只是整日追随公子，才沾染上这么一点机灵。行了，这些马屁科就免了。明日天一亮，我要去虞城办点事儿，你和乌娜跟我去。公子，三夫人一直对卑职有稍许意见，我去的话恐怕……好了，三夫人心直口快，你就不要记仇了。倘若三夫人将一些事藏在心里，才是你小子的灾难。今晚早些休息，明日随我出发。是。祁瑞，大人，今天你随本官去牛背村，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特殊感觉。虽然整体来看牛背村很贫穷，但看村民们的气色又不像过苦日子，感觉精神面貌都很好，眼中有神。属下曾留意一些村民家中，却发现家家户户都闭门，似乎是防备着什么。完了，还有一点，属下不知当讲不当讲。你但说无妨，本官不会怪责你。是，牛背村给属下最真实的感觉就像是演戏，除了那领主凌云，就连普通村民似乎都做好了准备，见到官兵根本就毫无惧色，就连那老村长也给属下一种虚假的感觉。好，看来你与本官感觉的一样。大人的意思是说，那领主凌云撒谎了？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邱光日这老小子也没对咱们说实话。而且那凌云不简单，总给我一种高深莫测的味道。那大人的意思是，要不要属下将他擒来，问个明白？不可，打草惊蛇乃兵家大忌。既然邱光日都要帮着林家庶子隐瞒，那这里面肯定藏了大秘密。你待会儿守住房门，就算是邱光日，也绝不允许他进来。本官要微服私巡，再去一趟牛背村。大人，眼下已是深夜，现在出城恐怕不妥，万一有什么危险。没事，本官就带上一名大内侍卫乔装出城，绝对不会被熟人认出。就算遇到匪徒，也能应付。
怎么停了？大人，这牛背村居然有侍卫夜巡，咱们要是贸然闯进，必会遭到对方的袭击。大内侍卫都是从大端神朝各个地方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对安保工作是十分熟悉，一眼就看出问题所在。真没看出来，这小小牛背村居然还培养侍卫，果然是有大秘密。我先去吸引他们注意，你趁机潜入牛背村，给我仔细的查，不要错过任何角落。这牛背村可能已经被他们挖出很多地下室，切记，一旦发现什么，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到时候直接去找我即可。大人，这是不是太危险了？要是他们对大人下手怎么办？你放心，不会有问题。前方何人？胆敢擅闯牛背村？我乃朝廷派来的钦差崔明冲，今日白天曾率于天府尹前来巡视，尔等速速去通知凌云出来见我。见过钦差大人。好了，不必多礼，尔等速速去通知凌云出来，就说本官找他有事。真没看出来，小小的牛背村居然培养出这么尽忠职守的侍卫。林公子果然不同凡响啊！林公子，你快出来一趟，白天的钦差大人来了。相公，这么晚了，是谁啊？你速速去叫醒胡娜，叫他去盯住整个村子，尤其是咱们存粮的几处粮仓。还有火药库，千万不可被陌生人靠近。是，公子。立即派人悄悄地将整个村子封锁，任何不准进也不准出。卑职遵命。原来是崔大人啊！这么晚了，您怎么突然又来到牛背村？也不提前说一声，也好让草民做好准备。林公子准备什么？该不会是要将什么秘密藏起来吧？崔大人说笑了，牛背村只是一个普通小山村，又谈何什么秘密？好了，本官也只是开玩笑，林公子不必生气。这老东西还真是阴谋不行就来阳谋，深更半夜到来，肯定是没安好心。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不喜欢麻烦，可也从不怕麻烦。崔大人是朝廷派下来的钦差，草民不过是牛背村的领主，就算大人真怎样，草民也不敢生气啊。哎，莫要多说，本官有些乏了，想要歇歇脚，林公子不会拒绝吧？崔大人有请。作为钦差，我来时一路巡视，既下踏过一些有名望的村子，也去过一些较大的城城。但凡普通百姓见到我，要么一脸好奇，要么一脸恐慌。但唯独这牛背村，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这些人肯定是在防备什么，自己到来并未说明来意。牛背村的侍卫却好似知道了什么，已经开始严防死守，看样子似乎还不想让我轻易离开。要是我真的惹恼的凌云，他会不会下狠手？崔大人，请用茶。要是没猜错，这应该是上好的洞庭碧螺春吧？崔大人果然厉害，不错，这好茶也是草民之前花大力气讨来的，一直舍不得喝。这次是得了崔大人的福，也才有幸品尝。林公子，本官深夜造访，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崔大人说笑了，您这么晚到来，应该是您有什么事才对。大人不妨直说，但凡是草民能解决的，一定不会拒绝。午夜晚晴，没你们什么事儿了，都下去。大人现在可以说了吧？凌云，你好大的胆子！不知崔大人这是何意？行了，你就别装了。牛背村从种粮开始，消息已经传到我耳中。就算你再高明，可地里的庄稼最能说明一切。先排除牛背村土地贫瘠的问题，就算产量再低，1000亩地的产量也绝对不会低于10万斤。还用本官再细说吗？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将具体产量告诉本官。怎么，你还想抵赖？崔大人怀疑倒也情有可原，不过是非曲直就在眼前，我凌云县就算将心掏出来，崔大人也必定不会相信。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崔大人与其威逼利诱，倒不如来点实在的。哼，好一个凌云！你的意思是本官冤枉你了？莫要等到我派来大批官兵将你牛背村挖地3尺，到时候真的大白于天下，你再想解释，可就全晚了。崔大人这番话，草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切都可以商量？商量与否，还要看你小子是什么态度。这一刻，
凌云终于明白，这崔明冲不过是来好处的，这反倒让我暗松一口气。如果这崔明冲就是铁了心要查抄牛背村，那我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无济于事；但若是谋利，那问题就简单明了了。崔大人这下该满意了吧？凌云甘愿破财免灾，就足以证明牛背村大有内幕。而且凌云能一次性拿出1万两银子，就足以证明他极力保护的东西价值远超这1万两银子。林公子这是何意？本官不明白，难道你要公然行贿本官不成？当然不是，崔大人舟车劳顿来到牛背村这穷乡僻壤之地，草民自然要有所表现。这点银子全当孝敬大人，不成敬意。要是你这都还不甘心，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进来吧。崔大人说什么？自己在这拖延了整整半个时辰，派出去的大内侍卫按理说也该回来报信了。难道我刚刚看错了？崔大人刚才叫的不会是他吧？此时此刻，崔明冲终于明白，这牛背村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我带来的虽然不是祁瑞这个大内侍卫统领，可即使是最一般的大内侍卫，那也是绝顶高手。莫说是3、5人，就是10人8人，也休想在大内侍卫手中讨到便宜。凌云，你够胆，居然敢对本钦差带来的大内侍卫下手！你难道想连累整个林家，被诛9族吗？在事发前，我并不知他是大内侍卫，只是因为崔大人到来，故意提高了警戒，以保护大人周全。而且，这位大内侍卫只是昏迷，又不是死了，崔大人又何必这般说话？大人，废物！大人，牛背村果然有问题，属下发现一处粮仓，里面的粮食堆成山，虽然不知具体数目，但起码要比咱们今天白天运走的那10万斤要多很多。怎么样，凌云，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大胆狂徒，还不放开钦差大人！若敢乱来，大端神朝都将没有尔等容身之处。凌云，本官今夜前来，并不是要真的拿你问罪，不然也就不会深更半夜造访。你若用这种态度抵抗，就算你杀了本官，你绝对也难逃一死。那崔大人的意思是，让他放开我，咱们还能继续谈。你私自囤积这么多粮食，无非是为谋财，但你实在太天真了。没有本官的帮助，我保证你连1斗粮都卖不出去。而且，只要这些粮食出现在市面，哪怕是黑市，都会直接要了你的命。你真以为耍点小聪明就可以劫取朝廷的银子吗？相公，何须跟这狗官多言？让我直接杀了他，再将于监府所有知情人全部灭口，到时死无对证，朝廷也拿咱们没办法。小丫头，你实在太低估我大端神朝的能耐了。本官乃是陛下亲设的钦差，这一路上都有专人保护。就算这次我是私自前来，可一旦我遇害，消息就会800里加急送到皇上手里。吴娜，算了，放开崔大人。相公，妾身此次出手，已算是撕破脸。倘若现在罢手，这狗官将来一定会报复的。凌云，你难道还没听出本官的言外之意？我叫你放手！请坐吧，林公子。自从来到这世界，我还是第一次如此被动啊！虽然自己处处占上风，可最关键的机密已经泄露。果然能在朝为官者都不是善茬，这崔明冲更是如此。但他心系城府深厚，且做事老辣沉稳，我这点道行在他面前根本就不够看。吴娜，你先出去。好了，现在咱们该谈谈正事了吧？按照崔大人刚刚话中意思，该不会是想分一杯羹吧？你说呢？崔大人，正如你所说，我凌云确实有些小聪明、小算计，或许难入大人法眼。但若换一种方式，你或你背后的朝廷，还真不一定是我对手。行了，你小子也不必再威胁我，我就是想分一杯羹。虽然我十分好奇你是用什么办法让牛背村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能种出这么多的粮食，但这些已经不再重要。崔大人有何高见？高见倒是没有，不过你村子里的那些粮食只要交给本官，我一定能帮你消化掉。我也不贪心，只要30%收益即可。林公子考虑的如何？ 30%收益没问题，
但有一点我要提前说清，这中间的交易我必须要一清二楚。我不管崔大人背后和谁完成，我都要参与其中。好，那就一言为定。林公子妥善保存好粮食，等计划正式开始实施，我自会带人前来。崔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哎，林公子莫要着急，这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余下一二仍需好事多磨。何况这么大的一笔买卖，你以为能一蹴而就？我把话给你撂这儿，没个1年半载，你都别想。也对，倒是我太着急了。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手里一共有多少粮了吧？这是什么意思？是10万斤？应该不止吧？不是10万斤，而是20万斤。什么？20万斤？你小子疯了！前不久，大端神朝的镇南王与北方蛮夷征战，派出1万精锐士兵，朝廷调拨粮草也才10万余斤。崔大人莫要吃惊，只要有稳定客源，并拥有安全的运输路线，我保证粮食可以源源不绝的供应，而且不受天灾人祸的影响。本以为这个凌云手里能囤个11、2万斤粮食，就算是非常了得，也足够让自己赚个盆满钵满。毕竟没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敢私吞如此数量的粮食。明眼人都看得出，这被林家抛弃的庶子绝非池中之物。我甚至都想将他收入麾下了。要是能为我所用，自然最好。倘若控制不了，那留下终成大患。林云，你确定只是单纯的为了赚钱，而不是有其他想法？大端神朝国泰民安，全念圣上的好。我凌云虽地位卑微，却也明事理懂感恩，又岂会为祸一方，坑害黎民百姓？好，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这银子就免了，留给你自己用吧。那计划照例进行。时间不早了，本官就先回去了。待到我回朝复命后，一切再做计较。崔大人就这么一走了之，怕是不妥吧？你放心，本官绝不会食言，更不会报复你。这是户部侍郎的随身令牌，只要持此令牌，你甚至能进入户部。大人慢走，草民就不远送了。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潘达族乌娜，你若要报仇，就尽管来好了。潘达天神的孩子，绝不畏惧任何挑战，更不畏强权。凭你的实力，留在这小山村，实在是可惜了。相公，你就这么放他走，就不怕他报复？怕有用吗？谁让你不得命令，私自动手的？我也只是看不惯他们这副贪婪的嘴脸。你今天差点就坏了大事。好了，此件事了，你也回去休息吧。另外，通知郑有利，让他做好防护，明日计划照常进行。在两女看来，这钦差大臣突然深夜造访，肯定是有大事发生，只不过他俩还不知具体情况。你们看着我干嘛？相公，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说什么？你少装傻充愣。那崔明冲这么晚来找你，到底所谓是？叶晚清也曾混过官场，对这一套实在太熟悉了。深知崔明冲作为户部左侍郎，手下掌管钱财和各类物资，是极有权势的人物。二夫人原来想知道崔大人的事，也没谈什么大事，只是暂时敲定了关于这20万斤粮食的销路问题。相公，你该不会是想将这些粮食卖给朝廷吧？你想什么美事呢？要是卖给朝廷，还赚什么钱？而且我私自囤粮乃是大罪，我又岂敢让这件事大白于天下？那不卖给朝廷，又哪来的销路？哼，大端神朝有36位藩王，难道还怕没有主顾？大人，看来您这次行动很顺利，可有收获？当然，本官亲自出手，必然有收获。大人，要不要属下天亮后就去牛背村抓人，再抄了整个村子？你少来，莫要坏本官大事。即日起，不允许再找牛背村的麻烦。也不知凌云给大人灌了什么迷魂汤，居然让他突然改变主意。深更半夜，钦差大人故意躲避我出城，肯定是要办事，而且这件事还不想让我知道。可恶，这崔明冲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查出了本官这些年的那些烂账？大人又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呢？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如果麻烦真的上门，大人就算再着急也是无用。与其担惊受怕，倒不如主动出击。师爷的意思是，既然钦差大人回来了，府尹大人何不再跑一趟？相信他现在很乐于会见大人。哦，师爷为何如此肯定？万一本官猜错了，彻底惹恼钦差大人，岂不是自寻死路？哎，大人此言差矣。钦差大人这次根本就没将心思放在您身上，估计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凌云，还有粮食。何况这次收上来的赈灾粮食，还需要我于征府出工出力才能送到郜城。这于情于理，钦差大人都不会针对您。师爷果然心思缜密，听你这么一分析，本官就彻底放心了。府尹大人请留步，先听卑职把话说完。大人，今天白天你随同钦差去牛背村收粮，可曾有什么发现？没有，这凌云狡猾得很，就连钦差大人这次都被他耍了。哦，那有没有可能钦差大人之前出城是去秘密会见凌云了？师爷到底想说什么？卑职以为，这凌云一直以来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都是狡诈如狐，尤其是他这半年为了种粮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又怎么可能只有12万斤的产量？照你所说，钦差大人也洞悉了这小子的谎言，所以才深夜出城与那凌云单谈。卑职也只是凭空推测，到底是不是真的，就看大人能否套出钦差大人的话了。余臣府尹邱光日特来求见钦差大人。邱大人还真是执着啊，未见崔大人，居然能等到现在。崔大人已经等候你多时了。下官刚刚听属下汇报，大人刚刚出城了。邱光日，你胆子不小，你还敢过问我的去向？属下不敢，属下的人也只是凑巧在城内看到大人，并不知您刚刚出城去了何处。罢了，本来本官是不想告诉你的，但既然夫人大人都知道了，那告诉你也无妨。哼，本钦差乃是受皇命微服私巡，你小小的于天府也敢胡乱打听，真是不知错了。你下去，待到本官回朝复命前，莫要再让我遇到你。邱光日在自己这儿没得到答案，一定会去逼问凌云，接下来就要看凌云的本领了，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个考验。要是连这小小的余生府尹都对付不了，根本就没资格做我户部左侍郎的合作伙伴。这是什么地方？林公子，这是义庄啊，是余城那些达官显贵们凑钱修建的，是专门用来存放死尸的地方。这里太不吉利，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你昨晚说过，上次和邱毅去剿匪后，还有一些幸存的是吧？不错，能躲过官府的围剿，足以证明这些幸存的劫匪都不是一般的势力。想找到他们的难度非常大。或许他们白天是百姓，等到晚上就会凶相毕露，外出洗劫四周的村子。你说的有道理。郑统领猜猜，这义庄会不会是那些劫匪藏身之处？林公子，您的思路总是这么与众不同。不过照你所说，还真有这种可能。要不我们进去看看？大哥，他们该不会是要闯进来吧？别轻举妄动，但要做好准备。对方若是官府派来调查的，就将他们杀了。遵命。还是先算了，我们走吧。感觉到不对劲，这义庄内表面上风平浪静，但不知为何，总是给我一种不安的感觉。来人呐！大哥，有何吩咐？立即派人给我盯着刚刚那俩人，查清楚对方的来历，切不可打草惊蛇。好，大哥放心，就由小弟亲自走上一遭。要是有合适机会，小弟在外面将他们解决。我们就这么进去？不这么进，难道还要3拜9叩吗？相公就不怕那邱光日得知真相？怕什么？我这内务府主事的官职可是他亲自封的，按理说我每天都要来点金，这次到来也再正常不过。公子，那小人呢？也跟你一起进去？你留下为我护法。吴娜，你就别跟我进去了。那我来干嘛？你去市集转转，看有没有售卖沙子的，记住要那种细沙。你先看不买，或者问昧细沙的产地，等我办完事就去找你。那好吧，郑统领，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要保护好相公周全，
要是相公有什么甩失，我可不饶你。三夫人放心便是。好了，我们进去。敢问阁下可是牛背村的林公子？正是，你认得我？原来是林公子，我家总管大人早已吩咐过，要是林公子前来，一定放行，请进。林公子，这内务府就是气派啊，而且看环境似乎要比云雾府还要好。当然，内务府是专门管钱的地方，一些基础设施自然都是上好的。再加上那秋光日为了掩人耳目，故意让余长府内朴素老旧，以此凸显他的节俭。属下凌云见过马总管。哈哈哈哈哈哈！林公子不必客气，他俩都是我信得过的心腹，也知道咱们的关系。见过林公子。马总管既然知道我此次来日就好办了。不过敢问一句，马总管没生气吧？哎，林公子说这话就太见外了。那香水可都出自你之手，你前来查看也是应该的。要是不闻不问，我或许还会怀疑林公子的诚意呢。有马总管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毕竟香水已经开始售卖，而且效果还不错。我也是想与一些客户结交一下，或许还会有其他商机。林公子这话让我心痒难耐，可是已经有了赚钱的机会。那个，上次你送我的那本宫廷内镜，可还有副本？看来林公子是得到里面的好处了。胡说什么呢？谁得到好了？我那本被乌娜那丫头给夺走了。我只是在那宫廷中镜中得到了启发，想要尝试制一些补阳的药，不知马总管可感兴趣？林公子的意思是？不错，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这可不行。为何不行？难道马总管不相信我的本事？不是不信，而是炼药配药是需要行医资质的。要是什么人都能配药，那岂不是天下大乱了？那行医资质要如何得到？需要到百草堂进行药师考核，顺利通过后，百草堂会颁发行医资质，就可以经营药铺了。这百草堂也受官家控制？没错，百草堂隶属于工部，在整个大端神朝怕是有几千个分堂。因为受朝廷工部的管控，所以背景强硬，负责皇室健康的御用太医全都出自百草堂。好吧，那就有劳马总管帮我打听一下，药师都考核哪些内容。林公子既然要视察香水销售情况，就让他俩随同如何？下官毕竟是内务府总管，这种事是不方便露面的。不必这么麻烦，马总管只需要派人请来1-2个客户即可。你俩都听到了吧？速速去将孙府和王府家的大小姐请来，就说是有一批新到的香水。是。林公子，有一件事儿，下官不知当不当问。哎，马总管有话直说，凭咱们的交情，不必藏着掖着。我今早前去城主府点袄，被府尹大人叫去问话，见他半张脸都肿了。开始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但府尹大人说，昨夜钦差大人曾秘密出城，他怀疑是去见了林公子。这事，马总管果然消息灵通，这才过去一夜，你就知道了。也罢，我就不隐瞒了。昨晚钦差大人确实来找我了，谈论的话题也正是那些粮食。林公子，下官明白，你找钦差合作肯定要强于下官，但下官对林公子也是诚意满满，还请林公公看在咱们昔日的交情。马总管莫要担心，我与钦差大人合作是不得已而为之，道理你应该都明白，不需要我多说。但无论我与钦差合作，还是与马总管合作，都并不冲突。马总管可听得清楚？林公子的意思是？很简单，既然是赚钱，那就大家一起赚。我凌云从不是吝啬之人，相信马总管应该了解。那是，林公子乃是义薄云天之人，不然下官又岂会死心塌地的跟随？这下你放心了吧？放心了。那不知林公子与钦差大人谈出什么成果了？告诉你没问题，但你要发誓，绝不能更第三人说。你应该知道，咱们现在干的可是掉脑袋的大事。下官自然明白，可有钦差大人参与，下官非常有信心。林公子尽管说，有什么需要下官出力的地方，下官一定在所不辞。我们昨晚只是确定了合作关系，但要说销售的计划，现在还没有。没有？这怎么可能？你还别不信，这个数的粮食没个1年半载，你就别想有什么结果。也对，不说销售，光是运输就是大问题。那这件事儿，咱们就绕过府尹大人了。现在还不确定，
等这次钦差大人回朝复命后，他自会制定出计划，到时候是否联络府尹大人再定。公子，马总管在虞城熟悉，您何不直接问他关于沙子的事儿？马总管，这虞城可有卖细沙的地方？细沙？什么细沙？地上的沙子你不知道？那我知道，不过虞城内可没有卖这玩意儿的。林公子要沙子干嘛？既然虞城没有，那马总管可知道哪里有？林公子，你牛背村遍地都是沙子，还用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买？牛背村的不是沙子，那是因为水府流失，导致土地颗粒化。我要的是那种细沙。那没有，不知林公子要细沙干嘛？是盖房子吗？我盖什么房子？我是要……反正你只要知道一点，细沙对我接下来种庄稼有帮助就行。还种粮？这都是阳月了，最多再有半个多月就出冬了。现在种粮岂不是要颗粒无收？谁告诉你冬季就不能种粮了？这还用告诉吗？天气寒冷，再下大雪，任何植物都无法生存，而且冰雪还会冰封大地。你要是说别的我都能信，可就是冬天种粮，打死我也不信。算了，你也甭问了，等我种出庄稼你就明白了。你先替我想想办法，在哪能得到沙子？沙子还得是细沙。我知道了，桃源镇以西有一片瀚海，那里遍地是沙子，而且还是细沙。每年都有商旅在里面迷失，甚至遇上雷沙而被吞没。那就好办了。桃源镇还是八哥林轩的领地，而且那里还有个铜矿。林公子，要不要我派人去帮忙？这件事就不劳马总管了。何况你动用手下，必会遭到府尹大人的怀疑，反倒不美。公子，那桃源镇是你八哥的领地，咱们去那一带活动，会不会遭到他的袭扰？公子，要不让卑职出手，一不做三不休，将他杀了。林公子，林轩毕竟是桃源镇的领主，虽然之前被府尹大人罢了压收之职，可好歹也是一方的领主。要是林轩突然暴毙，必会遭到府尹大人的怀疑。我知道，我也没打算杀他。看来我近期要亲自去一趟了。林公子，要不让下官随你去一趟桃源镇？马总管，你不必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我知道你是急于表现自己的价值，但这种风险极大的事，你就不要参与了。我自有主张。是。大人，孙家和王家的千金小姐已经请来，就在前堂等候。林公子，王家家主乃是我虞城府兵马都统，是个手握兵权的人物。请来的这位小姐名叫王献义。还有孙家是开药铺的，在虞城可是天字1号。虞城下辖的所有村镇，包括虞中府的用药，皆出自孙家。他家的小姐名叫孙雪萌，也是个药师。公子不是想考取行医资质吗？刚好可以问他。要是能借这次机会结交上这两家人，那也算是意外收获。有道理，马总管在这儿耐心等会儿，我去会会那二位小姐。司仪姐，马总管上次就说新到一批货，害得人家等了半个多月，至今不见影子。你说这次会不会是到货了？应该不是，不然为何只叫你我，没有其他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香水有多抢手。也对，反正我这次连银子都带来了，马总管要是食言，我定不饶他。切，你孙家开药铺，你还喷香水，小心被你爷爷逮住，再训斥你一顿。你是何人？马总管为何不亲自来？在下林云，乃是牛背村的领主，现兼任内务府主事。此次正是下官请马总管让二位小姐来的。你一个小小的主事，凭什么能请得动马总管？凌云，你就是之前刚刚得到府尹大人和钦差大人封赏的那个凌云？正是下官，能让王小姐认识，还真是下官的荣幸。你别一口一个下官，你不过是内务府小小的主事，能排上从九品，也只是沾个边儿。还真以为自己当官了。王小姐说的对，我刚刚听二位小姐在谈论香水，不知对之前马总管卖给你的香水有什么意见，大可提出来。意见？你一个内务府的主事，跟你提意见有屁用？你快去将马总管请来，我们和他谈。
不好意思，二位小姐今天只能与在下谈话。大胆！你个小小的主事也敢替马总管决定？小心本姑娘待会儿向马总管告你的状！王小姐真是好大的官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兵马都头，还想告我的状，就怕你没这个本事。林某既然能得到马总管的同意，前来接待二位小姐，必然是有原因。而且，当今整个余城售卖的所有香水，皆是我凌云制造出来的，有府尹大人和马总管可以作证。现在，你俩还觉得我没资格和你们谈吗？不可能，我曾回家找爷爷研究过这香水的工艺，爷爷都说十分的精妙，只有京城流专香大师才能发明出香水。早就听闻余城孙家是开药铺起家，如今更是将生意做遍余城下辖内所有村镇。没想到也只是个眼界有限、过于自负的家族，还真是让人失望。你说什么？有本事你再说一遍！来人，给我将这个大胆之人拿下！没想到这两个丫头如此无礼，可别说出什么不堪入目的话，惹恼了凌云呐。这位林公子看似平易近人，却十分腹黑，真要下黑手，恐怕王家都要吃大亏。王小姐，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胆敢大声喧哗，还是不将本总管放在眼里？你俩还不给林公子道歉？道歉？凭什么给他一个小小的主事道歉？算了，我这次不是来结仇吵架的。我知道两位小姐眼高于顶，但不管你们是否愿意相信凌云，我都不需要解释。咱们直接用事实说话吧。小娘子，把腿张大一点，没人娶你当老婆，你就只能当军妓了。按我林家祖训，所有林家子弟成年之后，需要选妻封地，为我林家开枝散叶。娶到了谁，那么就必须替这些女人洗刷罪孽，还清债务。看过前5季的都知道，凌云，我不仅一下穿越到了古代选妻，1000钱方可娶妻，你要选谁？面对族长的询问时，那我凌云1万钱。不仅一口气娶了3个老婆，还背负上了巨额债务。为此，我不得不靠着穿越者的智慧，造火药、广积粮，缓称王。可没想到封地的粮食刚种出来，就被朝廷派遣征粮的钦差盯上。凌云，你好大胆子！甚至连我卖私粮的计划也被当地知府识破。也有我分一杯羹。本以为自己可以凭借手中的余粮坐山观虎斗时，没想到知府大人居然想用我发明的竹筒枪暗杀钦差，栽赃嫁祸，将我们2人一石2鸟。林公子，这兰花香水是你制出的新品？正是。两位小姐，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我就直说了。第一是想了解你们使用香水后的感受，第二便是送来新品。但既然2位小姐不愿接受，那就算了。马总管，不是还有其他的客户吗？就劳烦你派人邀请一下，相信其他家的小姐肯定非常乐于接受在下的这份心意。别，林公子，我错了还不行吗？刚刚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我也向你道歉，这总可以了吧？我们只是有些难以置信而已。好吧，看在你俩认错还算诚恳的份上，这2瓶新品香水就送你俩好了。不过，我的香水可不是白拿的。我知道，我一定会将这兰花香水推荐给身边的姐妹。我也是。林公子，下次有机会，你能不能让我亲自看看你是如何配制香水的？这可不行，配制香水是我的独家秘方，是绝不能外传的。不过，我听说的孙小姐家是开药铺的，要是你能帮我获得行医资质，我倒是可以为你私人定制。只要你提供适量的原材料，不管是什么味道，我都能配制出香水，如何？林公子此言当真？自然当真。林公子，你制出兰花香水，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也好提前宣传。好了，时间不早了，既然事都办完，我就先告辞了。林公子着什么急？你好不容易来一次，也好让下官以尽地主之谊。敢问你可是凌云林公子？正是。府尹大人得知林公子来到余城，特意让小的请您到府上一叙。府尹大人找我，说什么事了吗？小的只负责传话，并不知大人要说什么。林公子还是和小的走一趟吧。
耽误不了太多时间。正巧我也有事要向府尹大人汇报，林公子，咱们就一起吧。马总管，府尹大人交代过，今天只接见林公子，其他人一概不见。好，既然府尹大人有请，那我就去一趟，就有劳你带路了。总感觉这秋光日找自己没那么简单，再加上知道秋光日今天心情不好，我可不想引火神啊。林公子，请吧。这顶轿子不正是秋光日上次去牛背村乘坐的吗？这次派出轿子接我，可见待会儿的谈话肯定不简单。不过就算是龙潭虎穴，今天我也赖不掉了，只能硬着头皮闯了。林云见过府尹大人。本官今日不忙公务，所以不必多礼。你过来坐吧。不知邱大人找在下所为何事？林云，你可还记得当初你我第一次在猎场相识，后来可是你要与本官做朋友的。是啊，时间过得还真快，这一转眼都过去半年了。不错，才半年时间，你小子就在牛背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还真是让本官震惊啊！邱大人，您怎么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要是有事尽管吩咐，只要凌云能做到的，绝不会袖手旁观。你如今也是我虞城内务府的主事，虽然这官职不大，但好歹也是钦差大人与本官商议后才决定的。不过话说回来，本官若有事相求，你真的愿意帮忙？凌云深得大人的信任与栽培，才有今日这么一点成就，又岂敢忘了大人的好？只要是凌云能做到的，一定不负所望。你抬起头来。这崔明冲下手也太黑了，大人，你这脸……哼，你刚刚去见了马季，他就没跟你说这件事？马总管真的没和我说。大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在虞城，难道还有人敢对大人下手？你别这么拘谨，放松一些。本官说过，今日不谈公事，而且我这伤只是小事，你也不必担心，更不要打听了。是，那大人今日找我，真的只是作为朋友间的叙旧聊天？你觉得呢？应该是吧。我也只是小小的牛背村领主，在我们村我说话还有点分量，但要是在其他地方可就不灵了。我这儿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大人，这两个消息是一件事吗？看你如何选择，不同的选择便会有不同的结果。要不大人给个提醒？也罢，就提醒你一下。好消息咱们皆大欢喜，坏消息……这种情况下选坏消息，那无疑是找死。而且自己现在孤身一人，身上连竹筒枪都没带，这要是惹恼了他，绝对没自己好果子吃。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选好消息啊！你确定？这个大人该不会是故意给我挖坑吧？哼，对你还用挖坑？本官若想给你治罪，你手里那些见不得光的玩意儿，足够让你掉10次脑袋。大人就说吧，到底是什么事？既然你选择好消息，那我现在郑重通知你，即日起，你就是我虞城内务府会计司的员外郎。邱大人，您是在开玩笑吧？你要给我升官？本官会开这种玩笑？你现在可以谢恩了。慢着，邱大人，俗话说无功不受禄，凌云什么都没做，您为何要给我升官？别紧张，本官刚刚也说了，就因为你是本官的朋友，之前让你做内务府的主事，不过是先将你拉入官吏内部，之后才好升迁。可是我告诉你，给你升官是因为你能力出众，本官本着仁义爱才的初衷，所以才破格提拔你。而且你此次立下大功，为朝廷解了燃眉之急，理应封赏。自己这次被算计了，千防万防，就是没想到秋光日会用这一招，先给了我封赏。如果我将来再拒绝秋光日的要求，那可就真的完了。怎么，你还想拒绝？既是如此，那就多谢邱大人了。大人，这内务府算计司的员外郎是几品官啊？是从6品。从6品？这太夸张了吧！我直接从9品跃升到从6品。你放心，在虞城这地界，本官说一不二，没人敢说闲话。除了皇上，不管是哪路神仙，都要听之任之。这番话不就是在针对崔明冲这个钦差吗？大人，你该不会是……该不会什么？好了，你可以退下了。大人，这林云会不会去通风报信？应该不会，这小子狡猾得很，又岂会跟着趟浑水？不过师爷的这个主意真的没问题。
从六品可不是小官了，就这么赏给他，实在是可惜。大人不必担心，先给他一点甜头尝尝，等他的价值被彻底榨干，大人随便找个理由都能让他卷铺盖滚蛋。何况这小子屁股也不干净。这次就用他卖给大人的火器对付崔明吹，不管成不成功，都能让这小子吃不了兜着走。但愿如此吧。相公，你怎么这么大意，一个人就进去了？要是出事可怎么办？这不是没事吗？你俩怎么追到这里了？我和郑统领不放心你，你要是再不出来，我们就打算冲进去救你了。我知道你关心我，但以后遇事多动脑子，别总是冲动行事。哎呦，知道了，你烦死了！我又不是小孩子，干嘛老探我头？还是三夫人深得我心啊！公子，府尹大人找你谈什么了？别问，你们马上就知道了。再跟我去一趟内务府。见过马总管。恭喜林公子荣升从六品员外郎，从今天起，你我便是上下的关系了。林大人，恭喜啊！恭喜林大人，贺喜林大人！马总管就别取消下官了，快别在这儿站着，我们进去聊，顺便带你去平日办公的场所看看。行了，别装了，你不会真以为秋光日给我升官是什么好事吧？不是好事，难道还是坏事？林公子或许还不知这从六品员外郎的含金量，绝对是肥差，而且能接触到的权贵的机会更多。难道这不是你想要的？我是想接触权贵，但这明显是秋光日精心为我准备的陷阱。林公子，咱们先换个角度思考，不管府尹大人抱着怎样的心态，你都得到了切身的好处，这是不争的事实。哪怕是付出一些代价，下官觉得也是值得的。这么容易得到的，同样也容易失去。马总管难道还不明白？那林公子是想拒绝？要是能拒绝，我刚才就说了。好了，反正这员外郎也是在你手下做事，你就给我挂个虚职吧。乌娜，我和正统务叔先回村子，你先暂时留下。为什么？相公是要我留在内务府？你先暂时留在这里，等天黑后，你替我给崔明冲捎个口信。什么口信？告诉他，回京危险，慎重。相公，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刚刚的秋光日说什么了？这秋光日怕是要走极端。你见了崔明冲不必多说，就将我这番话告诉他，他只会明白。这里被把守的如此严密，肯定就是崔明冲在于政府落脚的地方。不过，想要进门见到崔明冲却不容易。该死，这可如何是好？你就是负责保护崔明冲的侍卫统领。谁？滚出来！别紧张，我是奉我家相公之命前来给崔明冲捎口信的。原来是林公子的三夫人，你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也一样，我会一字不差的替你转达给我家大人。那可不行，相中交代过，要我当面将消息说给崔明冲。虽然看你这打扮应该是崔明冲身边的心腹，但我还是信不过你。虽然你是那凌云的夫人，可你同样是南蛮盘达族人，出于安全考量，我是绝不会让你靠近的。你若说就现在说，不说就可以离开了。若敢放肆，休怪我不给那凌云面子。你这人怎么这么犟？我没和你开玩笑，我家相公让我带来的口信关系到你家大人的命，你难道也不担心？那你就现在告诉我。行，看来相公这次是多此一举。堂堂大端神朝的钦差，守卫力量肯定强大，我就不多管闲事了。且慢，怎么，你不是让我走吗？有本事别拦我。我可以带你去见我家大人，但前提是必须让我随同。好啊，我又没说不同意。跟我来吧。你怎么又回来了？大人，属下刚刚在院外的小花园遇到了前进来的凌云三夫人乌娜。乌娜，她来干什么？启禀大人，那乌娜说是奉凌云的命令前来送情报，而且还非要亲口告诉你，说是事关大人的性命，带她进来。老东西，我们又见面了。小丫头，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我不清楚，就在白天，我相公受那秋光日的邀请，单独在府上见了一面。事后相公就让我给你捎带口信，他说回京危险，慎重。这算什么情报？你说了等于没说，
凌云有没有说具体是什么事？比如是谁要对我家大人不利？我哪知道？我相公还说了，只要我将这几个字说出来，这老东西就一定能明白是什么意思。还说，要是真的不明白，那这钦差也不过如此。我明白了，小丫头，虽然你一直对本官不敬，但看在你这次好心来送情报的份上，就不与你一般见识了。呸！你这老东西真不要脸！要不是上次我家相公拦着，就你。行了，回去替我向林公子说声谢谢。另外，让他也注意点。老头，虽然我不确定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要对付你，但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千万别做轿子，最好是伪装一下，莫要被人认出来。好快的身法！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本官这次来到虞城，是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那刚刚我那最后句话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祁瑞，你安排一下，就按这丫头的意思去办，找个人乘坐轿子，本官骑马回京。大人，虞城距离京城路途遥远，您的身体肯定吃不消。行了，本官又不是软脚鲨，怎么就吃不消？下去吧。秋光日，你真是胆大包堂啊！也罢，本官倒要看看你的胆子有没有你的实力支撑。公子，将竹筒枪给我一支。公子，你没事吧？使用弓弩的人，只要臂力够大，射出的焰雨可以划破长空，受到的空气阻力很小，所以距离也会很远。但竹筒枪却恰恰相反，靠的是火药燃烧后的巨大推力，在短时间、短距离内造成巨大杀伤。要是距离过远，要是威力现在能制造出用铜铁融合后的弹药，便可极大的解决阻力和受风力的影响。开火！何时见过如此可怕的能力？这是见鬼了吗？林公子，你这枪法也太厉害了。等有机会，我可以指点你一下。尔等何人？胆敢袭击我家公子？抬起头来！蒋三，是你？郑有利，你不是半年前就死了吗？半年前被灭掉的是黑风寨，而我得到我家公子的赏识，已经从良了。小人蒋坤，号称人士，见过公子。你既然与郑统领是朋友，那本公子就不为难你了。先说说你的情况。不知公子想知道什么？虞城府前不久兴师动众的剿匪，如此环境下你都能幸存下来，看来是有些能耐。你的老巢在哪儿？回禀公子，小人一直带领手下藏身在义庄。今天白天，小人曾在庄内看到两人，该不会就是公子吧？公子果然是神机妙算啊，居然真的被你猜中了。郑统领不必拍我马屁，你是想替这蒋坤求情？公子，您昨天不是说想要暗中扶植一伙劫匪势力吗？这蒋三与卑职关系莫逆，由他替我们守外围，将来不管是进出都会非常安全。而且一伙强大武装势力也能辐射到方圆几百里地。也罢，既然这蒋坤是郑统领的朋友，那今晚的事就算了。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公子，这蒋三当年在镖局的能力还在卑臣之上，只是这些年来落草为寇，没有机会施展，还请公子看在卑臣的薄面，能给他一次机会。郑统领，时间不早了，我们上路吧。蒋三，公子可能是要考验你，你回去安排一下，立即去牛背村，我这就替你求情。有利，这位公子到底是何来历？我家公子叫林云，乃是牛背村的领主，更是虞城内务府6品员外郎。有利，你这次一定要帮我。你放心，公子刚刚并没有拒绝收你，应该是有什么想法，等我回去一问便知。你也速速跟上。大哥，咱们以后不做劫匪了吗？你是眼瞎还是耳聋？给老子滚回去！告诫兄弟们，一切等老子回来再做定夺。是大哥。公子，你怎么速度这么快？卑职追了一路都没追上。郑统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成长到可以替本公子做决定的程度了？卑职知错了，还请恕罪。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但你要永远记住，你是我凌云麾下的兵。作为兵，你只需做到听从命令，
而不是自作主张，明白吗？是，公子教训的是。那蒋坤要是来了，带他去营房招待，我晚些时候自会去见他。记住，莫要和他多说，是否接纳他，还要看他的为人。你郑有利要是敢以权谋私，可别怪本公子对你军法处置。又偷吃，你可是相公的二夫人，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吴月姐，这饭菜你都来回热了2、3次了，相公还不知几时才能回来，要不我们先吃吧？再等等，相公这个时间还没回来，肯定是在忙大事。咱们作为家眷，要是连让相公吃口热乎饭菜都做不到，那就太不称职了。二位夫人，我回来了。相公，你可算是回来了，再不回来，人家就要饿死了。吴越，以后我要是外出忙公务，你们就不必等我开饭了。那你要是知道回不来，就提前告诉我，不然我就当你按时回来吃饭。去洗手，不知道在外面摸了什么，脏死了。相公，洗手吧。婉清，你吃错药了，这么献殷勤还是你吗？是不是昨晚一个人睡觉又蹬被了？去你的，你才蹬被呢！快点洗，洗完吃饭，我都饿死了。对嘛，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相公，乌娜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晚些才回来。不过看着天色，应该也差不多了。相公，你们今天去虞城可有什么收获？下午的时候，府尹大人单独召见了我，并给我升官了。这是好事儿啊！相公干嘛闷闷不乐的？且神这就去拿酒，我们好好庆祝一下。等，庆祝什么庆祝？你都不听我把话说完，你还当这是什么好事儿？婉清，你觉得如何？相公，这从六品员外郎的权儿，你不应该要的。我也知道不能要，可那种情况下，我要是拒绝，恐怕夫人大人根本不会放我走，你们也等不到我回来吃晚饭了。我知道，这秋光日明显是要利用相公对付钦差大人，如此险恶用心，相公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利用我对付钦差？你说清楚，到底什么意思？相公刚才也说了，他秋光日得知钦差深夜外出，所以去刺探消息，而钦差大人不但没告诉他，反而给了他一个嘴巴，所以才结仇。但要我说，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这些当官的人个顶个不要脸，为了达到目的，什么瞎话谎话都能说。所以秋光日是怀疑你们昨晚见面了。秋光日虽不知具体细节，但凭其聪明和师爷出谋划策，定能猜到端倪。这是朝廷的意思，一切收下。动手要快，不留痕迹。秋光日一边拉拢相公给你升官，是为了稳住你，另一边再对钦差下毒手。咱们暂且当他的这个毒计能成功，相公可考虑过是什么后果？那还用说吗？钦差是皇上的脸面，要是被暗杀了，一定会震惊朝野，最后一查到底，便会牵连无数人。相公说的对，可也只说对了一半，这些都是最表面的，更深层的原因是秋光日想要一石二鸟，将相公和钦差大人一起干掉。相公，吴月姐，让相公静一静。看来我要做点什么才行啊。相公，能和我说说你接下来的想法吗？按照二夫人的思路，秋光日若要暗杀钦差，肯定不会使用寻常的手段，而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无疑就是使用我卖给他的竹筒枪。这玩意儿现在不被外界遮销，也没人会提前防备，所以一旦他派杀手半路袭击，可在10几米开外将钦差射杀。如果不惜代价的使用弹药，绝对能做到万无一失。好一个栽赃嫁祸，好一个恶毒毒的计划！我回来了，饿死我了！不好意思，我没控制住。看你吃饭真香啊！我要是有你这么好的胃口就好了。是啊，不过乌娜多吃点也行，毕竟劳累一天，消耗也大。好了，你吃饱喝足了吧？相公，你该不会又有什么事要安排吧？没错。我怎么这么倒霉？我都累死了！有什么事儿就明天再说吧，行吗？乌娜，这次情况危急，你就别一肚子牢骚了。要是咱们这次被算计了，那就彻底输了。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是这样，
我刚刚和婉清推测了一下，明日府尹大人回京，一定会遭到秋光日派的杀手伏击，所以就只能辛苦一下三夫人你了。你想让我将那些杀手都消灭掉？不错，就是这个意思。行，没问题。正巧我最近手痒了，等明天天一亮我就出门，保证将那些坏人赶尽杀绝。啊，相公，你拿这家伙干嘛？这次你就用这竹筒枪行动，速战速决，将埋伏在钦差回京避之路的杀手全部干掉。记住，下手干净一点，不要留下任何线索。我还用这玩意儿？就凭我的实力，秋光日手下那些废物不可能是我对手。你乖乖听话，这次不是胡闹的时候，而且也不是让你去发泄，而是执行任务，所以必须要速战速决，毫不拖泥带水，更不能留下活口，被人看到，明白吗？明白了，我听相公的话就是了。好啦，那我先下去休息了，明天还要早起呢。傻丫头，你想什么呢？今晚就别睡了。我若没猜错，秋光日为了稳妥起见，一定会提前准备，所以你现在立刻动身啊！现在就走？这深更半夜的，我去哪儿找他们的踪迹？你就先埋伏在虞城北门，那里是北上回京的必经之路。秋光日要是派杀手出城，一定会从北门出去。你主要跟踪他们就好，等该收网的时候就果断一些。那我要是这次立下大功，相公怎么奖励我？你想要什么？这样吧，我这次要是立功，相公就送我一件亲手制造的小首饰，这要求不过分吧？没问题，我送你的小首饰一定让你喜欢。作为穿越者，这个世界的小首饰又岂能见出我的与众不同？既然答应了自己老婆，那我就要来一次大胆的尝试。做钻石，正巧我打算用细沙提炼玻璃，要是运气好，完全能得到样貌和钻石差不多的玻璃。钻石恒永远，一颗永流传。只要我将营销钻石的那一套方式全都扒出来，再给人们洗脑，到时候不管谁家娶亲婚嫁，都必须要买钻石，就像是礼金和陪嫁一样，绝对不能少。如果能成功，那我将来就可以躺着赚钱了。相公，你干嘛笑得那么猥琐？谁猥琐？你才猥琐！我只是又想到一个赚钱的金点子。赚钱？三夫人真是我的财神啊！每次和你聊天都能有巨大收获。林公子，刚刚有没有陌生的人被郑有利带进来？有，是一个刀疤脸的中年汉子。公子，您来了。别紧张，随便坐吧。林公子，请坐。你之前落草为寇前，是在浩城做镖头？没错，小人和郑有离是同僚，一共做了5年。最后，虽然本公子对你还不够了解，但你能在于是逢上绞腿鞋运动中幸存，也证明你确实有一定的能力。不过，想要投靠我凌云，这点本事还不够。林公子，小人虽能力有限，但也有优点，还请公子能给小人一次机会。哦，优点，说来听听。小人今年30有3，做了3年劫匪，做了5年镖头，但在这之前还曾参过军，效力于镇南王，做探头兵，负责情报收集和破坏敌军作战计划部署。白天我与马季商议获取细沙的事，就曾提到要靠近桃源镇，而那里是自己八哥的地盘。我若想不动声色地获取细沙，势必要精心策划一番，但身边没有可用之人。郑有利作为我司军统领，不可能让他去冒险，一旦出点什么事，自己这司军可就没人管了。而乌娜武力高强，让他打仗砸场子没问题，可侦察敌情却并不擅长。若派他去，不但难以成事，反而会惹出麻烦。势头放在地球上，其实就是侦察兵。这种军事人才是需要大量实践经验和财力培养出来的，失败者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横尸沙场。能活下来的，几乎在军事领域就是全才。自己这次是捡到宝了。既然你擅长侦察刺探，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侦察任务，只要你能圆满完成，并带回具体情报和绘制出的地图，我就收了你，如何？公子放心，小人一定拿出看家本领，将公子交代的任务圆满完成，还请公子指示。你今晚先在这儿过夜，天一亮立即前往桃源镇，
替我侦查桃源镇的武装情况。另外，镇外有一座孤山，你也去看看情况。要是有人把守，记得带回来一些矿石。最后将你观察整理出的情报绘成地图带回来，就算你完成任务了。公子放心，这件事交给我。好了，蒋坤，你先下去休息吧，天亮就出发，莫要耽搁了公子的大事。公子，你让他侦查桃源镇，卑职可以理解，但是侦查那座孤山是什么意思？当然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八哥空守着那么一个风水宝地，却不擅长利用，就让我帮帮他吧。公子，刚刚蒋坤说曾效力于镇南王，那可是林家的边防军，公子就一点都不忌讳？忌讳什么？你还担心他是林家派到我身边的卧底？那倒不是，卑职还以为公子会因为他的出身而对他有偏见呢。哼，偏见？我要是对他有偏见，那对你也应该有偏见才对。那你为什么还能得到我的重用？你不必多虑，只要这蒋坤忠于职守，乖乖为我做事，我是不会亏待他的，更不会亏待你。那是，贝贝能跟随公子也是卑职的荣幸。行了，你以后马屁话少说，对我是完全没用的。如果你表现得不好，我照样不会放过你。卑职遵命。公子，卑职刚刚看到三夫人连夜出城了，可是发生什么事了？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实话告诉你，邱光日打算刺杀钦差大人，并将这口黑锅扣到我头上。这老东西真是卑鄙无耻，难怪白天给公子升官，原来是没安好心。是啊，但这老东西千算万算，还是看走眼了。邱光日和那师爷常玉峰最大的败笔就是太相信情报，而疏忽了人性的复杂。他们对我凌云的所有了解，都来源于属下的情报。殊不知马季早已被我收买，他俩还一厢情愿地认为已经彻底拿捏了我的性格。也正因如此，邱光日白天才会当着我的面表现出对钦差崔明冲的杀机。我虽然不喜欢管闲事，可涉及到切身利益，我根本不可能袖手旁观。最关键的是，邱光日似乎忘了，我身边也是有智囊团的。那三夫人连夜去虞城，难道是……想什么呢？邱光日可不是好杀的，而且他活着对我们更有利。我只是让乌娜暗中盯着城内的杀手，等到他们准备对钦差大人下手时，再让乌娜将这些杀手灭了。公子果然算无余策，看来邱光日的这次奸计注定要失败了，肯定不能让他成功。那公子可想过一点没有？这次暗杀计划要是失败了，凭邱光日的狡猾，一定会怀疑我们。就算他一时没有证据，也会变着法的找我们麻烦，这可如何是好？你想多了。你觉得那钦差崔明康是吃干饭的？他度过这次杀劫，肯定会报复邱光日。到时候这老东西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情来找我们麻烦？如果真要来找，那也多半是来求情的。求情？他会向公子求情？好了，已经和你说的够多了，接下来的事你就慢慢想吧。总之一句话，因果循环自有定数，万事皆有轮回。之前被自己俘虏回来的阿三还一直养在家中，是时候让他协助自己对付八哥了。阿三，你怎么过成这样？我不是之前让老村长给你安排了一名婢女照顾你生活起居吗？十四爷，您可算记起阿三这个瘸子了。你别激动，快坐下慢慢说。怎么回事？那婢女是被我赶走的。十四爷，您上次答应过我会让我重新站起来。阿三不想当瘸子，公子一定有能力帮我的，是不是？实在抱歉，这段时间要忙的事太多，我也无暇顾及你的感受。不过你放心，我既然答应你的事，就绝对不会食言而肥。明天我在家没事，就帮你制造假肢。那就多谢十四爷了。只要阿三能重新站起来走路，阿三一定用这条命效忠十四爷。问你个事，你对桃源镇方圆300里的地形有多了解？只要能辨别东南西北，阿三闭着眼都能找到回去的路。好，那你正好帮我绘制一幅草图，越详细越好。我要知道桃源镇的内部组织情况，还有镇外的地形。没问题，那我现在就画。阿三画出的这幅地图有没有瑕疵？居然还详细的记载和具体到辨别方向和位置的花草树木，真是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心细。过了大半年，居然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嘿嘿，小的之前曾为八爷培养死铺，
期间曾多次带手下前往碾子山和瀚海训练，所以对当地的环境还算了解。为何这山峰画的和其他山不一样？十四爷，还记得小的上次和您说过的铜矿吗？就在这个位置。这碾子山地势险要，普通人想要上山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八爷为了方便采矿，便派小的在桃源镇非法诱骗了不少青壮年前去开山凿路。八哥还真是个混蛋，这么缺德的事都干得出来。十四爷说的是，小的当初作为八爷的爪牙，也做了不少缺德事。我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但现在你是为我尽忠，所以彻底改掉八光给你养成的恶习。将来你要是让我知道再做这些缺德事，可别怪我不给你机会。十四爷的教诲，阿三都记在心里了。想要让阿三重新站起来，就只能制作假肢，先用上好的石木制造假肢，先给他希望，让阿三恢复正常。等到将来我可以顺利开采牛背山的赤铁矿后，再为阿三锻造纯铁的假肢。五月，你怎么还没睡？相公还没休息，妾身又如何睡得着啊？大夫人如此贴心，我凌云真是上辈子积了德。五月，你以前是不是练习过？这力度刚刚好，真的太舒服了。别胡说，这种亲密的事，我找谁去练习？我说错话还不成吗？来，快让为夫稀罕稀罕。五月，再过最多2个半月就年底了，到时候林家一定会派管家来收年例银，你最近就开始准备一下，将这笔银子备好。相公是想让我接待林家人？怎么，你害怕了？是有一点，在妾身看来，林家上下就没有一个好人。这话说的，林家确实不是好东西，但你相公我呢，也不是好东西。妾身说错话了还不行吗？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挑字面儿？说正经的，你真打算让妾身到时候接待林家？不错，你可是我凌云的大夫人，并掌控财政大权，这林家人来收税，自然非你莫属。而且，区区一个林家管家，还轮不到我亲自露面。那好吧，妾身需要准备什么呀？林家每年赋税是按人头计算的，牛背村一共500余口人，按照平均每人1两银子计算，那就是500两银子。曾经牛背村土地无法种田，也没有粮食产量，所以这部分农耕税就免了。但这次林家派人来，一定会知道这件事。到时候你就按照每亩地10两银子计算，1000亩地便是1万两银子的赋税。相公果然最擅长经商，这账目都被你算清楚了，妾身就不必操心了。到时候等林家来人，我就直接把银子给他完事。要是这么简单，那我又何必让你抛头露面？我只是先和大夫人将具体账目算清楚，但我没让你这么傻实在。那相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凌云辛苦1年赚来的银子，哪怕是1分1毫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又岂能便宜了这帮混蛋？我上次让你每个月记一次的账本，你都按时登记了吧？喏，我都一笔一笔记好了，而且还检查了好几次，保证不会出错。做得不错，不过这本账簿只能咱们自己看，绝不能给外人看，哪怕是前来收税的林家也不行。那妾身要怎么做？你最近这段时间再重新做一本假账，人口税可以正常交，但耕种税才是大头。如果按之前计算的结果交1万两银子，你就想办法给我压缩1半。总之一句话，只要能少交银子，你怎么做都行。小声点，现在就等钦差大人出来了。果然如此，相公果然料事如神。只要目标出现，将绳子斩断，巨蟒就会当空照下，将钦差的轿子罩住。这样做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也算是万无一失的计策。到时候在近距离开枪，便能一击必杀。邱大人不必远送了，本官此次奉皇命解决号城饥荒，承蒙邱大人帮衬，才能圆满完成任务。虽然前几天咱们闹出一些不愉快，但本官希望邱大人莫道生气。钦差大人说笑了，协助大人乃是下官分内的事，至于那些不愉快，大人不提，下官都忘记有这件事了。哈哈哈，好，那本官就放心了。邱大人放心，本官这次回京一定向圣上禀明邱大人的功劳。那就多谢了。祁统领为何这样看下官？
难道是下官之前惹戚统领不高兴了？哼，齐瑞，不得对邱大人无礼，还不快给邱大人道歉！邱大人莫要见怪，本统领是直性子。之前您与我家大人闹得不愉快，所以我……齐统领不必解释，下官都了解。咱们虽立场不同，但归根垫底都是效忠于朝廷，所以下官希望咱们能公私分明，莫要结怨才好。好了，话不多说，邱大人，咱们后会有期。好，那下官就不远送了，预祝钦差大人一路顺风。大人，这次你总该高枕无忧了吧？哼，高枕无忧还差得远。别忘了，这凌云可同样不好对付。哎，大人莫要在意，这凌云虽狡猾，可毕竟势单力薄。这次他受了大人的封赏，成为员外郎，要是还敢不听话，大人就可以用我大端神朝利率去对付他。哼哼，有道理。有师爷出谋划策，本官果然轻松了不少。大人谬赞了，卑职也只是在其位谋其事。要是无法为大人分忧，那卑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且还是大人领导有方。大人，那凌云送来的情报真的可信吗？为何卑职刚刚观察那秋光日，感觉他并没有这个胆量对大人不利？没听过一句话吗？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是这些坐上地方府尹的官员，他们可没有一个省油的灯。而且，就算凌云的情报不准也不打紧，毕竟小心无大错。倒是你小子实在太鲁莽了！你可知刚刚要是打草惊蛇，让秋光日改变了主意，会对本官接下来的计划有多大影响？大人既然明知道前面有埋伏，又何必硬闯呢？咱们可以绕道避开埋伏。我就要看看他秋光日有没有这个胆量。一旦让本官逃过此劫，我一定要让他付出惨痛代价。都给我提起精神来！待会儿不管遇到什么人，只要敢靠近的，一律杀无赦。大人，小心了，这里不对劲。还真敢来！给老子杀！将这些混蛋碎尸万段！暗叫不妙。秋光日果然胆大包天，胆敢暗杀钦差大人，尔等还不束手就擒，还可免于死罪。看来今天的刺杀计划被泄密了。都住手！哼，还算你识相，命令他们都放下手中武器。都放下武器！这黑衣人首领还真狡猾，他不过是故意让这些眼高于头的大内侍卫放松警惕，等崔明冲露面的一刻，他就会立即扣动手中竹筒枪，要了崔明冲的命。但我既然来了，又岂会让你的毒计得逞？老笨蛋，你要是够机灵，就别露面。尔等可是那秋光日派来谋害本官的？不愧是钦差大人，果然有些手段，居然能避开我们的第一轮暗杀。不过，小的十分好奇，钦差大人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哼，你先别着急提问，先回答我的问题。不错，要怪就怪钦差大人办错了事。你得罪谁不好，偏偏要对邱大人不敬。今日这里便是你葬身之地。这黑衣人首领发什么疯？就打算用手里这破竹筒杀人吗？给我将这些混蛋通通杀光！不要都杀光，留下一人，本官要他回京。大人，这应该就是黑衣人的暗器。大人，您没事吧？刚刚的爆炸声也是这玩意儿造成的，难怪不让我乘坐轿子，还让我乔装打扮，原来是这个原因。相公，我回来了，你怎么不看我一眼？看你这副样子，任务挺顺利，崔明冲平安了啊？怎么不高兴了？你说呢？换你熬一天一血试试，也不知道关心关心人家，整天就知道忙。行了，
三夫人就别生气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凌云待你的心意，天地可证，日月可见。这丫头怎么直接睡了？我都给她准备好饭菜了。算了，让她好好休息一下，等睡醒了再吃也不迟。相公，你一大早就在工作间摆弄那些木头桩子，你到底要做什么？阿三的伤也完全恢复了，我也不能让他一直当个废人，所以我要给他打造一个假肢，好让他能正常行走。假肢？相公真是全才啊，怎么什么都会做？怎么，你相公天纵奇才，你还不高兴？怎么不高兴？妾身只是有些吃惊而已。木质的零件就这一点好，可塑性强，这要是铁的，那可就费劲了。相公，这些小零件真的就能帮助阿三重新站起来？要不是亲眼看到，而且对相公100%信任，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现在当然还不行，等我将这些小零件组装完毕，就能让它正常行走。别动，让他自己起来。人的精神是驾驭肉体的，如果精神崩溃，对生彻底失去信心，那活着也是一具行尸走肉。十四爷，大夫人让你们见笑了。阿三，你又何必亲自出来？你现在腿脚也不方便，等相公将假肢制作好，就去找你了。大夫人说的是，但小人实在等不及了，所以就想过来看看，看能不能帮上14爷的忙。吴越，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先下去吧，就让阿三在这陪我就好。14爷，您需要小的做点什么？看到这些小零件了吧？都是我尽早制造好，不过现在还不能用，需要用砂纸将这些小零件的表面打磨光滑，待会儿组装的时候才会顺利，而且你使用的时候也不会磨损你的皮肉。既然你来了，那这工作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吧？没问题，这种粗活我一定能做好。好了，14爷，您小时候在林家的时候是不是学过木匠啊？你觉得我在林家院会有这种待遇？像我们这些庶子，一出生就决定了出身，注定是被林家抛弃的人。林家又怎么可能花精力和财力培养我们？那您怎么会制造这些零件？我虽然没专门学过，但之前也曾看过相关的书籍，所以略懂一二。这还叫略懂一二？恐怕大端神朝专门服务皇族的老木匠都制造不出这么精密的零件，而且就算能制造出小零件，可拼装出一个实用的工具，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完工了。14爷，这个假肢真的能让我重新站起来走路吗？现在还不确定，不过也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你做好心理准备，待会儿恐怕会遭受一点皮肉之苦。还有就是你半年无法走路，导致你的左大腿出现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你要勤加锻炼，让左大腿恢复正常。知道了，14爷尽管放心，阿三绝不会让你失望的。来，站起身走路试试。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看来这假肢还挺适合你，不错。以后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候都带在身上，尽快适应，也好尽快恢复正常。多谢14爷，阿三一定誓死效忠，绝不辜负14爷的栽培。你也不必每次都将忠诚放在嘴上，你曾经也是林家军的一员，虽然退出现役了，可也应该明白，忠诚是要落实在行动和思想上的。好了，就先这样。这木质的假肢你先暂时用着，等将来条件好了，我再给你换更适合你的假肢。另外，千万不要让这木质假肢碰水，阴雨天尽量保护好它。要是受潮导致这实木遭烤了，那可就坏了。14爷放心，阿三都记住了。自己总算是完成了当初的承诺。凌晨派出去的一队杀手，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一点动静？大人，您把心放宽些，这次暗杀钦差大臣可是大事，而且就算咱们派出的杀手够多，准备也做充分了，但依旧没那么容易成功。朝廷派来保护钦差大臣的大内侍卫都非常了得，咱们还是多一点耐心等吧。哼，常玉峰，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哼，本官这次可是将身家性命都压在这件事上了，成功了那还好，可要是有什么闪失，可不是你能负起责任的。本官之前怎么就偏听偏信了你的馊主意？大人，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而且卑职已经派出人手出城去搜查了，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带回结果。常玉峰，我问你一句，你可考虑过，这次行动要是失败，
你可有什么补救措施？有，快说来听听。按照咱们之前的计划，要是成功了，自然最好。但如果刺杀失败，大人就必须立即会见凌云。见他为何？你难道还想让我去求那小子？大人，您别误会，这可不是求他，而是谈判。我能做上游师府师爷，自然不是吃干饭的。行动前早想过2种结果，连解决方案都考虑好了。谈判？谈什么？你该不会认为这小子能替本官向钦差大人说情吧？你要是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大人，您先别急着生气，咱们这次的计划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再配上竹筒枪，更是有99%的把握。但要是这次行动失败了，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是那凌云泄密了。他泄密自然是在大人和钦差中间做出了曲子，而且也可以证明凌云和钦差有猫腻。咱们抓住这一点，便可找他算账。他要是不认也没关系，反正就是要让他解决此事。如果他不答应，那大人可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你是说林家？不错，这小子在牛背村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之所以一直没传到林家，完全是大人帮他隐瞒。可一旦林家知道了这小子所有秘密，大人说他会是什么下场？私自制造杀伤性武器，私自囤粮，对林家隐瞒不报，等等罪行要是一一列数，按照林家人的脾气，是绝对不会惯着。就算不杀他，也必然会剥夺他拥有的一切。到时候，他还想种粮，还想继续发展，这无疑是做梦。大人只需要做好一点，那就是将咱们和他的利益牢牢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这样，他才能乖乖听咱们的话。师爷还真是老奸巨猾呀，这计划正是妙不可还。大人，你也不必太悲观，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或许钦差大人已经死了，又或许中间出了什么差错，所以才迟迟没有送回来消息。大人，大事不好了！咱们今早派去的17名杀手全部阵亡，还有1人不知所踪。说，还有那不知所踪的人去哪儿了？回禀大人，属下已经派人严密搜查了战斗区域乃至方圆10里地，都没有找到那人的尸体，所以属下觉得他应该是被俘虏生擒了。扶他起来！凌云啊，凌云，你果然有魄力，真的敢泄露本官的秘密。好，这可是你逼我的。你现在立刻去大牢，将我儿子秋意放出来，带他来见我。是，大人。大人，您要做什么？秋意这小子早先就一直想要对凌云动手，只是我一直拦着。但现在看来是有些多余了，也只有这小子最合适去对付凌云。当今形势已经够糟糕了，连自身都难保了，却还想将亲生儿子拖下水，还得是大人啊！大公子，刚刚已经得到最新消息，府尹大人这次计划失败了，接下来恐怕……看来我爹他真的老糊涂了，居然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大公子，要不要卑职去劝说府尹大人，让他将您放了？本来我确实有些厌烦，但现在看来，这大牢反倒是世外桃源，我为何要出去？可是，大人如果真的遭遇不测，大公子可怎么办？哼，你还怕本公子死在这大牢里？不，属下不是这个意思。眼下正是大公子建功立业的最好时机，要能得到大人的支持，便可彻底改变对咱们不利的局势。现在还不是时机，想让我出去帮他，他必须要拿出让我心动的条件。大公子，是府尹大人身边的亲卫，看来属下猜的没错，大人一定派人来请你出去的。大公子，大人让小的来请您出去。我为何要出去？当初是我爹将我关进来的，想让我出去帮他，就让我爹亲自来请我。大公子，眼下形势对我们相当不利，大人需要你的帮助，你也不希望看到大人就这样被击败吧？黄蓉，你可真是我爹养的好狗，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没认清形势。但我若这么做又能得到什么？等将我的价值耗尽，再被老东西关进来。大公子，您有什么条件，完全可以直说，小的自会如实向府尹大人禀报。好，既然如此，那你回去告诉我爹，想让我出手对付凌云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必须封我为于天府兵马总管。如果他答应，我立即出手对付凌云；要是不答应，那你就别来了，我是不会出狱的。小的记住了，现在就去向大人禀报。大公子，您这次是不是玩的有些大了？于昭府的兵马总管可是府尹大人的绝对心腹，他又岂会轻易交出兵权？青阳，你要明白一点，现在是我爹来求我办事，而不是我求他要权力。而且，只有让我坐上兵马总管的位置，本公子才能自保，而不至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大公子，府尹大人同意了，还请您随我去见大人。答应的太轻松，本来就不符合常理。怎么，大公子还有异议？我爹就什么都没说，直接同意了。不错，反正大人就是直接答应了，说没说其他，小的就不知道了。孩儿见过父亲。小易，我知道你一直在责怪爹，将你关进大牢，但爹真的是为了你好。这次我们遇上了大麻烦，希望你能认清现实，助爹一臂之力。孩儿知道爹全都是为我好，也知道爹这次是想让孩儿去对付那凌云。不过，孩儿手中无权，根本就对付不了凌云。这小子趁火打劫。我刚刚听王荣说，你想要做兵马总管，可是真的？正是，孩儿曾多次与那凌云交手，明里暗里都铩羽而归，所以想要正面击败他，必须要派重兵下狠药才是上策。谁说我要派兵讨伐凌云？您让孩儿出狱，难道不是要对付凌云？对付凌云没错，但并不是兵戎相见。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诉求，想做兵马总管没问题。你带人去牛背村和那凌云直接摊牌，他若愿意与我于丰府结盟，那一切都好说；可要是拒绝，就告诉他，他这大半年来所做的一切事，本官都心知肚属，自会向林家禀明一切，让他做出抉择。爹，若是孩儿促成此事呢？只要你让凌云做出妥协，我就让你做兵马总管。作为交换，将来爹不会再限制你的行动，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好，那就一言为定。大公子，大公子，府尹大人没安好心，你可要当心别上当啊！我知道，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绝不会错过。何况他们上有政策，咱们下有对策。我爹想一石二鸟，既坑害我，还裹挟凌云，可没这么容易。既然要和凌云摊牌，这一次我就要玩一次更大。